秋风瑟瑟，苏童裹着单薄的衣衫缩在角落里，乱蓬蓬的头发垂下来挡住了脸，额头上的纱布被沁出的血染红了一块。大通铺的屋子里住了10来个女人，每个人身上都松松垮垮地披了一件遮羞布。这里是西北大营，被送来这里的女人，要么是贱妻，要么就是被家人卖到此处。但此刻，她们都有同一个身份——军妓。苏童刚刚穿越，原身被送来这军营的第一天，有人妄图对她用强，她不堪受辱，撞柱而亡。昏迷2天醒来，心子已经换了。苏童前脚还在做维和行动，这后脚就因为中弹落在了此处，居然没死，而且还成了同名同姓的丫头。吱嘎一声，大门开了，2个火头军抬着周桶走了进来，用勺子不耐烦地敲了敲。开饭了，开饭了！床上的女人们懒懒散散地爬了起来，许是对自己的处境已经麻木，反抗？不，活命更重要。苏童摸了摸饥肠辘辘的肚子，起身也向发饭处走去。哟，没死呢，这小丫头倒是烈性，可惜了，偏生被卖到了这个地方。看到没，这些个谁没闹过死，醒来了还不是得认命。苏童平静地看了这人一眼，没理睬，拿着一个馒头和一碗只得几颗米的稀粥走到了角落。那火军头2人对视一眼，扔下勺子向苏童走去。苏童只看到这2人走到他面前，一脸淫邪地盯着他。那就让我尝尝这干净小丫头的滋味啊！苏童冷冷一笑，砰当一声，碗落地，众人只来得及听到一声惨叫，鲜血直流。赤裸的男子死命捂住自己的咽喉，一脸不敢置信地看向苏童。苏童就站在那里，脚都没挪一下。你还要上吗？你敢杀人！来人呐！那人正喊人进来，号角发出的低鸣瞬间在四周响起。刚刚那些麻木如丧尸的女人好像被瞬间惊醒了似的，她们全部大声地尖叫着，拼命逃窜。快躲起来！柔然进攻了！柔然又进攻了！四周瞬间尘土飞扬，一片狼藉。就连那叫嚣的小兵也顾不得其他，转身就跑。只有苏童在所有人走后，慢条斯理地捡起了那刚刚被尸体脱掉的衣服。刚穿戴好，一名小兵走了进来。这些娘们儿跑得倒是快，赶紧的，打仗了，快走快走！他被拉扯得踉跄上前，满地黄沙，四周都是尖叫和杀戮。刀剑相过，无数人死在眼前。还愣着干什么？杀呀！杀！一个又一个人倒在眼前，直到那把钢刀向他袭来，他才惊觉。是啊，不杀，死的就是他了。他举起手中的大刀，勇猛地冲入了战场。10年后，老泉村村口，苏二郎走在前面，时不时回头望望，一对上那双亮晶晶的眸子，他就讪笑2声，不自在又尴尬地转头。闺女啊，咱马上就要到家了。哎呀，你都离家10年了，可还记得这里啊？哎，这个老槐树还有印象不？苏童看了一眼陌生的四周，又对上那老头黝黑布满沟壑的殷切憨厚的笑脸，不怎么清楚了。没事没事，你走的时候才12岁，都10年了，记不得是正常的啊。等以后啊，在村子里熟悉了，就慢慢记起来了。哎呀，爹这辈子
最大的愿望就是找着你，如今可算是把你接回来了。一会儿啊，咱去给你娘上香去，告诉你娘这个好消息。一路上听过太多这样的话了，苏童即使能背下来这些话，可还是感动苏二郎在得知自己女儿被卖掉后，全世界寻找女儿的举动。苏童从穿越到现在，在西北一待就是10年，苏二郎在外找了10年，直到3个月前，他才知道自己原来穿越到了一本叫做《娇宠17》的书里，成为了书中恶毒男配贾世子的炮灰军纪妻，而且成亲当晚就死了的那种。哼，好酸爽。可惜这剧情从一开始就被他改了。他穿越过来已经10年了，军纪，哼。闺女啊，这马上就要到家了，等回去之后啊，爹给你杀鸡吃。两人自顾自地走着，很快就走进了村里。苏二郎，你真将你这当军妓的闺女给接回来了？我的老天爷呀，你这接回来也不怕坏了你苏家门风啊！二狗子，你混说什么呢？谁是军妓啊？你他娘的给我说清楚，谁是军妓？又不是我一个人说的，全村都知道了。而且你娘还给你这当军妓的女儿订了婚事，京城里的贾世子，大伙都知道的事儿。军妓配贾世子，简直就是绝配呀！苏二郎又惊又怒，更是一拳打在了那二狗子的脸上，2、3下就见了血。我女儿不是军妓，我女儿是大户人家的丫头，不是军妓。爹，别打了。清冷的声音唤回了苏二郎的理智。他站起来，看着这些个指指点点的人，拉着苏童往前站了一步。大伙儿都给我看好了，我女儿是在将军家当粗使丫头的，不是军妓。我要是再听人瞎传，我苏二郎跟他拼了。说完，苏二郎拿起那二狗子丢在地上的锄头，咔嚓一声，那老粗的木棍子被他直接一脚踩断，吓得众人一愣一愣的。就在苏二郎警告了众人一圈后，一道声音从外传来：你这个丢人现眼的玩意儿，一回来就给我惹事儿呢，还不快给我回家去！一个50来岁的老太太从人群中挤了进来，她那一双吊脚眼看着很是刻薄，而她在说丢人现眼的时候，眼睛直溜溜地盯着苏童，眼神中透露着浓浓的鄙夷和嫌弃。苏老二，你犯什么浑呢？不回家去，在这里闹什么？娘，我是在警告他们不可乱说，我女儿不是军妓。哟，苏二郎，你闷鬼呢？谁不知道你是接到了西北军营带来的信呢，这才去接你女儿的。这好人家的姑娘能在军营吗？还一待10年，不做军妓能活吗？你这是糊弄谁呢你？苏二郎恨不得撕碎了这些三姑六婆的嘴，特别是在看到他娘也是一脸不满的时候，苏二郎更不想就这么算了。那信的确是西北军营送来的，那是因为我闺女是在将军府当丫头，将军府的丫头。苏老太太有点惊讶，不是军妓，那就是闹了乌龙。哎呀，那要不是军妓，这要配给贾世子，那贱民不是亏了吗？可不，那贾世子被人揭发不是侯府的亲生儿子，是生下来啊就被人刻意调包了，如今被侯府赶出来了，他亲娘呢又是之前的青楼头牌，那就是贱籍。这良民配了贱民，以后生了娃也是贱籍呢。娘，你给我家苏童定亲了。苏老太太可不想自己的权威被挑衅，特别是那孙女儿从头到尾连招呼都没打一声，还大户人家的丫头，呸，没规矩的东西。更何况她可是彩礼都收了的，30两，
这银子可是他们全家不吃不喝10年都未必存得了的。听了，彩礼都收了，等大丫头休整一下就出嫁。娘，这婚是不作数，不作数，我女儿不能嫁给贱民，不能啊！四周村民指指点点，可苏老太太已经决定了的事情，哪里能轻易改变？已经交换了跟帖，过了8字了，彩礼我都收了，想退没门儿。你到时候乖乖的给我嫁过去，否则的话，我苏家可容不了不清白的姑娘。不清白。苏童看向这老太太的神色，已经不能是冷了。剧情就是从现在开始的吧？原身是军妓，被他爹从西北找回来，结果苏家定了这么一门明显有问题的亲事给他。寻常10两银子就可以买一个清白姑娘，可是贾世子却用了30两定了苏童这么一个人尽皆知的军妓。这是结亲？买命还差不多吧？所以还真是原身成婚当晚就死了。现在原著如何他管不着，可是他10年前就穿过来了，他也没有在西北当军妓，人设都改了，还会被弄死？那他可就真白混10年了。苏二郎的确是又急又气，他好不容易才找回来的闺女，怎么可能如此随意就嫁了？还是嫁给一个贱民？不行，绝对不行！娘，苏童不能嫁，这彩礼就退了吧。我就这一个闺女，这好不容易找回来了，我是要给苏童招赘的。下辈子我不理我闺女，我不能让我闺女嫁到那样的人家去啊！苏老太太气得当即破口大骂，也不怕这村民是不是笑话，那是什么脏的臭的都往外飙，大家都在看热闹，没有一个人上来帮腔。苏童不想苏二郎被气出个好歹，再咋说也是40大几的人了，这些年又一直在外找人，风餐露宿，眼看着就跟60开外的老头似的。他正要上前，结果刚一动，就听到远处传来了一阵喊声：苏家的，苏家的，赶紧去救人呐！你家女婿被毒贩的人抓走了。那老婆子顿时停止了怒骂。他家女婿？谁？他就生了4个儿子，可没有女儿的，这哪里来的女婿？哎呦喂，就是你家那个刚定亲的贾世子，他欠了毒贩的银子，被毒贩的人抓走了，赶紧的拿银子去救人吧。人家说了，若是不还赌债，就把你们家姑娘卖青楼去。所以这刚定亲，这未婚夫就被毒贩的人给抓走了。旁边的人嘀咕着，所有人都看向了苏老太太。苏老太太也没想到那贾世子如此不争气，可又怕被人指点，还有这老二犟驴一般的指责。她眼珠子一转，整个人直挺挺地往后倒去。苏老太太有4个儿子，老大家的续弦不讨喜，老实又木讷。老二就别说了，不中用，10年前就一尸两命，难产死了。这老4呢，还在读书，那可是未来要当大官的，当然不能就这么早成亲呢。就剩下老3媳妇还算合他心意，平日里呢又会小意拍马。赶紧的拿银子去救人吧。那贾世子跟人说了，他没钱还，但是他有未过门的妻子，若是真要还，就让他们来抓人卖了苏家姑娘呢。苏二郎气得哟，当时脸就红得不正常了。偏偏这个时候，外面还真传来了叫骂声：哎，苏家怎么走啊？快让他家姑娘出来，我们来接人了。就是，苏家姑娘快出来，你男人将你卖给我们了。7、8个一看就不好惹的打手模样的男子走了进来，他们脸带凶狠，言语中更是骂骂咧咧的。二狗子这才被苏二郎揍了，这会儿不报仇怎么可能呢？
当即就指着苏童喊道：“那个，他就是那个贾世子未过门的媳妇儿。”谁告诉你们的？没过门就不是他家人。我女儿不给人还债，谁欠你们钱，你们找谁去？给我滚！那些人听到苏二郎的话也不着急，只拿过了一张纸，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卖身契3个字。你说你们家女儿没过门就不是了？哼，你怕是不知道吧？这魏东来是贱籍，若是良民要嫁贱籍，那就得将良民先卖掉变成贱籍，再行婚配。这可是咱们大魏国的律法，咋的？有意见呐？你们家老太太按的手印，你家女儿卖给了魏东来，所以就算没成婚，那也是魏东来的人，他呀有权做主买卖。这下就是苏二郎再顾及亲娘，也被气到发抖。娘哎，您可真是我亲娘啊！我哎呀！苏童看着苏二郎浑身哆嗦，生怕太激动中风，所以立刻上前搀扶起苏二郎。只是一碰到他的手，苏二郎就立刻晕了过去。没有人护着的苏童就好像任人宰割的鱼。苏三嫂本来就看不惯这回来有辱名声的丫头，更是指着苏童说道：“你们要抓人就抓，可和我们家没有关系啊！反正他也是在西北当军妓的，不是什么好东西，抓走就抓走。”苏童冷冷地看着这个乱说的女人，她的眼神太锐利了，吓得这苏三嫂将还想说的话给憋了回去。这死丫头怎么跟要吃人似的，怪吓人的。一旁的苏大嫂见状，觉得苏童着实可怜得很。这说是不卖了成不成啊？成啊，赎身银子30两，钱给我们，你们的事儿就跟我们无关了。30两，这……苏大嫂是真觉得这丫头可怜。她嫁过来的时候，苏童都被卖了，可也知道在外10年，想来也是受尽了磨难。可是30两，这家里哪里有？就是有，也是婆母管着。她嫁到苏家多年，这兜比脸还干净呢。看着苏大嫂如此为难，苏童也没想连累。比起这装晕的老太太，还有那些落井下石的苏家妇人，这位已经算是难得的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和你们走。这位婶子，劳烦您照顾我爹。将苏二郎托付给苏大嫂，苏童也潇洒，转身跟着那几个打手就走了。他倒要看看那个花30两银子买他命的贾世子，到底是何方神圣。哎呀，作孽呀！谁不说一声苏家作孽？好好的闺女，好不容易被找回来，可是又被卖了。苏家也好意思。半道上，有人看着苏童那高挑的背影，虽然不是时下这女子这般纤细苗条，可是到底是女人呀。皮肤有些黑，姿色算不上上乘，但那双眼睛是真漂亮，又亮又好看。嘿嘿，哎，你们看她走路啊，比咱们男人还迈着步子大呢，是不是这军妓当久了，哎，被男人给弄成那样的，这腿也合不拢了。嘿嘿嘿嘿嘿，指不定呢。你们说，反正是军妓，不如咱们也享受享受。对呀，又没啥清白可言的，咱们用用也没啥啊。可不，那就用用。对呀，又没啥清白可言，咱们用用也没啥呀。身后的嘴花花苏童全都听见，只是他没搭理，只管走自己的，直到有人从身后袭来。疼！救命啊！救命！饶命！女侠饶命啊！
女侠，小的有眼不识泰山，饶命啊！苏童冷冷地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人，还需要我请你们才起来？几个人一愣，啥意思？女侠收拾了他们，难道不该跑掉吗？反而还让他们起来？女侠，您走吧，我们兄弟几个去找魏东来就是了。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走了？我不是被卖掉了吗？走吧，那就去看看买我的主子到底是何方神圣吧。几个人面面相觑。刚刚他们8个人同时出手，别说打了，连人家的袖子都没碰到一下就被收拾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妥妥的是练家子呀！该死的，就这能是军纪？军你妹呀！将军还差不多。该死的魏东来，居然这么坑他们！哎，去，我们马上带女侠去，马上！说完，几人立刻起身，殷勤地带着苏童走向赌坊。就这样到了赌坊，呼出的空气都能起一层白雾。一进去，喧闹声不断。不大的屋子摆了好几张桌子，每张桌子都围满了人，四周还有巡逻的打手。苏童在打手的指引下，目光锁定在了角落里一张玩骰子的桌子前。魏东来，就你这德行，我看你不当世子还真是对的。如此的烂赌，半点本事都没有。你要是当了世子，还不知道如何丢尽侯爷的脸呢。让你还钱吧，你居然拿你身上的破棉袄当赌资。哎，当这也就算了，毕竟也值几个铜板。可是，哎，这红头绳算什么呀？当我们傻子呀？啊，红头绳怎么了？那是花钱买的呀！别废话了啊！我可只是这翻身呢。告诉你，你不让我赌，我可没钱还赌债了啊！其他人盯着这魏东来嗤笑不已。这魏东来真的是赌疯了，啥都不管不顾了。听说他早前当世子的时候，那就是个纨绔子弟，花钱如流水，不学无术，和英明神武的侯爷没有一丁点的相似。早在离开京城的时候，侯爷念着养了一场，给了100两银子，这都输了个精光不说，听说就连这媳妇儿也给输了呢。我呸！你敢不还钱？老子砍了你的4肢！赶紧拿走！红头绳做赌，老子第一次见。哎，赶紧滚一边去！别在这找晦气！快，买定离手，买定离手了！热闹继续，没有人搭理魏东来如何，人群拥挤，将他给挤了出去。结果他刚一转身，就看到一名面貌清秀、浓眉大眼、一身健康小麦色肤色的女子站在他身后。看什么看？没见过老子这么帅的郎君不成？再看，老子现场办了你，让你表演活春宫。身后几个打手听到这话，都不约而同地哆嗦了一下。这好大的胆子呀！也不知道魏东来一会儿会如何被收拾呢。三哥回来了。哎，我那媳妇呢？人带来了没？是不是长得忒俊俏？俊俏？是俊俏啊。啊，你眼前这位就是了。眼前这个高高的丫头就是。不是说军纪吗？怎么看着不像啊？一点烟花之气都没有，甚至瞧着很是刻板呆傻的。哎，我有赌资了啊，我有了。下注吧。我看你拿啥赌啊？他，我赌他，我没过门的媳妇儿啊。假世子订婚了，仿佛听说是定了老全村苏家的。苏家？哎呦喂，哎，那个在西北当军妓的丫头。对呀，就是他。传说中的纨绔子弟，不学无术，能当得上全文最佳恶毒男配，怎么看起来却像是个练家子呢？魏东来，你他娘的真是作孽呀！你自己就是贱杰，有个媳妇儿就不错了，如今还要来输掉，你狗日的当亲生儿子没屁眼！我呸！你管不着，老子乐意。魏东来还是那副无赖的样子，可那些被苏童揍过的打手
早就各自闪开，和头儿说了苏童的本事。韦东来，你这媳妇儿可已经被你卖给我们了，你凭啥拿来赌啊？我差你们的10两银子，可我这媳妇儿是我花30两买来的，我回来的时候可是带够了银子的，我可不差钱，所以啊，你们要她可以啊，得找补我20两银子。韦东来，嫁给你这样的人，简直倒了8辈子霉。你们懂个屁，就她这样，我乐意娶就不错了。23的老姑娘了，没了我根本就找不到人嫁。这话引得四周众人瞠目结舌，猜想着苏家姑娘被这魏东来给缠上，还不得羞愤而死啊！啊，也是，一个军妓，一个假世子，可不就是绝配？众人哄笑不已。听到军妓，更有嘴花花的上来挑衅，亦或是动手动脚。老子自己还没享受呢，轮得到你啊？想玩？可以啊，等老子玩腻了，卖了他，你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我欠你们10两，他值30两，赶紧的找我20两来，我继续和你们赌。我还不信了，我今儿翻不了身了还。媳妇儿，你等着，等着我赢了，我就带你回去，给你买好吃的好穿的，羡慕死他们。那些个打手大笑不已，只有一名老大在后面问着刚刚挨打的心腹：你确定那女子身手了得？哎呦喂，大哥，我们怎么敢欺骗你啊？我们8个人，硬是连那女子头发丝儿都没碰到。那头摸了摸下巴，西北那地方出来的人，听说无论男女，都会2下子功夫保命。若是如此的话，这个女人倒是可以拉拢一下。她新开的妓院，还正是需要这些有些身手的女子呢。30两，不亏。钱给他。魏东来看着打手拿过来的20两银子，眼睛都瞪圆了。这些人居然真的给了20两，不是该将这个女人给赶出去吗？韦东来，钱有了还赌不？赌？怎么不赌？我赌。等一下。一直没说话的苏童突然开口打破了魏东来的话。他看着魏东来手中的20两银子，在魏东来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一把拿了过来，动作是又快又准，直接落在了中间豹子的位置。我押豹子，开吧。哎呦喂，这是出了个赌鬼不说，又来个赌婆。你他娘疯了，那可是20两。苏童却懒得搭理他，只对着开局那伙计道：开吧，不是买定离手吗？那伙计一张脸都要笑成花了。这钱来的容易，20两瞬间能打水漂。要知道他们这些人，那手上功夫可不是盖的，想开大就开大，想开小就开小。诸位，买定离手啊，买定离手。魏东来，赶明儿啊，我们去给你娘子捧场，给你当连金了哟。就是，到时候去青楼给你娘子捧场。这苏姑娘可真霸气，一来啊就下豹子，这得是什么神仙手气才能开出豹子呀？大家说是不是啊？就是嘛，不过苏姑娘就是异于常人啊！就在那荷官要打开骰盅的瞬间，苏童的手放在了桌面上，和旁人一样，一脸专心地看着。六，豹子，真是豹子，那可是1赔6啊！这什么手气？所有人都惊住了，就连那魏东来都惊得将苏童的手握得死紧。这力道有点意思。120两，承让啊！苏童这一手让那些打手全懵了，当即就要不承认，可是那个小头目却走了过来。看来苏姑娘是行家呀，要不我和苏姑娘赌一局？哎，不成，不赌了，不赌了。哼，魏东来，你捣什么乱呀？滚开！
苏童却看着那赌坊老板手中的卖身契。老板知道我要赌什么吧？呵呵，爽快人，就赌这卖身契。行，120两，赌卖身契。魏东来听到这2、3下，人家就已经说定了，当即那个惋惜哦，指着苏童更是骂道：“你这个败家娘们儿，你敢这么下注，你就是欠收拾！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苏童没搭理他，甚至大家都没搭理他。四周瞬间挤满了看热闹的人。赌大小，那头目亲自摇骰子，他倒是下注快，下小。今晚 BOSS 忘了，还是赌 BOSS 吧。那头目一惊，但又想到自己亲自摇的骰子，所以到底点头。成，苏姑娘下吧。不成，这局赌大。媳妇儿，你信我的，咱们赌大，赢死他们，赌大。魏东来，这苏姑娘输了那就是120两，赢了也就这卖身契。你这媳妇儿啊，也就不是你媳妇儿了。哎，你可别忘了啊，你是贱籍，你这媳妇儿要是赎回了卖身契，那就是良民了。魏东来面色古怪，苏童也没理他，而是看着桌子上的骰盅，照旧。在骰盅要打开的瞬间，他的手放在了桌案上。1、2、3，开！哎呦天哪，这什么运气呀！妈呀，666，又是豹子！厉害呀！头目亲自下手，当然知道自己的本事，可是这骰子却在开的一刻变了。他看了一眼那苏姑娘放在桌面上的手，这一刻是真的相信了这苏姑娘是真的有些身手的。这是用手劲儿敲打桌子而改变了骰子的点数啊！有些人却只能成为朋友，哪怕这是个女子，还是个从西北回来的女子，能在西北待10年还能安稳的回来，有点意思。苏姑娘，这是你的卖身契，交个朋友，以后我的场子还请苏姑娘高抬贵手。这位大哥客气了，我苏童也不是好赌之人，只是但说无妨。只是往后我夫君若是再来。苏姑娘的夫君？苏姑娘，你不会还是要嫁给这个魏东来吧？就是啊，苏姑娘，你可别糊涂了。既然拿回来卖身契，苏姑娘就好好为自己考虑一下吧。老子说什么了？老子说了，我丰神俊逸多的是女人喜欢，看到没？看到没？看到没？我媳妇儿多在意我，多喜欢我，非我不嫁，这就是真情，真情。面对魏东来的不要脸宣誓，苏童只是懒洋洋地对着那头目说道：“若是我夫君再来，还请大哥帮个忙。”什么忙？直接打断他的手，就如同我这般。苏童说完，操起凳子，直接砸在了魏东来的手臂上。我操，好他妈狠啊！苏童，你大爷！哼，可以。如果我大爷同意的话，他现在在老泉村。比起刚才那一凳子砸断了魏东来的胳膊，苏童这话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叹为观止。这西北来的婆娘真彪悍呐！是啊，这混话张口就来。魏东来这是踢掉铁板了。魏东来是又疼又惊，他是万万没想到啊，这女人如此不要脸。我要退亲，我要退亲。退亲也可以啊。可以？这女人这么好说话，刚刚可还当众承认我是她夫君的。当初我去你家提亲，给了30两银子，你把银子还给我，咱们俩婚事不作数。苏童却笑出了声音，他微微低头，完全不在乎的样子，甚至抄着手，居高临下的看着在这个地上躺着的颇为有些可怜的男人。
谁收了你的银子，你就找谁去。只要你能要回那30两，婚事作罢。魏东来不干了，当初那银子是给了苏家那老婆子的，那老钱婆一脸贪婪的，怎么可能退嘛？他看着苏童手中白花花的120两银子，你手里就有，为何不给我？哼，这可是我自己赢来的，与你何干呢？你可别忘记了，没有我那20两银子当本钱，你根本不可能1赔6赚了120两，所以那20两银子还我，还我！不提这个，苏童差点忘记了呢。苏童看着手中的银子，掏出一锭20两的，在魏东来满怀期待的神色下，轻轻一抛，银子准确无误地落到了刚刚的头目手中。苏姑娘，这是……今儿麻烦各位大哥了，这些银子是魏东来自己想要戒赌，所以给赌坊的兄弟们买酒吃的，以后还得麻烦各位监督他。若是再到赌坊来，不必客气，就像我刚刚那样，必有重谢。哼，苏姑娘好气魄。苏姑娘放心，以后我黄老虎的地盘，若是谁敢再让这小子进去赌，那就是跟我黄老虎作对。魏东来，你小子是捡到宝了，珍惜着吧。谢谢苏姑娘。谢谢苏姑娘。刚刚被揍的那几个打手全部大声言谢，魏东来整个人都看懵了。有劳。处理好这边的事情，苏童看着躺在地上的魏东来，难道腿也断了？没断就起来。苏童，你凭什么替我做主？凭什么？只见他提起地上那刚刚打断他胳膊的碎木头，一脸跃跃欲试地走到了魏东来面前，弯腰低头，一边威胁着，一边上前在他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话。魏东来瞬间跳起来，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他，只因他说的是。魏东来极为听话地跟着苏童走出了赌坊。好些个人都在好奇，这苏姑娘说的到底是啥话，竟然能让魏东来这么听话。哎，这西北的军纪都如此彪悍了，出手就能打断老爷们的胳膊，这样的女人谁敢碰啊？就是啊，西北咋这么恐怖？女人也如此厉害？你们懂个屁啊！就苏姑娘怎么可能是军纪呢？人家指不定在西北做活呢。西北除了军纪又没别的女人了，没点见识的东西。以前可不敢说，可是这几年在童将军的带领下，西北安稳了许多呀。这柔然几次进攻，哪次讨到好了？就说最近一次打仗吧，那都是去年了。哎，想想看啊，西北是不是安稳多了？这么一说的话，好像是真的呢。西北有了少将军童三后，一直安稳，这些年已经少有战乱。这苏姑娘兴许还真不是军纪。可是我怎么听说童将军在3个月前回京途中摔落悬崖失踪了呢？还听说呀，这柔然听说童将军失踪啊，如今已经摩拳霍霍，集齐兵将，准备来年开春就要再次开战呢。是啊，我也听说童将军失踪了，这西北不会又开战吧？唉，这才过了多久安稳日子呀？明明讨论苏姑娘的地儿，瞬间被童大将军失踪的事儿给替代了。不过这里面如何闹哄哄的，苏童和魏东来自然是没工夫搭理的。此刻的魏东来正小心地捂住自己的胳膊，一脸警惕地看着苏童。你刚刚那话是什么意思？哼，意思是10两银子就能买一个水灵又清白的丫头，可你偏偏呢花了30两，买了一个声名狼藉、被谣传为在西北当军纪的我，当谁傻呀？魏东来微微张着嘴，一脸目瞪口呆地看着苏童。这女人这么聪明，
可是他猜中了开头，没猜到结尾。不是我定的你也别找我麻烦，我还是苦主呢。不是他。苏童挑眉，想起刚刚在赌坊那个角落里明显有人监视的样子。所以这小子也被人给盯上了？魏东来是假世子，那和他有仇的肯定就是真世子，以及让人家分离了几十年的侯府主子了吧。不过原著当中这小子是恶毒难配，最后落得个万箭穿心而亡的下场，据说尸体还被敌军的马匹踩得个稀巴烂，死的是要多惨有多惨。这反正都要死，还不如借他用用。不管是谁替你定下我，你也顺水推舟将计就计了，如此就能让那些暗中盯着你的人放心，对吧？当然了，如果按照你们的计划顺利死了，那就更合你们的心意了。让我猜猜，你会用什么办法弄死我呢？下毒？还是直接伪装自杀呀？魏东来简直是觉得匪夷所思了，这人居然猜对了，就连他偷听到的那些人打算弄死他的方式都一模一样，见鬼了不成？可这女人显然不是那么好欺负的，看来那些人注定是要失望了。你乱说什么啊？我怎么可能要你命呢？你这么剽悍，我敢吗我？你说的对，你的确不敢。毕竟我们打算一样，所以鹿死谁手未可知。魏东来浑身一震，他听到了什么？他喵的说什么？你在说什么啊？我听不懂。呀，听不懂啊？听不懂的话就算了，毕竟依照目前来看，在你想弄死我之前，我应该可以先弄死你。怎么样，期待吗？这是苏家那个被卖掉10年的丫头，说好的做丫头呢？说好的做军妓呢？她到底是谁啊？脑子没病吧？不知道你说什么，反正我会叫人去退亲的。你这样的泼妇，小爷消受不起。说完，魏东来转头就走了。苏童没有要追的意思，他只是站在那里看着他离开的背影。绵绵细雨，阴寒湿冷，让人觉得骨头都能被冻碎。那个人却捂住手臂，脚步沉稳，一身单衣，但却不见哆嗦。魏东来，假世子。哼，看来这京城要比自己想的要乱得多得多呢。魏东来，你想算计姑奶奶，那也要看看姑奶奶让不让你们算计。如今主动送上门的，哼，那就别怪我了。兜里有100两银子，他不能坐吃山空，靠着100两，苏童得支起一门活计。看苏家那架势，肯定是不能久待的，到时候将苏二郎接出来，爷俩能过得极好。至于魏东来，不好意思，现在是他盯上他了，空手跟着人走，又空手回去。一进村，四周的村民看到他就跟见到鬼一样。千爷呀，你没事啊？咋回来了？该不会是找你爹拿银子的吧？我看80%是，那些赌场的打手哪一个是好相处的呀？这都能回来，难道是陪睡了？哎呦，那多半是了，他可是个军妓呢。四周村民指指点点，苏童看着那些村妇，和他们计较那就是格局太小了。更何况他在军营10年，习惯了直来直往，搬弄是非那不是他的特长。他的特长是一刀毙命，直捣黄龙。你们这群爱签刀的玩意儿，
我家苏童是在大户人家做丫头。苏二郎今儿个才说过了，你们若是再敢编排是非，当心苏二郎收拾你们。苏童啊，和大伯母回家去。苏童没想到，刚到拐角处就见到了苏大嫂。这是苏家第一个对自己释放善意的人，原来是苏家大伯母啊。大伯母，我爹怎么样了？苏大嫂是续弦，如今不过才30出头。苏大郎比他大了15岁，上头还有前头娘子留下的一个儿子，如今也有14了。迄今为止只得了一个姑娘，刚刚7岁。你爹没事儿，这不，我刚刚去给他抓了药。走吧，回家去吧。苏童跟着苏大娘往家走。苏家就在这村中的位置，拐个弯就到了。只是他们刚一靠近，苏童就听到小院子里传来了一阵阵辱骂和叫嚣。哼，想分家，老娘可还没死呢。想分家，就等老娘死了再说。苏二郎，你这个不孝的东西，一走数年，回来就给老娘添堵。我可告诉你，苏童那死丫头的婚事，老娘说不退就是不退。你要是再敢闹，老娘就去衙门告你个不孝之罪，让你去蹲大牢吃板子，我看你到时候怎么办。苏童的神情一下子变得冷峻，苏大嫂在一旁看着有些尴尬，有心想劝导几句，又觉得自己不管说什么都显得单薄。你奶就是那个脾气，家里是她做主，所以那亲事……大伯母，我心里有数，多谢大伯母。当不得谢，当不得谢的，我都没有为你做过什么。现在要进去吗？苏童点了点头，结果正要进去，大门却被猛地从里面拉开。苏二郎一脸怒火又不甘地站在门口，一副要往外冲的架势。只是一看到苏童，神色瞬间一变。啊，童童，你回来了，你没事吧？他们有没有把你怎么样？受伤了没有啊？爹，我没事儿。哎呦，我的天爷呀！你这死丫头还有脸回来呢？我们全家的脸都被你给丢尽了。你是不是和那些人睡了？不然他们怎么可能让你安生回来呢？你这肮脏身子，别想踏进我家一步！真是不要脸，不要脸！娘，别人糟践你孙女就算了，你居然也来糟践！我早就说过了，童童不是军妓，不是。她在将军府当了10年的粗使丫头，是丫头。面对苏二郎的解释，一旁的苏三婶冷哼了一声。那7、8个打手，一看就不是好相与的，人家能啥便宜不占，把人给放了。我说二哥呀，你是不是也太天真了？说出去也没人信吧？苏二郎沉着脸，也或许是被提醒了，他的手都在微微发抖。童童，他们有没有欺负你啊？告诉爹，爹给你做主。他们要是敢欺负你，爹就是豁出这条老命，也要跟他们拼了，给你讨回公道。爹，他们没有把我怎么样，魏东来还了赌债，那些人就把我给放了。啊？还了赌债？他一个烂赌鬼，怎么可能有钱还呢？不是说都欠了好些个银两了吗？一听到苏三婶的话，苏童就半点不给面子的当着那些慢慢围在门口的村民问道：原来三婶早就知道魏东来烂赌呀，想来奶奶也知道了。既然如此烂赌，奶奶你怎么还给我定下这样的婚事啊？你这不是害我吗？哼，自古婚事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老娘定都定了，你想怎么着吧？我不想怎么着，只是奶奶你自己也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爹还没死，我的婚事应该是我爹做主。我这婚事啊，奶奶你呢做不了主，自然那彩礼你也没有资格收，应该给我爹。这进了苏老婆子兜里的钱能退出来？做梦！放你娘的屁！这还没分家呢，咱们家就是我说了算，一个想退亲想要银子，
做梦吧你！你一个20大几的老姑娘了，有人要就不错了，还敢退亲？我告诉你们爷俩，做梦吧！老娘只要没死，你们就别想着退亲，也别想从我兜里拿出来一个子儿。如此骂骂咧咧，引得旁人指指点点。苏二郎则拉着苏童往外站了一步，看着苏老婆子道：那就分家，我带着我家彤彤当过。你在外找着死丫头10年，中间回来过几次啊？你尽过几次孝？现在家里日子眼看着要过得好了，你要分家？你这个杀千刀的，你怎么不和这死丫头一起死在外面呢？要分家可以啊，拿出30两银子来当赡养费，老娘我就同意你分家。30两，村民都闹了起来。这苏老婆子可真是狮子大开口啊！哎呀，苏二郎是真的没有，他涨红了脖子，老实巴交的汉子，硬是被他娘对的一个字都说不出来。苏童看着这老实人被欺负成这样，正要开口，眼尖的看着远处走来了2个人，他出口的话立刻一转，对着苏老婆子就道：我的定亲银子就是30两，我和魏东来的婚事不变，定亲银子给你们，我们分家。苏老婆子也没想到这丫头居然同意嫁过去，而且还能将这不讨喜的老二和死丫头给分出去，这可是好事儿啊！结果他刚一开口，人群里传来了一声阻止：不行不行啊，退银子退银子，这媳妇我不要啊，我不要，我要退亲，我要退亲。此刻的他用布吊着手，想来是刚刚接了蛊，身后带着一个一身暗红色衣衫，一看就是媒婆的妇人。赶紧的，把那30两银子退给我，这女人你们谁要就要，反正我不要。苏二郎是最先反应过来的，当即就要答应，可苏童却拉了他一把，对他微微摇了摇头。宠女第一的苏二郎虽然不知道闺女要做啥，可是却很听话的站在一旁，看他娘要如何处置。这苏老婆子是真没想到啊，这死丫头前脚刚回来，这假世子后脚就来退亲，果然是扫把星。那银子他都花了一半了，大孙子马上就要说亲了，那可是他们苏家的长孙，这婚事可不得好好办嘛。30两银子不仅能让他们家撑足了场面，更能将如今这院子再翻修翻修，所以啊，这亲事无论如何都不能退。孙女婿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我这孙女可不是军妓，是在大户人家当粗使丫头的，这清清白白的嫁给你多好啊，你可是贱籍呀，对吧？苏童差点没笑起来，如今不想给钱了，就说她是清白丫头了。这苏老婆子可真是会见风使舵。我管他清白不清白，他一棍子将老子的手打断了，这么泼辣，谁敢娶回家去？反正这亲事必须退。彤彤，他的手真是你打的？打断了手，也免得去赌啊，一举两得，他还得感谢我呢。这么说，他打不过你喽？哼，爹，在西北生存的人不分男女，都有些身手。魏东来那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二愣子，自然不是我的对手喽。啊，对对对，这亲事不能退，亲事不能退。这是什么情况？苏二郎要做什么呢？刚才是谁吵着差点没晕过去的？这苏二郎脑子进水了吧？居然不退亲，疯了吧？哼，爹，你干啥？闺女儿别怕，交给爹处理。你谁啊？我的亲事凭啥不能退？我是苏童的爹。女婿啊，这亲事之前呢，你们已经过了8字了，也交换了文书，可不是说退就能退的。你女儿大杀四方，卖身契都赢回去了，现在我和她就差那30两银子了，只要把银子还给我，我们两家就没啥关系了，更不用说这过不过礼，文不文书了。听完这话，苏老婆子他们瞪大了眼睛，卖身契要回来了，那可真是不退也得退了。苏老婆子一脸的懊恼。闺女啊，
卖身契在你手上？在的。果然是我苏二郎的种，就是能干啊！哎，现在快给我银子啊，可别耽搁我赢钱，30两，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哎，不，我都说了，亲是不能退。哎，老头子，你找茬是吧？我告诉你，我可不怕你，烂船还有3分钉呢，老子好歹也是京城来的，你要是惹毛了我，你们全家都别想好过。咱们魏国可是有规定的，若是良民要嫁给贱籍，就得卖身才行。是啊，良民嫁贱籍必先卖身，然后成为了贱籍之后再行婚配。这贱民若是要嫁给良民呢？女子只能为妾。那男子呢？若是男子，便只能入赘呀。四周陷入死一般的安静，最后还是魏东来尖叫了一声，惊恐又不敢置信地看着苏二郎。你要我入赘？没错，我要你入赘，做我女儿的赘婿，从此成为我苏家人，以后生子生女皆为我苏家姓，3代之后方可随你姓。小子，你捡着便宜了，若是入赘了，那你以后可就不是贱民，是良民了。从退亲到入赘，这一变故，别说是苏童了，就是这里的其他人也没有一个反应得过来的。爹，魏东来这样的烂赌鬼，你不是说不能嫁吗？苏二郎不怕被人笑话，指着魏东来的手就说道：你打得过，不怕。这逻辑好现代啊，许是太惊世骇俗了。彤彤啊，这入赘人选可不是那么好选的。这贾世子呢，可是识文断字的，以后有了孩子，能省下读书的银子呢。你看看你四叔，为了读书花了多少家里的银子，这可不就是一个免费的吗？而且好歹也是个健康人呐。哎呀，这男人嘛，就那么一回事儿，只要能生娃就成。把他娶回去，你能压得住，那爹就放心了。就算压不住，也还有爹呢啊！就他那个文弱书生的样子，肩不能提手不能抬的，爹收拾他呀，就跟收拾茅坑里的屎壳郎那么轻松。所以别怕，他要是不听话，咱们父女俩一块儿打，总能打服的。你说的对，让他入赘，就这么办。好闺女，瞧瞧，真听话。他的闺女果然是又孝顺又听话。这文书呢，咱们去县衙再走一趟，这人就聘给我家当赘婿了。苏二郎说完后，似乎又想起了什么似的，掏出了一吊钱递给媒人。劳烦你了。媒婆明明是背着魏东来找来退亲的，如今又白捡了一吊钱，那这可不是天大的好事吗？当即一拍大腿说道：哎呀，亲家大气，这件事啊，小事一桩，我呀一会儿就去给你置办妥当了。魏公子啊，恭喜魏公子，脱离了贱籍之后，可就是良民了，良民。指不定啊，你的儿女、你的子孙都能参加科举呢。恭喜啊，恭喜！不，我不同意，我不嫁，我死也不会嫁给这个母夜叉的。哟，魏公子，咱们魏国对待贱民一向严厉，你也知道自己的情况。这若是贱民，就只有当奴才的命，不仅不能科举，更不能从商。你毁了你自己不打紧，怎么，你还想让你的子孙也是如此？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好事儿，你当要脱贱籍是那么容易的？除了嫁人，你还能干啥？就你这样好赌，若是一不留神得罪了谁，处罚都比良民重上许多。若是被人收拾，再被流放到西北那样的地方去，哎，就你这小身板儿，做苦力是不行了，做男妓怕是。
媒人的话让魏东来的脸色是变了又变，最后更是盯着苏童大喊：苏童，你为什么要害我啊？为什么？苏童忍住笑意，看着这魏东来一脸的不情愿，万般不甘心的样子，就觉得解气，比砸断了他的手还要解气。不是想将自己堵掉吗？不是想将自己卖掉吗？不是想将自己杀掉吗？哼，都说了，鹿死谁手，未可知呢。你当初结亲的时候就该想到这样的下场，所以千万别算计人，指不定转头就会被人算计。哼，魏东来简直有苦难言，可他才不会这么容易就屈服，让他给一个女子为赘婿，做梦！苏童，烂船还有3分钉呢啊！我可是当了20年的世子，还轮不到你们如此作践我，让我当赘婿，哼！你也不怕惹上麻烦？说是被我爹知道的话，你小新全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魏东来恶狠狠的话，让在场的百姓都有点后怕的惊呼出声。是啊，好歹人家也是当了20年的世子呢，让人家当赘婿，着实是有些糟践人了。是啊，你好歹也是当了20年的世子，这就是普通百姓人家养了20年，也是有亲情在的吧？哎呀，你看看你是怎么混的呀？哪怕不是世子了，当个养子也成啊。退一万步，就算不是养子，亲戚总成吧？你呢？你倒好，养子没捞到，穷亲戚也没捞到，甚至连个良民的身份都没有捞到。你这是将侯府一家得罪的有多厉害啊？人家才让你恢复你贱籍的身份，真要看中你，会不知道贱籍是什么样的存在吗？这不就是说你连侯府的下人都不如吗？否则会被赶到这偏远县城。这里距离京城可有1000里，魏东来，你当谁傻呢？是啊，都说假世子，若是真这么有感情的话，至少给个良民身份呢。这对侯爷来说，那不是最简单不过的事儿了吗？可是不仅不是良民，还成了个贱籍，这怕是将将军府得罪死了才会如此吧。魏东来那是被聒噪的哟，脸上一阵青一阵白的，这女人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还说这小县城的人都蠢，不知道侯府深浅，可他倒好，通透的简直吓人。你什么你啊，魏东来，我若是你就回家好好想想，当贱籍一辈子也就到头了，不仅你到头，你这后人也到头了，我能娶你就不错了，偷着乐吧你。这话1个时辰之前他才对这女人说过的，这么快就还给她了？哎，作孽哟，作孽哟！哎呦，魏公子啊，你也是读书人，你们有句话叫什么来着？什么鸟要选木头歇歇脚来着？哎呀，反正啊，意思就是要为将来考虑。这贱民啊，想要脱离贱籍成为良民，那得是主家或者是你自个儿做了对良民有大贡献的事儿，对吧？有保人举荐，这要不然呢，一辈子就只能做一些下三滥的活计，倒夜香、打更的这些活计，你乐意？你能干？你养尊处优20年的你干不了，好好想想吧。魏东来的脸是青一阵白一阵，被这些人七嘴八舌的，硬是半天没有找出一个反驳的词。对，你好好想想，若是乐意的话，咱们选个良辰吉日就来娶你。苏童听着苏二郎说完，对着媒人递了个眼色。媒人可不想这到手的银子飞走，他拉着魏东来说道：乐意，这事儿啊，我们魏公子估计是高兴的说不出话了。请家老爷大气，这事儿啊，等我们回去之后，魏公子和家里人商量，就给你们一个准信儿。苏二郎点了点头。
看着没人将发呆的魏东来给拖走了，这才松了一口气。可转头又疑惑了，这贾世子还有亲人？是啊，这贾世子还有亲人吗？这怎么没有听人说呀？怎么没有？他那个当青楼头牌的娘可还没死呢。苏老二，你这婚事定得好呀，不仅招赘一个贾世子，顺带呀还要来一个青楼头牌，你们家干脆开妓院得了啊！魏东来的娘居然没有被侯府的人处置，不是说偷换了世子吗？这事儿可不对劲呢。只觉得这魏东来怎么感觉浑身都是谜呢？真若是他娘当年换了人，那侯府怎么会放过这样混淆皇室血脉的人呢？我简直是欠了你们爷俩的！苏二郎，老娘什么时候答应让你给这死丫头招赘了？还是那贾世子，还要加那老石子的青楼继子？我可告诉你，你若是敢将人招进门，我就打断你们的腿！那贾世子是贾世子，和他娘有啥关系啊？招赘了就当和他娘没关系了。苏老婆子横眉冷对，一副想生吞活剥了他们爷俩的样子，死瞪着两人。奶不是不让分家吗？我也觉得不分家好。如今爹呢，给我招赘一门赘婿回来，家里啊就多了一个人帮忙了。虽然魏东来好赌一些，肩不能提手不能抬的，也没啥别的毛病。平日呢，让他在家教孩子们读书识字，这不是多了一个免费的夫子吗？以后若我们再有了一儿半女，还要靠奶给重孙子孙女儿说亲呢。这家里多回来2人不算，还要再加一个，以后甚至生了孩子也要算在这里面。做梦简直是！娘，彤彤多懂事啊，知道你想一家子都聚在一起。这不，以后呀我也不提分家了，咱们一大家子热热闹闹的多好啊！好个屁呀！特别是看到苏二郎那一脸憨厚，真觉得很好的样子，他简直觉得有口气，愣是提不上来。那可是个烂赌鬼，真若招到家里来，那还得了？全家不得输光了？还教孩子们读书识字，不将孩子带坏才怪呢！不行，这人不能进门，打死也不能进门。老三家的，去将老大还有老三老四都叫回来。老二要分家，今日我老太婆就做主，忍痛将他们这一房给分出去。苏童就知道这老太太忍不住了，这就要分了。分可以，可这30两银子可得全部吐出来。奶不是说没30两银子不让我们分家吗？我们也没有30两银子呀。是没有，不过魏东来不是不退亲了吗？那30两银子就当你爹孝敬你奶的了。奶呢，就忍痛同意你们分了家吧。娘，那魏东来若是入赘的话，这银子就得还给人家，而且咱们招赘还得给人聘礼呢。儿子正想给娘说，儿子囊中羞涩，到时候这聘礼的银子还得娘帮忙张罗张罗。什么？不仅要退30两银子，还要给聘礼？疯了吧？这苏二郎真是疯了！哼，我放你娘的屁！你还要找我要银子？我可告诉你，银子没有，命倒是一条。我可没让你招赘，你要招赘，行啊，自己掂量着办。至于那30两，那是你给老娘的赡养费，想拿走，做梦呢！苏老婆子为人刻薄，那是全村都知道的事情，否则当年也不会连亲生孙女都卖了。他老婶子，若是你要分家，那就分，可也得按照咱们村里的规矩来呀。若是都和你似的，一碗水端不平，这村里的人都有样学样，那可不成啊。就是，我们家以后也是要分家的。若是我婆母有样学样，那还了得？对呀，分家就好好分。这苏二郎也不容易，在外找了10年闺女呢，
这好不容易才赎回来，你还给人定了那样的亲事，若不是你搅和，人家还未必要招婿呀。就是，你给自己定了这么一门亏心的婚事，10年前卖了人家一次，10年后再卖一次。苏老婆子，咱们做人可得有良心啊！苏老婆子是真没想到，这事儿会让村民如此维护。他看着所有人都对他七嘴八舌的指指点点，他内心里要多不乐意就有多不乐意。他当即就想使用老招数，可苏童眼睛多尖啊，马上就说道：大家还是别逼我奶了，万一我奶又受不住昏过去了呢？毕竟我奶啊，这一不舒服就喜欢晕过去的。这个贱丫头，她怎么不死在外面？娘，你可别又晕了，要不坐下来吧，坐下来咱们说。爹，咱们都不懂，这些年也没有回来，不知道村里的事儿，不如还是请村长叔帮忙料理这事儿吧。村长叔德高望重，又最是公平公正的，若是奶真要将咱们分出去，咱们爷俩也对不起奶了。虽然不能在奶跟前尽孝，可咱们呢，也得和大伯叔叔们一样，他们咋孝顺奶的，咱们也咋孝顺，可不能亏了奶啊。至于让卫东来入赘的事儿，爹，咱们有手有脚，倒是可以去挣那聘礼，可这卫东来的彩礼得退给人家呀，你说呢？这般懂事明事理，倒像是在大户人家做活的。对呀，听说是将军府的丫头，看来啊，真不是军妓呢。我早就说了，我闺女儿是在大户人家做丫头的，你们现在也信了吧？啊，看看我闺女多会处事啊，这点随我娘子。啊，对，村长，我也不懂这家里的事儿，这些年呢也没在家里照顾我娘，我娘现在要分家，我也只能同意了。麻烦您帮忙看看咋分啊？您说咋分就咋分，以后我大哥和3弟4弟咋孝顺我娘就咋孝顺，大家呀都帮忙监督监督，我得对得起我娘养了我一场啊。苏二郎，你这女儿真在将军府当丫头啊？那可不，村长，我女儿那可是将军府上的丫头。是少年将军童将军府上？苏二郎立刻点头。那你可见到童将军了？将军长啥样啊？听说那少年将军很是威武英俊，连陛下都有意招为驸马呢。将军3个月前已经失踪了，如今官府四处都在寻找。我在将军府10年，将军的确是个好人，对待我们这些下人啊，从来不打骂，很是随和公正。我这次能被我爹找到，还是将军做主放了我的贱籍，让我跟我爹回来的。村长叔，我真的没有当军妓，是在将军府当丫头。我们将军都说我爹能在外找我多年，肯定是村里村长有功，不然村里咋可能出我爹这么实诚的人？我们将军还夸过村长你呢。村长满脸通红，双眼睁得透亮，一副不敢置信又与有荣焉的样子。真的，将军真夸我了，将军还能知道我呢？知道的。你问我爹，我爹最老实了，他不会骗你的。就是，当时那个什么官儿，领我去接彤彤的时候就说了，说你们村儿接到信儿就通知你了吧？你们村长啊，那可是办事可靠的。嘿，你也不错，在外边找了你闺女10年呢。所以啊，村长叔，我们父女要被我奶给分出来，这事儿还是得请您做主。毕竟您是连将军都夸奖公平的人呢，我们信您，真的就信您。大婶子，要分家就分吧，将你家大郎、3郎、4郎都找回来，我来做主，给你们分家，一定会公平公正，绝对不让老婶子你吃亏的。我的老天哪，他怎么没在这姨俩生下来的时候就掐死他们呢？这可给自己整的，这都啥事儿啊？可是村长发了话，全村人都听着呢，想不分家不行了。可老四在县里读书，如今正是紧要关头，明年就要下场了，耽搁不得。
不如……所以啊，这事儿若是再拖，可就不好了。奶，若是我四叔要下场考试，以后要是成了官老爷，有个当赘婿的侄女婿，哎，这会不会让他的名声不怎么好听啊？这马上就要过年了，估摸着这私塾也要放假了吧？老四读书厉害，可不能因为这个就耽搁了前程。这死丫头参到老二分家，还要分那30两银子，想分是吧？好啊，别以为我没招治呢，等着吧。想分成，那咱就分。好，老三家的，去地里让你男人去城里接老四回来，咱们明儿个就分家。苏家要分家，村民得到了这个消息，都等着看明日的大戏。这会儿估计也知道是分家分定了，所以进屋之后一直憋着气儿不言语，只是死盯着他们父女。一会儿啊，爹去给你杀鸡。你好不容易回来了，等你四叔回来，今晚也能吃个团圆饭。你要分走我银子还不算，还想吃我的鸡？吃个屁！这鸡是你喂的，你凭什么吃老娘的鸡？吃屎你还差不多，你好意思吃鸡呀？没良心的玩意儿！你给我滚回屋里去，少在我跟前转悠，马上给我滚！娘，我们一路赶回来就想着要全家团圆呢，这饭都没吃呢，这不给吃鸡也给吃点别的吧？你不是能耐吗？有本事就别吃家里的呀！一日没分家，这家就是我做主，想吃屎吧你！说完，苏老婆子气呼呼地回了屋里。苏二郎瘪了瘪嘴，不让他在家里吃，那他就去外头买好了。他又不傻。闺女啊，爹带你先去休息一下，一会儿爹给你买吃的回来。苏童点了点头，跟着苏二郎进了靠近猪圈的一个小屋子。这个屋子可是全家最差的一个了，又逼仄又臭。好在此刻是冬天，若是夏天，那猪屎的味儿再加上那些蚊虫苍蝇，这屋子里根本没法住人吧。闺女啊，你先歇着啊，爹去打水来打扫一下。一会儿呢，我去给你找床被子。晚上你就将就着住一晚，等明儿分了家，爹一定不委屈你。爹，那晚上你住哪儿啊？我去你隔壁张叔家住啊，他和爹一样是个官夫，家里就一个儿子了，和爹的关系可好了。这以前呀，还陪着爹去找你来着。成，那就麻烦张叔了。等事了了之后，咱们安顿好了，请他们来家里吃酒。我瞧着呀，以前咱们家那个老柴可以要过来，就是远了些，靠近后背山了。那房子呢，也是草房子，简陋得很。不过这大冬天的，咱们也得有个落脚的地儿。这简陋呀，也比没地儿住好，对吧？眼看着就要过年了，咱们父女今年好不容易团圆了，那可得好好过个年。等来年啊，爹赚些银子再翻修一下，你成婚的时候就能住上敞亮房子了。听爹的。等安顿好了，爹就继续以前的营生。你别怕啊，爹养活你那可是没问题的。杀猪？不仅杀猪，还要卖肉呢。这卖肉啊才是赚钱的活计，也不止这一个地儿卖。咱们呢走街串巷，稍微便宜点就能积少成多，薄利多销。这些年爹卖过肉，卖过其他物件，当过货郎，只要是能赚钱的活爹都做过。所以你放心，爹一定能养活你，还能存够聘礼钱呢。爹，我有钱，你别担心了。爹知道，你那是这些年做工的月钱啊，你都攒着，留着呢自己买一些好看的衣服和头花。姑娘家身上得有钱，这以后还要管着女婿，你自个儿留着花吧啊！就在两父女交流的时候，门口进来了一个小姑娘。二叔，大姐，娘让我给你们拿窝窝头来。哎呀，小丫给二叔送吃的呀！哎呦，谢谢小丫了。
彤彤啊，这是你大伯母的女儿，叫小丫。小丫，谢谢你给我们拿窝窝头吃。给姐姐吃。苏二郎在身上摸了摸，掏出了2颗油纸包的糖，给了闺女1颗大的，让苏童吃，又拿了1颗小的，走到小丫面前，直接塞到了小丫嘴里。二叔，好甜呐！甜吧？嘿嘿，快吃啊，快吃啊！吃完二叔还有呢。娘，二叔给我糖吃了，可甜可甜了。人一走，苏二郎就给苏童倒了1杯水。闺女儿，快吃点垫吧垫吧，一会儿呢，爹去给你找好吃的，就着糖吃。爹记得你小时候最喜欢吃糖了。爹也吃，1人1个。你大伯母是个心善的，不像你三婶儿心硬着呢。哎呀，就是你大伯母命不好，当年她被那贪财的爹卖给你大伯当了续弦，不然呢，她就嫁给你张叔了。她跟你张叔那个是青梅竹马的长大，成婚到现在又只到了一个丫头，所以你奶不喜着呢。哎呀，瞧我这张破嘴，咋跟你一个姑娘家嘀咕这个？快吃快吃啊！吃了爹去给你找棉被。苏童点了点头。那个大伯母的确是个心善的，在那些人要带走他的时候，明明怕得要死，还来替自己说话，稍微收拾了一下，勉强住得下人了。苏二郎就去借被褥去了。结果苏二郎刚走没一会儿，院里就发出了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你这个挨千刀的丧门星，还敢来偷吃的？不仅自己偷，还带着这个小杂种一起偷。我放在橱柜里的窝窝头哪儿去了？他嘴里那糖是哪儿来的？是不是你那姘头给的？我打死你这个贱人！我让你发浪，我让你偷东西，我打死你！我没有偷吃，是二叔给的，是二叔给的。娘，我们没有偷东西。我看二叔他们风尘仆仆的，一路上也没有吃点东西，窝窝头就给他们吃了。娘，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娘，你要打就打我，小丫还是个孩子。苏老婆子拿着那烧火棍，啪啪啪地向苏大嫂的背上砸下去。打！奶奶，打死他们！二伯都不给我糖吃，给这个赔钱货！我不管，我也要吃糖，我要吃糖！苏老婆子更是火大得很，打得也越发用力。小丫吓得嚎啕大哭。别打娘，别打我娘！我给你，我不吃糖了，我不吃了。嘴里的糖还没化呢，小丫就抠了出来，手上黏糊糊的。可那苏铁牛看到了，却一步走过来抢了过去，直接扔到了嘴里咂巴着。眼见着那苏老婆子还要继续打，苏童没忍住，走过去一把捏住苏老婆子的手腕，用力一推，苏老婆子差点没一个踉跄倒在地上。好你个杀千刀的，你敢对老娘动手？奶，我可没敢对你动手啊，我是怕你年纪大了闪到腰，好心搀扶你一把。奶，这个军纪是想打你，你快打死他！他还偷了窝窝头吃，你快打死他呀！不是的，不是的，娘，是我拿的窝窝头，你别怪彤彤，你要打就打我吧。彤彤，快回屋去，别出来。苏大嫂眼眶红红的，忍着痛还要让苏童离开，要替苏童受着。她顺势拉了苏大嫂一把，明明被打得爬不起来的苏大嫂，被她单手拎起来了不说，更是直接搀扶到了一旁的凳子上坐下。这个过程看得苏老婆子越发火大。那苏大嫂坐在凳子上，离她远了打不着，她是顺手就提溜起还蹲在地上哭的小丫，一个耳光就扇了下去。小丫当时就被打得一个踉跄，直接趴在了地上，一口血扑哧一下就吐了出来。这一幕将苏童都给吓到了。
贱丫头，也敢和老娘逞威风！我让你逞威风，你给我起来！你看我不打死你这个丫头！老太太说完还要继续踢小丫，苏童用脚一勾，一条凳子直接横在了苏老太婆面前，苏老太婆的脚直接踢在了上头。哎呦，我的脚，我的脚！苏童没理他，而是马上抱起了小丫。小丫的脸肿得像个包子，嘴里还含着血，整个人都晕晕乎乎的，哭都哭不出来了。这是打到脑子了？苏童二话不说，抱着小丫就要去看大夫。天生这个时候大门被推开，扛着锄头回来的一个中年男子站在了门口。怎么了？老大，你娘我都要被你媳妇女儿给欺负死了！他们联合着死丫头打你娘，你快看呐，你娘的腿都要被打断了！苏大郎听到这话，立马放下手中的锄头，焦急地走到老太太身边。他不过是看了一眼他娘的脚，问都没问上一句，抄起地上的烧火棍，再次向坐在椅子上喘着气儿的苏大嫂打了过去。打死你这个丧门星！你敢欺负我娘，我要你的命！所以，这就是苏老太婆在苏家的底气。儿子如此愚孝，不分青红皂白就对着娘子出手。给我住手！被苏童这么一喊，苏大郎转头看向了他。他就是你二弟那个赔钱货，刚刚回来就撺掇着你媳妇儿偷东西，这小杂种更是不知道从哪里偷的糖吃。你是当大伯的，好好教训教训这个侄女。今儿个他还撺掇着老二要分家呢，这丧门星怎么没死在外面？你是当大伯的，你理应好好教教这个在外头学坏了的丫头，让她知道什么是规矩。在这苏家可没有她一个丫头片子做主的份儿。那苏大郎听着苏老婆子的话，还真拿着烧火棍子向他走了过来。当家的，别，小丫被娘打得吐血了，彤彤没有欺负娘，没有的。可他的话非但没有让苏大郎停下，反而是顺手又扇了2个耳光过去，打得苏大嫂眼冒金星。就在他要向苏童打来的那一瞬间，啪的一下，他脚下一滑，苏大郎直接摔在了地上，嘴里瞬间一疼，原来是2颗门牙直接磕掉了。哎呦，天爷呀！大郎，你怎么了？哎呀，我的老天爷，这日子不过了，没法过了呀！这丧门星啊！他一回来就让我家大郎磕掉了牙，我的大郎啊！只是磕掉门牙而已嘛，这才哪跟哪啊！苏童看了一眼怀中还在说胡话的小丫，小丫怕是不妥了，咱们去找大夫。苏大嫂被打得晕晕乎乎的，嘴角含着血，被苏童拉着走的时候都没有反应过来，好在村里还是有赤脚大夫的。大夫，我女儿怎么了？怎么了呀？哎呀，这打得太狠了，这小丫头怕是伤了脑子。我这里呢是没办法了，赶紧送县里看看吧，晚了可就来不及了。苏童不敢耽搁，抱着小丫对苏大嫂说道：我脚程快，先去县里，你随后跟过来。好，谢谢彤彤，我去拿银子，我马上就过来。银子我有，你随后来。苏童抱着小丫就走，这一走，直到在县城给小丫看完诊，苏大嫂都还没追上来。莫不是又出了什么事吧？这孩子啊，头伤得厉害，一会儿回去最好找辆车，千万别乱动啊。若是3天后能醒过来，这孩子兴许还有救；若是醒不过来，那就没法子了。那醒来了会有后遗症吗？哎呀，伤的是脑子，这个老夫就不确定了，一切等醒来才知道啊。
苏童谢过大夫，给了银子，在药铺暂时休息了一下，也是为了等待苏大嫂来。结果左等右等，这人也没等来。要是天快黑的时候，一个30多岁的汉子驾着一辆牛车走到了药铺门口。是苏童丫头吗？我是苏童。大叔，您……啊，是我。你和你爹一个模子印出来的。我是你张叔，你爹让我来接你回家去。说完，那张叔的眼睛就往里面看，这视线落在了小丫的身上，眼里透露着浓浓的关切和担心。张叔，就是那个跟爹关系很好的张叔，还和大伯母青梅竹马的张叔。小丫怎么样了？大夫怎么说呀？苏童看着他的关切不是作假，当即就将大夫的话说了一遍。张大锤神色越发紧张，想摸摸小丫，又有些不敢的样子。最后在兜里掏出了一把铜钱，递给苏童道：这钱也不知道够不够，若是不够，就把这牛车抵给药铺，给小丫看诊。牛车？这牛可是村民一家子的财富，一头牛可值足足5两银子，这绝对不是小数目。不必了，钱我都给了。张叔，我爹和我大伯娘怎么没来？你爹和你大伯打了一架，把你大伯给打了，这会儿啊在家里理论呢。你大伯母被打伤了，这会儿估计还没缓过劲儿来呢。我爹有没有受伤啊？我爹怎么了？放心，你爹从小和你大伯打架打到大，吃不了亏的。你四叔他们都回去了，你奶说了，立刻就分家，一刻都不耽搁。这不村里都在看热闹呢，你爹就让我赶紧来接你回去了。原来如此。苏童不再耽搁，抱着小丫小心翼翼地上了牛车，然后返回到了老泉村。苏童不知道的是，他前脚一走，后脚就有个人从店铺里走了出来。他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算计一笑：分家？哼，连老天爷都要帮我呢，让小爷我入赘，吃屎吧你！魏东来眼珠子转了转，紧跟着两人身后也向着老泉村的方向走去了。还没到家呢，这屋门口就已经堵满了人。苏童抱着小丫进门的时候，就看到了苏家众人一个个好像审犯人似的，将苏二郎对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小丫，我的小丫，彤彤啊，小丫她怎么样了？苏童这会儿才看到，这大伯母是真不太好，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奶下手太狠了，大夫说了，若是3天内醒不过来，人就不中用了。而且就算醒过来了，这脑子有没有问题也不一定。放你娘的屁！这死丫头少在这里吓唬人，老娘就是轻轻的打了她一耳光，哪里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大家伙给评评理，谁家姑娘这么大了还偷东西？这偷东西我能不动手教训吗？我们苏家是清清白白的人家，有些人一回来家里就什么都不好了，偷东西的、顶嘴的、打自己婆母的，这都是些丧门星，这不要脸的死军妓！我再说一次，我女儿肩不能提，手不能抬，干干净净，不会偷东西，也不会打人。谁要再说我女儿是军妓，我和谁拼命！人群外同样听到了苏二郎话的魏东来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断了的胳膊，肩不能提，手不能抬，这是什么好笑话呀？二哥既说是粗使丫头，那就是丫头，这事儿娘也不要再乱说了，还是分家吧。对，说分家。老二，先将你这10年挣的银子先交上来再说。还有苏头那丫头，赎身你不可能不花钱吧？钱呢？这些钱没分家之前都属于公种，赚了多少先交出来，然后再来和老娘掰扯你那30两定情银子的事儿。感情在这里等着呀？赎身银子，10年的打工银子吗？苏童正思索着要如何处理这事儿，一道声音从人群外传来：先等等，
你们分家那是你们的事儿，我的30两银子先还我再说。早上老子都忘记要那银子了，你们分家之前先退我定亲的银子。这搅屎棍怎么来了？不过他这一打岔，苏童倒是有了算计。村长说我乃要分家，那这定亲银子理应还给魏公子才是啊，您说呢？苏家当然是不想给这钱呀，他们都花一半了，剩下的一半是要留着过完年苏四郎去参加乡试的时候用的。你不是要入赘吗？那银子还退啥？就是，反正都是一家人，那还要退啥呀？哎，我可没答应入赘。再说了，我和他婚事作罢，卖身契都还给他了，这银子不退可说不过去了啊！你们想要我入赘，那就得按照规矩来。聘礼呢？别说我没提醒你们啊，没有100两的聘礼，我魏东来绝对不嫁。爹，要不就不分家了吧？100两，咱们还得靠奶做主呢。这话还了得？苏三嫂第一个就不干。什么就不分家了呀？说好了分的，分。娘，还是分了吧。他婶子，若是真要分，这银子的确得先还给人家。我没钱，钱我都已经花了。耍无赖。苏童不说话，苏二郎也在苏童的偷偷示意下不言语，而作为无赖鼻祖的魏东来，他就不干了。我可是贱籍，反正我也是不要脸皮的。你们占了我的银子不给，行啊，我就去县里私塾问问，这家里啊，若是有人连贱籍的人的银子都贪，如此人品有爱的人，可还有资格去参加科举考试？若是有的话，那我就去县太爷那儿也问问，不，全县城，我全县城去问，这有没有良民欠贱民银子的道理啊？娘，家里都是为了我才花费这么多银子，我对不起娘啊。要不我还是不读书了，这样也不怕歹人去县城辱我的名声，威胁于我。以退为进，还真是读书人呀，这脑子转的就是快。不行，你寒窗苦读10多年了，好不容易有机会下场，不能耽搁。不就是银子吗？我给就是了，都是苏二郎，都是这对父女俩惹出的事儿。乖乖嫁人不好吗？如今到手的鸭子都能飞走，给我等着！今日从我这里拿走了多少银子，我一会儿一定从苏二郎那里全部给找补回来。说完，苏老太太转身进屋拿了钱，零零总总一包银子刚好30两。娘，真要给呀？铁锤马上就要成婚了，明年铁蛋也等着说亲呢。这银子要是给了，那孩子们的亲事……当苏老婆子乐意，可是这魏东来一脸的痞相，看着就不好惹，而且他倒是聪明，威胁他要去坏老四的名声，这可不行。这个家还轮不到你做主，银子拿去，大家伙都看清楚了，白花花的30两。我们苏家可不是那种拿着人钱不松手的人，我们苏家乃是读书人家，知书讲理，门风清正。我儿子以后可是要当大官的，银子给你，快滚出我家！当官就这样的，读书10多年才考了一个童生，当官当屁还差不多，指不定啊，在县城学些什么勾当。魏东来打开布袋看了一眼，确实是30两，他立刻放在兜里，本来是要走的，可他不甘心被苏童这个女人这么收拾了一顿。银子我要回来了，咱俩亲事不作数，不过说是你真要我入赘呢也行，100两聘礼一分不少。你今儿不是才在赌坊赢了100两吗？我知道你不差钱。什么？你今天在赌坊赢了100两？可不，你孙女厉害着呢，赢了120两银子，有20两还请那些人吃酒了，她呀豪气着呢。银子呢？快拿出来！这会儿还没分家呢，银子可是要归家里所有，拿出来！100两银子，给我拿出来！所以苏童也不急，只是笑了笑，然后当着众人的面掏出了一张100两的银票，在手中扬了扬。彤彤，
这银子是你自己赢的，理应归你自己，你不用拿出来。爹，你别担心，这银子是赌坊赢回来的，所以这银子呢，不是正路银子。我四叔是读书人，读书人好名声，肯定不会用这赌坊里的银子，对吧？苏四郎看着这个能言善辩的丫头，这是故意拿话堵她呢。不知礼数，不懂规矩，你四叔用不用得着，不关你的事儿。这个家里现在还是我做主，银子拿出来，归宫中所有。奶，恕孙女不能同意了，这银子我有用途。放屁！只要没分家，你就没资格有1分钱的银子。哦，那我这银子是要给村里免费修私塾用的，还有那些孤寡老人，我和我爹都决定好了，要将这银子捐给村里呢。村长说，这银子是我和我爹决定捐给村子里的，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外，时刻惦记村中呢。如今这银子来得容易，我爹说了，赌坊里赢回来的银子还是要用来做善事才行，这样也是给我们老苏家积德了。再说了，谁让我们老苏家那是读书人家呢？门风清正，哪里会用这些赌博所得的银子啊？是吧，奶？所以村长说，您拿着吧，这银子我们爷俩捐给村里了。捐了100两银子，捐了，全捐了。天爷呀，这好些人一辈子连10两银子都没见过，这苏童一捐就是100两，这疯了吧？大气啊，不愧是我闺女。咱们虽然穷，可咱们清清白白走正道。你奶也说了，咱们这样的人家，门风正，不做这些偷鸡摸狗的事儿。这赌博赢回来的钱留不住的，得做善事儿。村长，这钱我们捐了，100两银子捐给村里，修桥盖私塾，给孤寡老人们买吃的，捐。这世上还有嫌钱多的人，这父女俩人怕不是脑子有问题，这和我想的完全对不上啊！那可是100两啊！我说100两，真捐？100两哦，捐！我闺女说捐，那就捐。不捐不捐，那可是100两啊！娘，不捐，这家不分了，不分家就不捐了，对不对？苏老婆子也没想到啊，100两居然要捐了，她跑过来做事也要抢。苏童看这架势，马上再次高喊：村长说，还可以再多买些田地，用田地养私塾，请夫子，这些都使得，以后咱们村的孩子们都能免费读书了。苏婶子，苏童那孩子心善，是个好孩子，这一回来就为着全村着想，做这些惠及咱全村的好事儿，你可不能欺负人啊！这钱已经捐了，那就是村里的钱了，怎么这么多人可都看到的？对呀，你赶紧分家吧，反正你也没有安什么好心思，之前卖了人家苏童1次，现在又卖第2次，人家好不容易才将卖身契要回来，可不能被你这老太太再折腾了。村长更是涨红了脸，100两，那可是100两啊！就这么捐献给了村里，大气！这苏家二房的丫头就是大气，果然是将军府里出来的。这将军府出来的丫头就是不一样，将军是个好将军，教出的姑娘啊也是好姑娘。对，我们苏童啊，人美心善，真是个1等1的好姑娘。人家越夸，苏二郎就越高兴，可苏家众人的脸色却比吃了屎还难看。魏东来就更不用说了，他那微张的嘴巴简直不能用叹为观止来形容，自己都穷得穿得那么寒酸了，还捐银子，苏童脑子没毛病吧？孙秀才，快来快来，帮忙写一下分家文书，以后苏二郎这房子和苏家没有一点关系。对了，苏家老宅那边的屋子就归苏二郎所有，这10年苏二郎没养过家里，就不分家里的银子了。至于这些年他赚的那些银子，你们也知道，这为了找苏童也不容易，大字都不识几个，看那衣衫还都是补丁的，估计也没几个钱，那就算了吧。
以后每年苏二郎和苏家其他郎君一样的给孝敬银子，1年3吊钱加100斤粮食。二郎啊，童丫头啊，这样分家可还满意？可还有漏掉的？你们尽管说，叔办事儿啊是最公平公道的了。捐了100两银子，捐了，全捐了。天爷呀，这好些人一辈子连10两银子都没见过，这苏童一捐就是100两，这疯了吧？大气啊，不愧是我闺女。咱们虽然穷，可咱们清清白白走正道。你奶也说了，咱们这样的人家，门风正，不做这些偷鸡摸狗的事儿。这赌博赢回来的钱留不住的，得做善事儿。村长，这钱我们捐了，100两银子捐给村里，修桥盖私塾，给孤寡老人们买吃的，捐。这世上还有嫌钱多的人，这父女俩人怕不是脑子有问题？这和我想的完全对不上啊！那可是100两啊！我说100两，真捐？100两哦？捐！我闺女说捐，那就捐。不捐，那可是100两啊！娘，不捐，这家不分了，不分家就不捐了，对不对？苏老婆子也没想到啊，100两居然要捐了，她跑过来做事也要抢。苏童看这架势，马上再次高喊：村长说，还可以再多买些田地，用田地养私塾，请夫子，这些都是德。以后咱们村的孩子们都能免费读书了。苏婶子，苏童那孩子心善，是个好孩子，这一回来就为着全村着想，做这些惠及咱全村的好事儿，你可不能欺负人啊！这钱已经捐了，那就是村里的钱了，怎么这么多人可都看到的？对呀，你赶紧分家吧，反正你也没有安什么好心思。之前卖了人家苏童1次，现在又卖第2次，人家好不容易才将卖身契要回来，可不能被你这老太太再折腾了。村长更是涨红了脸，100两，那可是100两啊！就这么捐献给了村里，大气！这苏家2房的丫头就是大气，果然是将军府里出来的。这将军府出来的丫头就是不一样，将军是个好将军，教出的姑娘啊也是好姑娘。对，我们苏童啊，人美心善，真是个1等1的好姑娘。人家越夸，苏二郎就越高兴，可苏家众人的脸色却比吃了屎还难看。魏东来就更不用说了，他那微张的嘴巴简直不能用叹为观止来形容，自己都穷得穿得那么寒酸了，还捐银子，苏童脑子没毛病吧？孙秀才，快来，帮忙写一下分家文书，以后苏二郎这房子和苏家没有一点关系。对了，苏家老宅那边的屋子就归苏二郎所有，这10年苏二郎没养过家里，就不分家里的银子了。至于这些年他赚的那些银子，你们也知道，这为了找苏童也不容易，大字都不识几个，看那衣衫还都是补丁的，估计也没几个钱，那就算了吧。以后每年苏二郎和苏家其他郎君一样的给孝敬银子，1年3吊钱加100斤粮食。二郎啊，童丫头啊，这样分家可还满意？可还有漏掉的？你们尽管说，叔办事儿啊是最公平公道的了。全村人帮忙，这谁斗得过呀？就是苏家再厉害，怕也是敌不过吧。没看到那自诩文人的苏四郎都一脸铁青，这女人算计人心能算计到这个地步。她从人群中挤了出去，剩下的不用说也知道没啥热闹可看了，这个时候还不如去赌坊再赌2把。走到半道，哎，银子呢？我的天哪，我银子呢？我好不容易要回来的30两银子哪去了？哪儿去了呀？另一边闺女啊，你快给看看你秀才叔给写的分家文书，爹不识字儿。苏童也干脆立刻接了过来。哟，苏童还会识字呢？可不，这到底是将军府出来的嘛，
果然是和寻常丫头不同呢。就是，怪不得做事儿如此大气呢。苏童看过没问题，就交给了他爹。苏二郎倒是直接，他直接咬破了手指，在上头按了手印儿。老四啊，你看看没问题，你们也都摁手印儿吧。今日这家就算分了。早就气得嘴唇青白，是真的要晕死过去的老太太，这会儿总算缓过神来。你这个不孝子，不孝子！我的100两，我的100两啊！娘，那银子不是你的，是彤彤赢回来的。而且你不是说吗？咱们苏家家门清明，不能走这些歪路的吗？彤彤也是听了你的话不是，这才捐了的。苏老二，你这么气娘，看我不揍你！说完就向苏二郎打了过去。结果这一回他刚一动，砰的一声闷响，苏大郎只觉得膝盖一疼，瞬间一僵，整个人就直直地向着苏二郎跪了下去。大哥，你干啥呢？赶紧起来！苏三郎见状去拉苏大郎，结果一屋子的人，除了苏老婆子全都跪下了。莫不是苏老爷子显灵了？看他们欺负苏二郎，这是看不过眼惩罚他们呀！哎呀，怎么能跪呢？哎，快起来，快起来！我错了呀，我错了，公公您开恩吧，我错了，我错了。二叔要分家就分家呀，我错了，我再也不拦着了。说完了，杨氏还真听话的磕了几个头。可怪就怪在这杨氏刚磕完头，只感觉到腿上又是一阵刺痛，再紧接着那全麻的腿感觉就慢慢消失了，然后他腾的一下就站了起来。爹，我爷爷真显灵了。啊，姑母，是啊，你爷爷是最公平公正的人，当年他要是还活着，你也不会被卖掉。对，我记得苏老爷子最是公正，估计是看他们欺负二庞太狠了，这是显灵了吧？可不，这是显灵了呀！你们快磕头，快给你爷爷磕头认错！铁蛋铁牛，快磕头！孩子嘛，哪里经历过这些，立刻磕头。怪就怪在磕完了还真就起来了。这人呐，就别做亏心事儿，不然啊，看看这闹的，连祖宗都惊动了。老婶子，你说这家你还分吗？爹，我错了，我不该欺负老二的，我同意分家。爹，我错了。好家伙，又起来一个，这下就只剩下读书人老四了。这书读的再多，这祖先要是不认，可还是得磕头啊。反正苏老四那脸呢，气的是要多白有多白。他明年就要下场了，这事儿若是传出去，他这名声有损，这日子可就到头了。万般不情愿之下，他磕了头。得了，这下苏家几人都起来了。估计是二郎父女捐钱这事儿实在是大善事儿，所以惊动了下头。对呀，肯定是因为这个。哎呀，他婶子，赶紧分家吧，不然你老伴又发威，到时候让你也跪下，那可就不好了。他本来就是窝里横，此刻看到这一幕，只觉得双腿之间热乎乎的，有些东西简直控都控制不住。哎呦喂，他婶子，哎，你这该不会是吓尿了吧？哎呦，是啊，裤子上湿湿的，怕是尿了吧？我的天爷呀，你自己的男人你怕啥呀？嘿，该不会你也知道你自己做了亏心事儿，所以才怕的吧？分家！苏童冷笑一声，然后拿着分家文书，看着苏老婆子咬破了手指，按下了手印，这个家才算是彻底分了。闺女啊，你爷爷肯定还是惦记着你的，你看今日居然显灵了，真没想到啊！我还以为我爹和我娘一样最不喜欢我呢，没想到关键时刻你爷爷还是向着我的。这人呐，就得做善事儿。看，咱们做了善事儿，连他老人家都惊动了。只要你高兴，怎么都行。若是不高兴，大不了下次再让他们跪一次好了。
反正那些人没一个好东西。爹，等明儿咱们找人来将这屋子翻新一下吧。这草屋看着可不大安全，说是刮风下雨，那可避不了了呢。这么多年了，也是不行了啊，先凑合几天吧。明儿呢，我去村里找几个人帮忙修整一下。如今正是农闲呢。说吧，你想怎么私聊啊？魏东来揉了揉自己那疼得不行的手，这女人莫不是他的克星啊，几次都栽在他的手里。明明那荷包就是丢了呀，这会儿竟然好好的在他手中握着。问你话呢，想怎么私了？这样成不？苏童看了眼他手中的银子，点头。成。说完，一把抓住他手里的荷包，转身就走。而那一吊钱还在魏东来的手中死死地捏着。苏童，你什么意思啊？我是说给你一吊钱，荷包可是我的，还给我。你知道的，我这人吧，手松。只要我将这20多两银子给外面那些人，有的是人替我作证。比起和你掰扯，我更乐意看你挨30板子。我可没忘记你是如何在外面重伤我的，我的好前未婚夫。你怎么如此记仇？我就是开个玩笑。哦，我也是开个玩笑的呀。所以我要你这20多两银子，你不亏啊。那是我的血汗钱，卖身钱还差不多呢。毕竟侯府给了你100两，算是买断了你们的亲情了，不是吗？提到这个，魏东来就不怎么开口了。他抿着唇，浑身紧绷。苏童就站在角落里看着他倒要看看这小子还要装到什么时候。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巷子口突然传来了一声惨叫，那声音听着像是一个妇人。魏东来最先反应过来，也顾不得苏童手中的银子，拔腿就跑。苏童紧随其后，刚走到巷子口，就看到几个人居然对着一个倒夜香的妇人拳打脚踢。臭倒夜香的，你眼睛瞎了呀？没见小爷在这儿啊？你居然将粪水溅到小爷身上，你找死是吧？苏童就看着那个为首的穿着最华贵的年轻男子，向着那个倒夜香的妇人的心窝子上去就是一脚，踢的那是又狠又毒。你们干什么？这当是谁呢？原来是贾世子呀！哟，瞧我这眼力劲儿，感情这就是你那当继子的娘呀？不是青楼名妓吗？哎，这怎么来到夜香了？那是魏东来的娘吗？怎么会在这里倒夜香呢？结果刚刚那人刚说完这话，就看到从后面出来的苏童。魏东来，你可真有本事啊，还没成亲呢就能勾搭人进小巷子呀。我说那谁啊，君记，你在西北没卖够啊，居然又回来这儿卖。贾世子配你还真是绝配呀，这么迫不及待的就搅和在一块儿了啊。哎，这嘴啊还真贱，比魏东来的还贱。闭上你的臭嘴，他们2个人清清白白，容不得你乱说。清白？清白会钻小巷子呀？糊弄鬼呢。这话一说，那妇人便立刻跳了起来，像疯了一样要去和那小混混拼了。那架势看得苏童都愣住了。臭女人，你敢对我动手？你们给我打，给我打！那3个小混混听到老大的话，立刻上前，拳打脚踢的对那妇人踢过去。苏童就看到那妇人从头到尾都死死的将魏东来抱住。住手！怎么求情啊？可以呀，陪爷睡一觉，爷就放了你这未婚夫和他娘，如何呀？你来捣什么乱？赶紧滚蛋！银子都赔给你了，我和你两清了，快滚！这魏东来还真是有点意思，如此咬牙切齿的，有本事刚刚就打呀，这会儿对他凶横什么？瞧瞧，这贾世子和君记，你们说是不是绝配呀？是不是？
哎呀，瞧着你护着我，我护着你的，不知道的还以为多情深呢。小爷我今儿还不信邪了，还这么情深，那就来伺候小爷呀！哎，让小爷也好好过过瘾。毕竟我睡了那么多姑娘，可从来没睡过军妓呢啊！嘿嘿，可不，军妓呢，我也是第一次见。哎，公子，你睡了也让咱们亲香亲香。成呀，等我睡了就赏给你们军妓。估计比这儿的姑娘还会伺候人呢。可苏童正要收拾这些人，魏东来却突然大声说道：他是良民，皇少爷要动手也得掂量掂量。他要嫁给你就不是良民，听说已经卖给你当了贱籍，所以呀，我这良民要睡贱籍，他就只能脱光了衣服，乖乖的躺在地上等着我去睡。不是，他不是贱籍，他已经和我退亲了，他是良民。所以皇少爷，哪怕您爹是县太爷，可是也不能随意对良民动手。他刚刚被他爹从西北带回来，全村人都知道他是良民，这事儿闹大了，你也逃脱不了。这3年一次的考核就要到了，你确定现在惹事儿，给县太爷惹上大麻烦吗？良民若是欺辱良民，那可是重罪。你还是好好想想吧，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骗我？这事儿整个老全村的人都知道，而且也去衙门备了案了。若是黄公子不信，一查便是。黄公子的神色变得严肃起来。若真是这样，那还真不好动手了。他爹已经警告过他了，最近少惹事儿。若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真惹出了麻烦事儿的话，罢了，若是个贱籍还好说，可这良民，哼，算你走运，赶紧给我滚！魏东来也松了一口气，他看向苏童就吼道：还不快滚，还等着干甚？快滚！苏童看了这些个人一眼，从他们身边走过，可这刚一拐弯，这黄公子的话就让苏童的脚步猛地顿住了。他是良民，自然可以放过。你可不是啊，你母子2人都是贱籍，你娘不是继子吗？想来伺候人的功夫不错。来，脱了衣服，爬过来伺候我这几个兄弟。这么老的妓女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就赏你脸了。只要将我这几个兄弟伺候好啊，今儿就放了你儿子，不然贾世子也得脱光了衣服在这儿学狗叫。哎，不，哎，老四啊，我记得你好这口吧？这贾世子就赏给你了。你们敢？为何不敢？你忘记了，你是贱籍，只要你一天是贱籍，你就只有被欺负的份儿。你自己得罪了谁你知道？你觉得躲在这儿就能好过吗？是他们让你们这么做的，怪不得会被侯府赶走，连个良民身份都捞不着呢。这么蠢的问题好意思问？我儿子是良民，你们不能对他动手。若是你们动手，我就是豁出这条命也要去告你们。我要去州府，去京城，告你们滥杀良民之罪。哼，他是良民，当我们是傻子呀？谁不知道贾世子是贱籍？随你这个妓女娘，贱籍！放屁！我儿子已经入住给苏家，他是苏家的人，是良民。今日我亲自点头答应的婚事，3日之后他就会嫁到苏家去。他是苏童的赘婿，此事已经过了8字，我亲自点头，绝不更改。啥意思啊？该不会今儿那些媒婆还真去整了这个妇人，而这妇人还答应了这婚事？不会吧，不会吧，这妇人和苏二郎这是一个路数出牌的？当爷是3岁小孩好哄是吧？他会去当赘婿，他好歹也是侯府出来的，舍得了脸当赘婿，糊弄鬼呢。可若是当了赘婿就能变成良民，成了良民就有科举经商的资格，以后子孙也都是良民。若是我也是要入赘的呀。是啊，要成为良民，
那可是所有贱籍做梦都想的事儿呢。黄公子听到手下人说出这话，气不打一处来，转身就对着说话的两人一人一脚。要你们多嘴，给我闭嘴！这县城可是我的地盘，若是3日后魏东来没有入赘，到时候就不只是伺候我们几个这么简单了。老女人，我要你带着你儿子在大街上裸奔，让那些乞丐呀将你睡死。入赘，我就等着你入赘。我们走。那黄公子转头带人就走，路过苏童身边的时候还冷笑了一声。这种烂赌货配军纪，的确是绝配。小军纪，可把你男人看好了，若是再犯到小爷手里，就是你也别想好过。黄公子说完就走，苏童正要动手，结果那魏东来的娘就向他喊道：苏姑娘！这魏国的贱籍和良民之间的区分可太大了，哪怕是他在这里10年也有点不习惯，特别是在战场，有些地方的敢死队用的就是贱民。此刻看着这个妇人，苏童神色复杂，可更让他觉得复杂的还在后头，因为那魏东来的娘居然对着苏童跪了起来。苏姑娘，我儿子就交给你了，以后任打任骂也都听你的。东来，给你的旗主磕头，以后你就是苏家的赘婿，生是苏家的人，死是苏家的鬼，和我李四娘再无任何瓜葛。我不入赘，我不入赘。不入赘，我立刻撞死在这里。你知道我说得出做得到。魏东来果然死咬着牙，一脸愤恨地盯着苏童。不许这么看他，给我跪下，给你的旗主磕头。以后他让你往东，你绝对不能往西。给我跪下，你若不跪，我马上就去撞死。最后在他娘以死相逼的压迫之下，他硬生生地给苏童跪了下来。咚咚咚的几个头磕下，起身就跑了。魏东来这一跑，那李四娘就像是用尽了力气一样，一下子瘫软在地，露出了一个比哭还要难看的笑容。他捡起地上的公桶，正要走，苏童走上前来，将魏东来的荷包塞到了他手里，转身也跟着跑了。才买完，他驾着牛车往回走，刚到家，天色就暗了下来。哎呀，可算回来了。嘿嘿，爹给你炖了鸡，那可是你张叔家喂的下蛋鸡，补着呢。爹，我在城里碰到魏东来他娘了，他说他答应了媒人了，愿意和咱们家结亲，这咋说呀？你刚走媒人就来了，的确说的是答应了。你看那爹还特意打了酒，一会儿啊咱爷俩再喝2盅庆祝庆祝。真答应了？爹，真要招他入赘啊？要不算了吧，他那身世太复杂了些。闺女儿，爹都考虑了啊。他那身世呢，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我这么问你啊，他为何是贱籍，不是良民啊？这简单啊，因为侯府抛弃了他呗，瞧不上他呗，就不稀罕再留他在身边了呀。侯府不愿意跟他有关系，那么说明啥呀？说明这人跟京城就断了，成了贱籍，那更是彻底的断了。那就简单了啊！咱们就按照贱籍来找对象，能找几个这样能识文断字、长得还不差的呀？嘿，真难找。所以啊，这人不亏。就冲着苏二郎这愿意和女儿讲道理的心态，苏童就和他细细地说了一下今日在县城里发生的事情。那就更得娶了，等过几年生了娃，他若是想走，放他走也行。这怎么说的？苏二郎这反应咋这么怪呢？闺女啊，爹在外多年，见多了这样的事儿了。这当娘的要护着自己的崽子，是真的什么都豁得出去。
你总不能真看着那母子二人被人扒光了衣服在满街上爬吧？那不是活活将人给害死吗？不至于吧？那黄公子不怕他爹收拾他呀？闺女啊，爹教你一句话，天高啊，皇帝远。在咱们这儿，黄大人那就是天呀。啥考核的啊，我不懂。我只晓得他一天没走，这里的一切就是他说了算。他就黄公子那一个宝贝疙瘩，所以呢，就当帮人家一把吧。反正咱们目标一致，那就是生娃。生了娃以后，愿意走愿意留，无所谓的。这苏二郎，怕不是也是穿越来的吧？这思想也太前卫了。可苏童才不是要生娃呢，他要身份，要身份。罢了，几年时间足够淡化一切。就像爹说的那样，就给几年的时间。若是那个时候他们还想走，那就放了他们。彤彤，那米给爹留着，爹先把这些拿进屋里，然后再来拿。结果苏二郎还没说完话呢，苏童就直接将那100斤粮食扛在了肩头。爹，放哪里啊？苏二郎张大了嘴巴，硬是愣了几息才反应过来，指了指厨房的位置。那儿，角落米缸里。苏童走了过去，将米倒进去，又顺手摇了摇米缸，让它摆正。那米缸可少说有50来斤，再加上这100斤的大米。闺女啊，以后这些重活爹来就行了。你是姑娘，肩不能提手不能抬的，咱们呢就做些细致点的活啊，绣绣花做做饭就成，行不？苏童顺手就将东西摆好了，结果看到桌子上好像放的并不妥当，索性走了过去，一边动手一边和他爹道：听爹的，以后我就是肩不能提手不能抬的弱女子。哎呀，闺女啊，你咋这么早就起来了？连柴火都劈好了。苏童摸了一把凌乱的头发，看到堆放在墙角的木头，习惯了早起了。爹，这么些柴火够不？这丫头到底什么时候起床的？这柴火也忒多了些吧？少说也有几百斤啊，咋一点响动都没有呢？哎呀，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这些粗重的活爹来做啊！你去做饭，来，爹来弄，爹来弄。苏童点了点头，也没含糊的直接去了厨房。苏二郎看了一眼那斧头和还没有劈好的柴火，索性直接接了过去。可他发现这斧头比寻常的斧头至少要重了2倍不止。这斧头哪儿来的？昨儿咋没看到呢？他翻了翻，发现这斧头的把手都是铁打的，就外面缠了一圈麻绳，怪不得他没发现古怪呢。他看了一眼这斧头和柴火，又看了一眼厨房的闺女，想了想，把斧头放在了角落，啥也没说，回屋去了。早饭是苏童做的，白粥、小菜，以及昨儿买的6个大肉包子。苏二郎吃了1个包子就放下了，顺带喝了1碗粥。剩下的5个大肉包子全部被苏童干掉了，另外又喝了3碗粥，这才放下了筷子。爹，我是不是吃的太多了呀？哎呀，你这孩子呀，定是受了大苦头的。你这吃的哪多呀？不多，吃饱没啊？没吃饱，爹去给你做去。差不多了，爹，咱们收拾一下，一会儿村民就要来了。苏二郎立刻起身收拾，看着桌子上一点都不剩的粮食，估摸了一下昨儿买的米面，看来得早点做点活计才行了。他要养女儿，好好的养女儿。早饭过后没多久，陆陆续续就有村民过来。村长带头和苏二郎商量这屋子要咋修。
苏二郎在这边和男人们商量呢，女人们则拿着吃的用的过来和苏童唠嗑了。童丫头估计刚回来，还不晓得咋用咱们这边的东西吧？这吃的啥的还顺口不？没事，一会儿嫂子给你教几道咱们这里的拿手小菜，以后学着做给你爹吃。就是，彤彤，你在将军府是做啥丫头的？是专门伺候将军的吗？刚开始进入将军府的时候，要先学规矩，等规矩学好了，管家就开始分配。我是负责做洒扫的。做洒扫？那能见到将军吗？倒是少见，将军多待在军营里面。他们说童将军英伟不凡，就连陛下都想要招他为婿呢，可是童将军却拒绝了，是这样吗？这消息传的可是真够快的，连这千里之外的小县城都知道了呢。这种八卦，妇人之间是最喜欢听的，全都竖起了耳朵要听这个闲事儿。是有这么回事儿。婶子们真厉害，这消息都知道。那可不，前头啊，我跟你叔去了一趟州府，给我那妹子过寿，正好听到说书先生说书呢。听说将军啊，就是因为这个惹怒了陛下，陛下让他回京要处罚他呢，结果办到因为突发大水跌落了山崖。哎，真是英雄命短呐！哎呀，这公主都不要啊？那童将军是婚配了吗？好像没听说呀。哎呦喂，你以为公主好伺候呀？那可是公主，和入赘也没啥两样了。哎呦，说到入赘啊，彤彤，听说那贾世子娘答应婚事了。苏童点了点头，刚要说两句呢，有人指着远处说道：哎呦，天爷啊，你快看，那是不是贾世子？是不是贾世子来了？还真是他怎么来了？那魏东来还是吊着个胳膊，一脸不情愿地往这边走过来。苏二郎赶忙走了过去，说：我娘说你们在修屋子，让我无论如何也得来帮忙。你来帮忙？确定？苏二郎开始有点懵，接着就哈哈一笑。好，快进来，快进来。哎，你这手还不方便呢，哪能让你干呀？你去帮彤彤吧，帮彤彤做点活。苏二郎将人往这边领，这会儿看这贾世子还真是越看越觉得不差呀，还知道过来帮忙，还没成亲就知道过来帮家里做事儿呀。哎呦，是个不错的。就是啊，贾世子以后啊可得勤快点，你岳父一家可是大气人，亏待不了你的。就是，看看对咱们村的人多好，定然也是亏待不了你的，可得争点气啊。魏东来脸色不咋好看，但是意外的对这些话也没有反驳。那些个妇人笑嘻嘻的看了他和苏童两眼，然后主动让出了位置去厨房帮忙了。这下就只留下苏童和魏东来站在一旁，你盯着我，我盯着你的那模样，看着着实有点让人啼笑皆非。瞧着这两人许是害羞呢，反正3日后啊，这魏东来就要过门了。彤彤呀，你带着魏东来去村里走走，熟悉熟悉啊。你也多年没回来了，正好你们都熟悉一下。村长亲自发话，这可是少见的。苏二郎也乐意如此，还真让他们两个出门转悠去了。苏童率先走出门去，魏东来跟在后面，少了往日的吊儿郎当，反倒让苏童有点不适应。你真是来帮忙的？魏东来点了点头。你娘让你来的？他又点了点头。哎呀，说话装啥清纯呀？你啥套路我不知道啊？啊？我娘昨天晚上上吊了。啊？真以死相逼，逼魏东来嫁？这可真是调换了个个儿呀！他怎么有点逼良为娼的感觉了呢？有吗？有的。苏童就这么看着魏东来，他有点不知道魏东来这一趟来是要干啥，这是要主动找他来退亲，还是要做和？哎，我说，你到底想干啥？没事我就走了。
要我嫁你可以，所以以后我得管我娘。若是你不答应，那就退亲吧。这他妈的也算条件？你不管你娘，我才退亲呢。你答应了，这就不是问题。成，3天后你来娶我。说完，魏东来就准备走了。你干嘛去啊？回去跟我娘说一声。啊，代我向伯母问声好啊。你就这么中意我呀？在西北是不是看不到我这么英俊不凡的男子了？这叫什么话呀？这棒槌分分钟都是一副挨打的样子。赶紧滚蛋！滚就滚，我还不稀罕呆呢。魏东来说完，下意识地摸了摸兜，一会儿再去赌2把，反正有本钱。结果他刚要转身，就看见眼前一道人影迅速闪过，那女人就像是有啥追他似的，从身后跑走。你跑什么啊？有狗追啊！魏东来嘀嘀咕咕的，可是苏童却已经跑了没影了。魏东来一边往村口走，一边又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兜。钱呢？银子呢？又不见了。我娘今天给我的20多两银子呢。苏童，所以刚刚跑那么快，是顺了我的银子。又是你作孽呀！一回去，苏二郎看着空空如也的后面，有点担忧地问道：哎，女婿呢？咋没跟你一起回来呀？哦，他说他娘身体不好，回去看着了。哦，是该看看了。哎，你俩可说什么了？他特地来问问，以后入赘了可不可以时不时的回去看看他娘。哎呀，这算什么事儿啊？这小子不忘本也是不错的，他娘也不容易，以后隔3差5去看看，知道不？听爹的。闺女儿听话，瞧瞧多懂事啊！我们彤彤就是懂事儿，瞧着多好的孩子啊！那头，张叔的儿子张小强却急冲冲地跑过来喊人：苏二叔，你快去看看吧，小鸭被烧傻了，苏家要将小鸭给扔到山上，我爹拦着，他们就说我爹跟大伯母不清不白，这会儿子他们全家都在打我爹一个人呢。这还了得！之前苏童就担心小鸭的头要出问题，此刻听到说是傻了，真是一点都没耽搁，跟着大家伙一起前往了苏家。此刻苏家大门大开，除了苏四郎以外，所有人都堵在了门口。苏大伯母抱着小鸭跪在一旁不断的哭泣，张大锤和苏大郎打在一起，苏三郎还时不时的上前踢2脚，苏老婆子则是叉着腰站在门口对着苏大伯母破口大骂：你们在干什么？还不快住手！村长，你来的正好，这狗男女活该进猪笼，大白天的在我家大门口拉拉扯扯的，我儿子这头上的绿帽子可都戴得严严实实了，这种狗男女不能要的，不能留。不是的，是小鸭一早就醒了，可是我看着他着实有些不对劲儿，我就让大郎带孩子去看看，可是伯母不同意，还说傻了就扔山上去扔了，没有法子，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小鸭变成傻子。我正要出门，就看到了大锤，大锤看我可怜，才说驾着牛车带着小鸭去县里找大夫，我们清清白白的。娘，你可不能冤枉我。小鸭傻了，苏童看着被大伯母一直抱着的孩子，他这回已经醒了，可是却咧着嘴一脸傻笑，嘴角还流着口水，这一看就是傻了。小鸭，还认得姐姐不？你还好意思问？都是你这个扫门星！你看看，好好的丫头，因为你一回来就变傻了，你害得我们家这么惨，你怎么就没死在外面呢？你这扫门星，赔钱货！娘，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小鸭之所以这样，不是被你打的吗？他那么大点儿孩子，昨天被你一耳光打在头上，这能不出事吗？放你娘的屁！
那死丫头偷东西，我这才教训她的。我什么时候打她头了？她离开家的时候还好好的呢。是你女儿？对，你那丧门星说要带去看大夫，这回来就说脑子不好了。我怎么知道她有没有在外面虐待那丫头呢？是她，多半是她将这孩子给害成这样的。这都能扯到苏童身上。苏童对这老太婆的不要脸和胡搅蛮缠算是彻底见识到了。苏二郎当然也不能就此罢休啊，当即就和老太太争执起来。可这儿子怎么能和当娘的吵架呢？这放到哪里都说不通啊。都别吵了，孩子这样的确不行。老婶子，咱们这村里啊，这10年来可从来没有发生过扔过孩子的事儿啊。又不是吃不上饭的灾年，这孩子也的确是因为你下手太重才这样的。你如此就将孩子给扔了，那可不成啊。可这傻子留在家里不是浪费粮食吗？再说了，人傻了就得时刻盯着，若是一不留神掉进河里了，那可咋办？娘，不会的，我带着，以后我去哪儿我都带着小丫，我会看着她的。我求求你了，别扔了她，别扔了她，我就这么一个丫头，她是我的命，是我的命啊！我呸！你还敢开口？你这个不守妇道的女人，和那张大锤拉拉扯扯的事儿还没完呢。老大，休了这个女人，这种不知廉耻的女人，休了她，你给我休了她！被休那可是天要塌下来的事情。这女子被休，下场更是凄惨。娘家不能回，婆家不能留，一般不是去死，就是去庙里剃了头发当姑子，绝对没有第二条路可走。我错了，娘，我和张大锤真的是清白的，当家的，我真的是清白的，你别休我，别休我，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苏童想上前来帮忙劝两句，可苏二郎却不让他开口。已经分了家了，这事儿就不能插手。本来苏老婆子就看他们不顺眼，这个事情再闹，到头来倒霉的反而是苏大伯母。真是个贱货，一天到晚的发愣，养个女儿都能养成个傻子。我告诉你啊，以后再让我看到你和别人拉拉扯扯的，你就给我滚出我们苏家！呸！大郎，把这女人给我拉出去，丢人现眼的玩意儿！还有这丫头，扔去柴房。不扔就不扔，这么傻，早晚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大锤，你若真为了亲娘好，以后就离她远些吧。叔，我们真是清白的，我就看到他们母女可怜，那苏大郎不是个东西，啥都听他娘的，昨儿就将亲娘打了个半死，到半夜还能听到惨叫。今日自己的女儿都傻了，也不说带去看，还要听话将孩子给扔了，这还是个人吗？大伙儿也是唏嘘的很，可再不是个东西，那也是人家家里的事儿，他们这些人真的没法管。苏二郎也不想兄弟惹事儿，走过去拉着张大锤就走，叮嘱苏童自己回家。大伙儿这才散去。到底是相亲呀，这屋子如今看着就能住人了，等过完年咱们再攒些钱，能将这草屋子给推倒了，盖一座大院子。爹，现在就可以重新盖啊，咱们有钱，我还有钱呢。哎呀，你那银子你就自己攒着啊，这姑娘家哪里没有点私房钱呀？以后你婆母那边你也得去看看，这银子呀就放好吧，别乱用。爹，我还没问你呢，魏东来答应入赘，他们家要多少彩礼啊？啊，没要。没要？怎么可能啊？所以啊，我让你3天2头去看看你婆母，她给媒人说的，能让他儿子变成良民，已经是大恩大德了，他不会再要银子的。怪不得今儿苏二郎要给我这个荷包呢。爹，给你，你收着吧。这是你奶退给魏东来那30两银子？没30两，只有20多两。魏东来今儿扔给我就走了啊。女婿给的？他说他娘让他给的，若是拿着银子他就要去赌博，所以呢干脆给咱们。这小子不是那么无药可救吗？
这小子不错，闺女啊，以后好好待人家，也别3天2头的打他了，知道吧？爹，你放心吧，我不会天天打他的。苏二郎很是欣慰的点了点头，他的闺女就是随他，善良听话。嘿，爹，我隔3差5再打。嘿嘿。苏二郎的酒刚刚入喉，硬是被这话卡得咳嗽不已，半晌都不知道该如何接这话才好。另一边，李四娘看着回家的魏东来，银子可给苏姑娘了，那姑娘心真好，昨个看我可怜，就将那么多银子塞给我了，我怎么能收这银子呢？不能收，不能收，你给了吧。魏东来闷闷不乐，可不是给了吗？人家自己顺的，可比他的手快多了。我问你，给了没有？你该不是又拿去赌了吧？没有，我给了。李四娘明显不信，拿着木藤就是一副要打的架势。说，今天是不是又去赌房了？说。哎呀，小赌怡情。再说了，这不会赌博的还是爷们吗？以前我在侯府的时候，天天赌，也没人说我呀。你管那么多干啥呀？你还是每天把你自己管好得了，可别又冲撞了谁，到头又要我给你善后。李四娘听到这里，眼睛一下子就红了，她死死地看着魏东来，失望、痛苦好像全部都涌了上来。你干啥这么看着我？我又没说错。你在怨我？你在怪我吗？哪敢怪你啊，你可别哭啊，你别一会儿又上吊啥的，我惹不起躲得起，我走。哎呀，我走啊，免得碍你的眼。苏童说了，3天之后来娶我，我过2天回来，我走了先。魏东来夺门而逃，半点都不带耽搁的，哪怕李四娘在后面如何撕心裂肺的喊，他都全当没听到似的。等到走出了院子，听到身后慢慢跟来的脚步声，魏东来才放慢了脚步，慢慢向赌坊走去。苏二郎看着这屋子里的东西，满意的点了点头。虽然不是苏家的瓦房子，可是这草房子也一样能遮风挡雨。哎，闺女儿，来看看这是啥。苏童看着苏二郎拿出了之前放在苏家小木屋子里的红木箱子，还有点意外。爹，这箱子你拿过来了？当然得拿回来了，这可是你娘的嫁妆，不能丢的。嫁妆？可按照苏老婆子的秉性，怎么可能没将这红木箱子占为己有啊？特别是这箱子里居然还有一对银镯子和一副头面，苏童看着还真是意外的很呢。你以为你奶不想啊？他那是不敢。那看看这嫁衣多好看呀，这还是你娘嫁给爹的时候穿的，这留了20多年了，还崭新着呢。爹，这些加起来可不止30两啊，我奶都不动心了吗？你奶啊，确实打过这东西的主意，只是呢他自己又还回来了。这事儿还得从你娘出事的时候说起。那时候你奶逼你娘将嫁妆拿出来供你私塾读私塾，可是你娘说这如今家里连饭都吃不上了，他们这样的人家就该出去找活干，哪里还能读书呢？结果你奶就使坏，将你给偷偷卖了。你娘一惊之下难产，和你弟弟2人。那后来呢？后来爹就去找你，四处找啊，到处找，家里的事儿就没管了。谁知道在找你的3年之后，那年你娘的忌日，我回来给你娘扫墓，你奶就主动将这头面还有红木箱子给了我。啊？主动？为啥呀？进他兜里能吐出来？是啊，本来我也不知道是为啥，可还回来嘛，我就接着呗。可是没过多久，你大伯母和三婶就都患有身孕了。我就听村里人说呀，
自从你娘死后，这屋里就不太平。你奶做啥都不顺，家里养啥死啥，种啥啥不成。人家说那是他做了缺德事儿，遭报应了。前头几年呢，他不信，可随着你大伯母嫁进来，3年没开怀，你三婶怀了几个都保不住，就只有你二弟一个孩子，他就有点信了，就听了一个道士的话，把你娘的东西还给了我，又做了一场法事。还别说，你三婶和大伯母就怀上了，所以这东西呢，就原封不动的还回来了。从此，你奶也没有打那些东西的主意。感情有前科啊，怪不得昨天他们那么一跪，全家都吓得马上照办。苏老婆子还吓尿了，还当是相信鬼神的缘故，殊不知这苏家原来是有前科的呢。哎，不过我外祖家很有钱吗？娘出家还穿的是绸缎。他们那家人就是害死你娘的罪魁祸首。你娘是庶女，你那个舅舅是嫡子，不学无术，好赌成性，就是被你舅给牵线搭桥卖了的。啊？别啊了，反正以后记得看到那家人就离远一些，若是敢找来，就直接打出去，出了事儿爹给你兜着。苏童还真没想到，这原身的家里还真的不是一般的复杂呢。庶女，意外，着实是挺意外的。爹，那3天之后许卫东来进门，家里还办酒不？哎呀，瞧我，这么重要的事都给忘了啊！我去找你张叔合计合计，到时候呢，乡里乡亲的都起来喝杯喜酒。闺女啊，你早些睡啊，我先去你张叔家了，把门关好，赶明儿咱们再养条看门狗，这样爹出门也放心了。爹，你去忙吧，我不怕的，我可厉害了。哎呀，爹，我错了，我是个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弱女子，我等着爹给我养条狗。果然是爹的乖女儿啊！那爹先走了啊。苏二郎一走，苏童松了一口气。不过这会儿天色已晚，有些事儿就可以行动了。那个吃人不吐骨头的苏老婆子，可不能就这么轻易放了她。苏童关上门，悄悄地向苏家院子走去。此刻苏家，哭，你一天天的就知道哭，这个家都让你哭晦气了。带着你那傻女儿给我滚一边去，我看着就心烦。娘，你消消气，如今村里啊都知道小丫傻了，咱们也不能再将她给扔了呀，索性呢就像一条狗一样吧。哼，可不是，还指望那丫头以后长大了能许个好人家呢？呸，没福气的东西。娘，我听老三说，县太爷府上呀在招丫头呢，要不就让小丫去吧。你也傻了不成？一个傻子人家会要吗？可杨氏却没有解释，而是低头站在那里。苏老婆子自己喊完了，却突然一愣，一脸诧异地看向杨氏。你是说？杨氏点了点头。我听老三说，这样的丫头，县太爷家给的钱还会多些呢。苏老婆子听过一些关于县太爷的传闻，她就是喜欢小姑娘。若真是如此，那这小丫指不定还能卖些钱呢。明儿让老三去问问，若是真要，那就将那丫头给卖了。哎呦，我回去就和老三说。屋里的嘀咕声让藏在屋顶的苏童脸色越发的难看。看来这苏家不仅苏老婆子不是个东西，就连杨氏也不是个东西。等到底下屋子吹灭了烛火，苏童翻身跳下。第二天一早，苏二郎起床时发现屋外又劈好了柴火，不仅柴火，就连早饭都做好了。闺女啊，你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呢？
这大冷天的外边多冷啊！哎，还有啊，这些事儿以后爹做，你可别再做了，仔细弄粗了手。爹，我反正也没事儿啊，这也没啥。苏二郎下意识地看一眼那斧头，苏童走过去就好像拿一双筷子似的轻松无比。苏二郎可知道那个重量至少有20来斤的。这丫头这是……爹，吃完饭就去县城采买吗？啊，对，咱们顺便问问这入赘还有啥礼节不？哎呀，本来呢，爹不想你这么早嫁人的，这才回来几天呀。不过这位东来也的确是极好的人选，错过了这个再找下去，那可就耽误你的花期了。爹，反正他是入赘，他就到咱们家来，我又不离开家，还是一直陪着你的。你别担心，我这辈子都陪着爹呢，我会好好孝顺爹，给爹养老送终。苏二郎乐呵的跟什么似的，这女儿可真是太懂事了，比儿子都要强呢。也不枉他找了10年。爹好好陪着你，以后还给你们带娃，给你们把家。快来人呐，快来人呐！苏家婆子和媳妇儿跳河了，跳河了！哎呦喂，这大冬天的，这苏老婆子和她儿媳妇怎么会落到水里去呀？谁知道呢？可这还不怪，你们看她的头发，2个人都没有头发了，这是不是鬼剃头啊？是不是鬼剃头？要知道，古人这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无缘无故的被剃了头，关键那河里和四周硬是没找到一根头发丝儿。这不是鬼神干的，是谁干的？闺女儿，一会儿我和你三叔大伯去给你爷爷烧点纸钱。哎呀，瞧这事儿闹的，要是闹大了，你这婚事都得耽误了。啊？和我的婚事有啥关系啊？咋没关系啊？咱们虽然分家了，可是你这成婚前，你亲奶出了这样的事儿，人家要说这婚事不妥。好在他们只是吓了一下，没出什么好歹，不然的话，这婚事儿铁定推迟哦。当初苏童本来是要将人弄死的，可一想到弄死人了，指不定还要守孝啥的，这才手下留情。现在他简直庆幸当时手下留情了。爹，他把小丫打成那样了，我爷不找他才怪呢。你和我三叔他们去祭拜有啥用啊？还不如让他自己去请罪呢，让他好好对小丫，指不定我爷爷就不找他了。不然提前让他去和我爷爷团聚，那才是害死人。闺女说的对，我得去提醒他们。不用我们去，让你奶自己去，不然我还真被我爹带走了，他哭都不知道咋哭呢。苏童哭笑不得，不过这样吓吓那老太婆也是好的，让他们安分点，免得再出一些丧德的主意。苏老婆子暂时消停了，苏二郎再次紧锣密鼓地开始筹备苏童的婚事了。买彩东西是必要的，婚服虽然是有了，可家里得买一些置办酒席的东西。这不，父女俩一起出门，驾着牛车去了县里。闺女啊，这一次啊，不仅是你成婚，爹也想让大家伙知道知道，我闺女找回来了。所以呢，昨儿我跟你张叔合计了一下，这少说也得10好几桌呢。这么多，那要请厨子吗？请啊，不过呢，就请了乡里乡亲的，你张婶儿还有秀才婶子，那都是做席面的一把好手啊。爹已经请了他们了，明儿他们就来准备了。今儿呢，咱们将东西买全乎了，可不能寒碜了。如今有东来给的银子，爹呢先用着，等以后赚了钱，爹给你们补上。爹，补啥呢？用就是了。还要多买些酒水，爹到时候和大家伙儿好好喝2盅。哎呀，还是我闺女懂事。对了，还得给你买2盒胭脂，到时候你也当美美的美娇娘啊！苏童有点胆寒，
活了2辈子还没化过妆呢。当然，他倒是会化妆，毕竟这些都是军人的必修课，但这寻常是不化的。可这压不住他爹乐意呀。牛车直接走进了胭脂铺，拖着他就进去了。苏童全程就跟洋娃娃似的，任由着店铺老板娘折腾。还别说，嘴唇上涂了唇之后的苏童还真好看，整个人的气色一下子就起来了。苏二郎满意得很，大手一挥，直接包下。父女俩在店里争执，而从店门口路过的黄公子却意外看到了神采飞扬的苏童。听说苏四郎这军纪是一家的。公子记性好，的确是呢。去，让苏老四过来，就说小爷有好事招待他。苏公子一脸为难地看着县太爷家的宝贝儿子。黄公子，我那侄女儿马上就要成亲了，这怕是不妥吧？听说苏公子最近迷上了醉红楼的嫣红姑娘，可惜囊中羞涩，不如我和苏公子做个交易？黄公子，您这是让苏童陪我一夜，我让嫣红伺候你一夜，如何？这可真是划算呢，用脚趾想也划算啊。嫣红可是醉红楼的头牌，有钱都未必能买到和他春风一夜。苏四郎想立刻回答，可一想到苏二郎这人的左性，又是个护犊子的，所以又有点延迟。黄公子，您有所不知啊，我那二哥呀是个固执的，当年苏童不见了，他硬是在外边找了10年，我怕这事儿不好办呀。哼，怎么你在和本公子讲价？我听闻你明年就要参加乡试了，我爹和此次乡试主考官大人乃是同窗，秀才而已，怎的不稀罕？这才是大喜呀！真没想到苏童那丫头还能这么值钱。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只是他后日就要成婚了。黄公子，您什么时候需要啊？成婚是吧？或许这个机会还能好好羞辱一番魏东来呢。成婚？那就更好了。就成婚那天，我要替魏东来当一回新郎。苏四郎想着，这怕是男人的恶趣味了，当即点头同意。商量了一些细节，就满怀希望地走了。另一边，从胭脂铺出来，闺女儿，你先逛一逛啊。爹约了媒人去和魏东来的娘商量一下这迎亲的事儿，一会儿呢，咱们在城门处会合。这事儿自然不好带着苏童。苏童点头看着他爹将牛车寄放好，这才离开。可要去哪里，这心里还真是没谱。没走几步，苏童就知道身后不对劲儿了。有人跟着，这么快就被人给找到了。结果刚走到拐角处躲起来，一个人影就出现在面前。他立刻动手，惨叫传来。停！是我！苏童，你要谋杀亲夫啊！魏东来差点以为是那些人找来了，他猛地松手。为何要跟着我？屁！这路这么宽，就不能是老子和你巧遇啊？我看你是连另外一只手也不想要了。我是看着有人跟着你，我才跟过来的。有人跟着我？谁啊？皇贵的人，真的，我亲眼看到的，他的人在跟着你。那个黄公子，他跟着自己做什么？魏东来还真看到了似的，小心翼翼地说道：“还有你四叔，我看到他们俩在9楼2楼包间里嘀嘀咕咕的，没过多久，那黄公子又派人出来了，然后一直跟着你呢。苏童，我告诉了你这么大的消息，你是不是应该谢我？你想要什么？昨儿你偷了我的银子，我也不多要，给我1半，这不算过分吧？不过分。给我吧，15两。我答应了。苏童，你出尔反尔啊！你明明说我要15两不过分的呀。对啊，是不过分呢，可我也没答应啊。魏东来那个气友，
这苏童简直不要脸，又不讲理又不要脸。苏童，你这样的女人简直就是女人的败类。赶紧滚蛋，回家乖乖待着去。后天老娘迎你过门，你要敢给我使什么幺蛾子，我活劈了你我。粗鲁，你这女人在西北学的都是什么鬼东西？你还有个女人的样子没有啊？女人的样子。苏童冷笑一声，他这会儿口上的唇脂还没退呢，这一笑硬是让魏东来看到了一丝别样的滋味，小心肝猛地一颤，简直不要太刺激。你笑什么？你说我笑什么？我有没有女人样，你很快就会知道了。你不要脸！你居然说这些话，你不知羞耻！都过了8字了，你是我苏童板上钉钉的人，要脸就是我现在在这里办了你，让你表演活春宫，你也只有被老娘睡的范儿。脸那值几个钱啊？啊？你真是军纪！你如此，我不要嫁给你，我不要！废话一筐箩，小小的古井县你能跑到哪里去啊？你跑了，你娘能跑啊？懒得理你。哎呀，滚回去好好待着。要是我知道你敢去赌坊，哼，魏东来，我有10000种方法收拾你，你信不信啊？说完，苏童懒得搭理这人，转身就走。魏东来硬是躲在巷子里，半晌不敢出去。他魏世子好歹也是纵横沙场多年，见过女人无数，可是这么另类的女人简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这就是一个女修罗、女魔鬼、女色鬼。那些从来都只从男人嘴里听过的话，女人怎么会说呢？果然是从西北来的，果然是伺候人的，不然怎么可能这般的野？魏东来在巷子里冥想，暗处一胖一瘦两人对视一眼。在这样的悍妇手里，应该翻不出什么花样吧？要不现在回去复命？另一个瘦子却摇了摇头，等他们成婚之后再说吧。而且主子的意思呀，是要这魏东来永无出头之日，这入赘就成了良民，若是良民，那可就不一样了。你说可要毁了这婚事？未必，一个如此烂赌成性的人想翻身，哪有那么容易啊？既然不放心，那就再推他们一把。哦，怎么做？借那黄公子的手一用，咱们来个将计就计。爹，这酒可够吗？够了，农家人喝不了多少。好在这会儿临到过年了，你村长叔家养了2头大肥猪啊，咱们买来1头，除了办酒之外，剩下的还能腌腊肠和腊肉，到时候好好过个新年啊。这得准备多少菜啊？爹是这么想的啊，这猪血呢，用酸菜一炒，那滋味别提有多得劲儿了。接着啊，是猪杂1个菜，红烧肥肠1个菜，蒸个梅菜扣肉，再来个粉蒸肉，炒个回锅肉。对了，每桌呢再来1盘烧鸡。素菜那些村里人家都种了，到时候去买些就成。哎呀，可惜天冷没鱼呀，要不然的话，这婚宴可够看了，足足10个菜，10全10美。爹保管是村里的头一份。爹，这是不是太高调了？高调啥呀？爹高兴着呢啊！我闺女好不容易回来了，如今还得了这么一个好的赘婿，那得庆祝，好好庆祝。加上如今银钱也不缺了，爹得风风光光的给你办个好婚宴。对了，爹，我那户籍上是否已经改了？改了呀，今儿就去改了，已经是婚配了。这婚书在爹这儿呢，你瞅瞅。苏童果真在意这个，接过来一看，果然写的已婚配，赘婿魏东来。他这才彻底松了一口气，只要婚配了，要找到他那就不那么容易了。
等你们婚事办了，爹就去支个猪肉铺，到时候杀猪卖肉，咱们每天都能沾点油水，那可是求都求不来的好日子呀。到时候我去帮爹。哎，那不成啊，你一个弱女子怎么能去猪肉摊呢？让女婿去，把他教会了，以后我老了也能接班。苏童乐得让苏二郎高兴，爽朗的点头。好。爹，你以前也是杀猪的吗？啊，我跟你爷爷学的，15岁就开始杀猪卖肉了。我们苏家在你爷爷还在的时候过得不差，就是孩子多了点。爹，那为啥你们都没读书，就四叔读书了？闺女啊，这10根指头都有长短，更何况是人心呢？你爹虽然老实，但人也不傻。你奶和你爷都偏疼你四叔，认为他是读书的料，所以呢，他8岁就入学了，如今也有15年了。爹，我四叔和我一样大。对啊，你四叔是你奶老来得子，你奶生他的时候家里还发达了，只是怎么发达的，我倒是记不清了。那我四叔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没有婚配啊？当然是你奶做主的呀。他说你四叔早晚高中，婚配早了还耽搁前程。不过你四叔啊，都考了多少年了，还只是考个童生，也就你奶还信。第二天一大早，村长媳妇和酸秀才的媳妇就来了。2个40多岁的妇人看着很是利落干脆，他们各自带着自己的儿媳妇，一行6个人在院子里热热闹闹地准备着。这柴火够用，还是苏二郎能干呢？这才几天呢，瞧瞧，劈了好几百斤了吧？啊！哎呀，可不，这柴火劈得好，整整齐齐的，烧起来呀也不费劲儿。都是人丁兴旺的人家，各自带了2个媳妇过来。一听到苏二郎你的菜单，个个都是睁大了眼睛，这可太能了，全村头一份呢。我那女婿不错，退亲30两银子都给了咱们家，说是给咱们呀好好办酒席用，剩下的银子呢，等成婚之后就支个猪肉铺，咱们全家都有了活计。这不，若非我女婿交代呀，也不好如此抛废。哎呀，很是，到底是京城来的，若非命不好，也成不了赘婿。可如今如此信任你们，想来也是将你们当成一家人。只要以后改了这烂赌的毛病，这女婿很不错啦。对呀，如此大方的赘婿很不错了。等以后生了娃，二郎啊，你这日子啊是真过起来了。和小院的热闹相比，苏家完全是笼罩在一片愁云惨淡之中。特别是随着杨氏的几次尖叫吓醒之后，苏老婆子终于是忍不住了，她摸出了一块头巾，把头给包裹起来，招呼着杨氏拿着早就已经准备好的香烛蜡纸，上山给老头子烧纸去了。一路避让，不敢让人看到，这样被剃了光头的丑事，能臊得他们几年不敢出门。走到半山腰，看着山下那草屋进进出出，那不时传来的笑声，苏老婆子那眼里宛如淬了毒一般。第二天，苏童就坐上了绑了红布的牛车去魏家接亲了。苏童坐在牛车上，穿着他娘留下来的嫁衣，戴着一套银首饰。哎呀，好看，彤彤长得像他娘，瞧这红嫁衣穿得多喜庆，多好看呢。就是啊，还有这首饰真是精致呢，你爹啊对你可真舍得。那可不，就这一个丫头，而且还是招赘。要我说呀，苏二郎这样的，这10里8村的也难得找到一个。当官夫这么多年，不说续娶，硬是在外找闺女这么多年，谁听了不觉得惊讶呀？彤彤啊，以后你可得好好孝顺你爹，你爹不容易的。
你们父女俩还给村里面捐了100两呢。你村长叔说了，等过了年就开始修建私塾，等开村，咱们村里的孩子呀就都能去读书了。就这样到了县城，7拐8拐的来到了魏东来母子如今落脚的地儿。贾世子入赘，这本来就是个稀罕事儿，这牛车一来呀，更是争先恐后的去看热闹。东来他欠了赌坊银子，被抓走了。刚刚有人送来了信，让我们拿银子赎人。苏姑娘，这可怎么办呀？好好成婚的日子也能出这样的幺蛾子。苏童就知道这魏东来不靠谱，他神色一紧，拿过那封信一目十行。50两，他怎么会欠这么多呀？苏童啊，要不咱现在回去和你爹说算了。就是啊，咱走吧，大不了啊不要了这赘婿了，这也太坑人了吧，50两呢。苏童也陷入了沉默。这户籍上已经是改了的，要查他是真的查不到了。若是退了这门亲事，再过些日子去改户籍，那应该也能蒙混过关。魏东来这贾世子的破事儿实在是太多了，他有点嫌烦，正要答应，人群中却突然挤进来一个人。苏童啊，你快去看看那些要债的人跑去找你爹了，连你爹都抓了，这会儿被扣在同来客栈呢。什么？还敢动他爹？简直不知死活。在哪里？我带你去。苏童跟着那人就走，人群散去，苏童看着那人。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啊？你是哪里人啊？你当然没见过我了，我们是同族，我的爷爷和你爹的爷爷那是亲兄弟。我呢在县里做活儿，刚刚我亲眼看到你爹还有你四叔被那些人带去客栈了。四叔？苏四郎？不是他还有谁啊？哎呀，你爹也是糊涂哎，怎么会给你定下这样一个烂赌鬼？我正说回村吃酒呢，结果就看到这种事情。你四叔让我一定要来通知你，瞧瞧，这烂赌鬼简直连全家都给害了。你四叔可是要考科举的，如今也被连累的被这些人抓去。哎呀，真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前程啊。昨天魏东来还说看到苏四郎和黄贵2个人相谈甚欢呢，此事就是有古怪。客栈很快就到了，等那些人将他带进去之后，他就看到被打趴在地上不断吆喝的魏东来，以及那位交过手的县太爷独子黄贵。我爹呢？这女人一打扮起来还真是有些看头，完全和南方女子的娇小不同。她身材高挑，凹凸有致，没想到这女人在这嫁衣之下竟是如此有料。苏童，你爹好着呢，这会儿正在楼下吃酒呢。苏童不信，他第一时间看向了趴在地上被人踩着背的魏东来。我爹呢？和你四叔在一起，我没见着。苏童，你快救我！他们设了套子，故意害我，真的，你快救救我啊！黄公子，我爹和魏东来可没有关系，放了我爹。没关系，那可不对，这魏东来可是你的赘婿，板上钉钉的，他欠的赌债就该你们全家还才是啊。先把我爹给放了。苏姑娘，这里可不是你讨价还价的地儿。我只管我爹，放了我爹，再和我说赌债的事。苏姑娘，赌债的事不急，毕竟和赌债比起来，我对你更感兴趣。啥？要他？所以玩了这么大，目的是他？这是个什么重口味？我什么女人没尝过，军妓还真没有。黄公子，我欠你50两银子而已，钱可以给你，放了苏童和他爹。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给我继续揍。哦，对了，一会儿表演的时候，让他在一旁看着，
我比较喜欢看着人绝望又不甘心的样子，特别是这个人还是曾经在京城不可一世的假世子呢。黄贵，你收了那个人什么好处？你以为这样就能让他赏你2口饭吃不成？你怕是不知道吧，人家已经将会员和剑元拿到手了。若是这次高中状元，那就是3亿元及第。咱们大魏国可从未有过这样的能人。你说我是看好你这个烂赌鬼，还是未来的新贵呢？黄贵，你要动我就动我，和苏童还有他爹无关，今日要杀要剐随便。这么硬气啊？你以为你还是当朝世子爷不成啊？魏东来不知道是不是被这话给刺激到了，刚刚还硬气的抵抗，转过头来好像知道没法子一样，开始摇尾乞怜。我可从来没有得罪过你，我已经成为阶下囚了，为什么就不肯放了我？放了你？那多无趣啊！放了我，你们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们。我说了我要苏姑娘啊，今日你们成婚，不如这洞房花烛夜我来替你啊，如何？苏童将目光看向了魏东来，他也想看看这魏东来到底会不会答应。是不是只要让你睡了这个女人，你就能放了我？不，我还要你亲眼看到我替你洞房呢。一个军妓而已，我可不想看，太脏了。你敢说老子脏？不，黄公子，小的不敢，我求你饶了小的，饶了我吧。只是我真不能看呐。你想啊，我这要是看了，这不坏了您的兴致吗？再说了，苏童那个爹是个护短的，说是被他爹给知道了，我得被打死。比起让我死，或许我生不如死，像条臭虫一样，更能得您的心意。你说是吧？那黄贵还真的认真思索起来。是的，羞辱是一回事儿，可他没想要他的命。哼，成，就饶了你这回。苏童，好好伺候黄公子，黄公子可不会亏待你的。为了我，也为了你爹一会能够走出去。魏东来被人放了，他说完这句话，和那些打手一起立刻退了出去。苏童独自面对着黄贵，他想，到底他是开膛还是破肚呢？亦或是两者一起？反正这种败类死了也就死了，大不了再麻烦一点，一把火将这里给烧了，自己再弄出一点小伤，来个死无对证，那这样的话也不会连累到别人。至于外面那一些，那就连着魏东来一起，早点送他们去见阎王好了。此刻，屋顶的一胖一瘦两人，这窝囊废，还真让自己的女人去伺候旁人，真是没用的东西。好了，你生气个什么劲儿啊？这么没用才好呢。如此啊，我们才好回去禀报。你可要在这里看活春宫啊！我可告诉你，我对这些可没兴趣。你当我有啊？我们这些去了根儿的人呢，哪喜欢这个呀？走吧，无非是人间惨剧，今日就到此为止吧。明儿我要来看看这魏东来如何收场。一胖一瘦说完，跳下屋顶扬长而去。而此刻屋内，瞧这窝囊废，连自己的媳妇儿都能拱手相送，这种货色也只有成为贱籍的份儿。要我说呀，你还不如好好伺候我呢，以后跟了我，休了这男人啊！苏童看向了门口，那倒影下听声的人不少，想来魏东来也在其中吧。就是不知道这魏东来死了，他那李四娘会不会伤心养出个这么个败类呢？着火了！这么巧，有人比他还快。那黄贵猛地打开了门，接着就看到了楼下浓烟滚滚。苏童立刻下去，
所有人全部往外撤，危机瞬间就解除了。爹，彤彤，你没事吧？你没事吧？苏童摇了摇头，他衣衫整齐的看着，不像是出了事儿。而且他发现苏四郎看向他的目光明显带着一抹惊讶。咱们快走，快走！那该死的魏东来就不能有，这个烂赌鬼，咱们去退亲，退亲！苏童没接话，就这么看着苏四郎。好，这次啊，多亏你四叔来通知我，说你被魏东来连累了。哎呦，没事就好，走走走，赶紧离开。黄贵倒是想阻拦，可是这大街上，而他们是良民，他还没那个胆子到大街上图谋不轨。这么好的机会居然错过了，该死！公子没着火呀，不知道是谁放了尸柴，这才冒了烟呢。什么？黄贵大怒，他转身返回客栈，要一探究竟。而苏童自然也是听到了这话，他眉毛一皱，这可真是太巧了。让苏童没想到的是，刚走没几步，又有人大喊：着火了，着火了！整个客栈冒出了浓浓的火光，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糟了，黄公子还在里面呢，快救人，快救人啊！哎呦，这县城果然是多事之秋啊！走吧，咱们赶紧离开这里。老四啊，这次要多谢你了，你可要和我们一起回去啊？不，我还有点事情，你们先回去吧，我先走了，走了。苏四郎拔腿就跑，好像后面有什么东西在追他一样。这亲事啊，是爹没考虑好，这烂赌鬼不能要，不能要。哎呀，早知道爹就不着急去给你改户籍了。不过不怕，等退了亲，明儿咱就去啊，反正也没啥影响。不急，乡里乡亲还等着呢。爹，咱们先回去。只是这宴席，办啊，让大伙为我们高兴高兴，反正都准备了，就当惠及乡民了。成，听爹的。苏童他们回来的时候，村长儿子和几位婶子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哎呦喂，怎么才回来呀？没事儿吧？没事儿，让大家担心了啊。没担心，就是听外面都在说那边好像着火了。啊，是啊，一家客栈着火了，大家都在那边救火呢。两边一寒暄，苏二郎正说婚事作罢，咱们先走吧。可让他们意想不到的人居然从屋里跑了出来。岳父，我可等候多时了，咱们现在就走吗？你怎么在这里啊？你还好意思在这里？你这个烂赌鬼，我可告诉你啊，这婚事作罢。哎，冤枉！那不知道是谁传的乌龙，我没欠银子，真没欠银子，我不过是回来晚了。啊？难不成经分了？闺女儿，咱们误会了。爹，刚刚你被他们带去，没有看到魏东来吗？哎呦，你四叔着急忙慌的来找我，带着我去客栈后，就在一间屋子里等着，说是一会儿魏东来就来。等了半晌，魏东来没来，倒是将火给等来了。苏童又看了魏东来的衣袖一眼，他发现这小子是故意将袖子挽起来的，这是给他看的，那火就是他放的吧？真的是一场乌龙，你不信问彤彤，可看到我了。闺女儿，刚刚你可看到魏东来被他们抓了？在企图挽尊的魏东来和一肚子坏水的苏四郎之间，苏童一个都不选。爹，这人的话别信，反正是个烂赌鬼。这亲事作罢了，明儿呢我们就去改户籍去。叔婶儿，咱们都走吧，回村儿。我爹说了，酒席照吃，就当先和我回家了。这烂赌鬼的确不能要，不管是不是欠钱了，这一次苏童他们还是耽搁了黄道吉日。岳父娘子，你们真误会我了，我没去赌，哎，你们娶我吧。
我已经是你们家的人了，让我跟你们走吧。以后你们让我往东，我不敢往西，让我跟着你们吧。岳父，我的好岳父，我的亲岳父，你是我亲爹呀！你以后就是我亲爹了。闺女啊，要不咱们还是听听看这小子要说啥。是啊，这都追了一路了，一直喊自己冤枉，兴许是真误会了呢。是苏四郎亲自来找的人呐，难不成苏四郎逗着玩呢？岳父，我冤枉，我真的是冤枉的。我虽然好赌，可是也知道轻重缓急啊。昨儿我就发现咱们苏四叔和黄公子走得近，也不晓得他们啥时候关系如此和睦。但是今天你就被黄公子骗了去，这我真是冤枉啊。你的意思是说我四弟骗我？可他为何要骗我呀？前些日子我们起了冲突，黄公子好像对彤彤有些苏二郎记起来了，当初闺女回来还和他说过这事儿，所以呢，将所有的事穿起来，就是这苏四郎故意使坏，帮助黄公子得到苏童。闺女，这小子的话可当真？爹，我和他去一旁说说话。这……您放心吧，就在那棵树下，你们都能看到的。苏二郎看了一眼，最后点头允道。苏童带着魏东来走到树下。苏童，你可不能过河拆桥。刚刚若不是我精明，假装臣服，然后下去放火救了你，这回你早就被人糟蹋了。我可救了你，你不能不娶我。你救我？难道我不是因为你才被人给盯上的吗？夫妻一体，怎么能是因为我被人盯上了呢？你得说你自己本来的身份就被人好奇了。那皇贵说了，想要和军纪……哎呀，我嘴贱，我可没说你是军纪，是皇贵说的，皇贵说的啊。所以呢，你如此想要嫁给我，是怕皇贵被烧伤来找你算账吧？谁说是我放的火？我可是受害者，我没放火啊，我没放过。好，又泼皮又无赖，他将这人设发挥的简直是淋漓尽致。你就这么想嫁给我？不是说死都不嫁吗？若是那皇贵真出事了，县太爷肯定要收拾人的。你们是良民，未必会被处置。可若我还是贱籍，就一定逃不出魔爪。所以你不能不管我。你这么会找事儿惹事儿，我可不想惹个大麻烦回家呢。我们俩的婚事就算了吧。这女人心怎么这么硬啊？豁出去了。苏童，你可不能这么狠心啊！哪里是我惹事儿？明明是他们看我不顺眼，我都躲在这千里之外的小县城了，可是他们还要找上我。你也听到了，那甄世子如今风头正盛，一旦真的拿下了状元，那就是三元及第了。那以后，京城的事儿你不知道，但是我清楚得很呐。那甄世子睚眦必报，他受了多少年的苦都要报在我身上。我死没啥呀，我娘是无辜的呀。你就行行好吧，帮我们一把吧。你可真是扯远了，京城那么远，和我可没关系。再说了，若是将你给休弃了，你就跟我们没关系了，人家应该不会为难我才对啊。不会，但凡所有和我有关系的人，他们都要收拾。你和我成了亲，户籍已经改了，曾经我就是你的人，他们一定会连坐的，我保证。你保证？人家吃多了吗？伸手这么远来惹麻烦？我不能出事儿。只要3年后我恢复了良民身份，我一定会报答你的，我保证，真的，我保证。苏童就这么看着魏东来，魏东来也知道这女人不好劝服，只得跪在那里不停地祈求。苏童，你给个准信儿吧，你到底怎么样才答应让我入赘啊？说是不到3年，咱们这婚事一旦作罢，我知道对你没啥关系，毕竟你户籍上还是未婚姑娘，可我就是贱民了呀。什么？没到3年，她也还是未婚姑娘？你是说是现在解除婚约，我的户籍还是单身？魏东来很是无语的点头，那可不行，他未来的目标是寡妇。对，寡妇。苏童，我求你了，我真求你了，
以后你让我往东，我不敢往西，我不想当贱民，我求你了，成不？苏童最后施舍地看了他一眼，抬脚就走。魏东来简直火大，都这样祈求了，他居然还不同意。这个女人简直还不跟上啊！你要错过几次良辰吉日才高兴啊？啥玩意儿？这是同意了？魏东来大喜，立刻跟了上去。爹，我觉得他说的好像是真的。四叔本来就对我不喜，不如……罢了，走吧，先成婚。这婚宴得进行，他们越是不想看到咱们好过，咱们越是要好好过给他们看。走，回家拜天地。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除了前面2个以外，后面这个就是魏东来跪下拜苏童了。如此之下，魏东来正式入赘，礼成。大家吃好喝好啊！刚刚苏二郎被带走，大家也都看到了，忍不住就有人问道。苏二郎就笑嘻嘻地说：哎呀，误会，都是误会，人家搞错了，我们东来已经戒赌了。哎，那苏四郎呢？他有些事情，所以没有一起回来。苏三郎是知道一点内幕的，他看了一眼屋里的苏童，心下思索开了。难道老四失手了？那黄公子又不要了？估计是，毕竟是个军妓呢。等老四回来好好问问就晓得了。不过看到这桌上这么多的肉，那叫一个心疼啊！这要是没分家，那这肉就是他们家的呀。这个苏二郎肯定还藏着钱呢，说什么没钱？放屁！没钱能整这么多丰盛的席面啊？糊弄鬼呢！苏三郎招呼这几个半大小子，死命开始往肚子里塞。至于之前答应了娘要给他们带吃的回去，早就已经忘在了脑后。等宾客散去，苏二郎和几个妇人一起收拾，剩菜那几乎是没有了。今儿我住在你张叔家啊，不用给爹留门。这一走，屋里就只剩下该洞房的新婚夫妇了。看什么看啊？没有，我就是觉得你真好看。这表情，这神情，发骚了。魏东来，你该不会想洞房吧你？我们已经是夫妻了，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配合你的。配合？怎么配合？哎呀，你经验丰富，你说怎么舒服我就怎么配合嘛。放心，我不会嫌弃你的。你想要啊？你怎么问人家这么害羞的问题嘛？你不想要？哎呀，苏童，你真是想你娘头啊你！趴在门缝听床角的那一些村子里的皮小子顿时一惊。哇塞，苏家姐姐和那假世子可真刺激啊！是啊，原来洞房会让男子如此兴奋吗？指不定是呢。哎，停，又叫了，好像比刚刚叫的还要兴奋一些了。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说苏家那丫头是军妓吧，你们还不信？寻常姑娘能让男人伺候的那么舒服？那假世子可是叫了一夜，不舒服能叫啊？那几个偷听的小子可是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呢。二狗子一大早就坐在了村头八卦。自从那该死的苏二郎打了他之后，他这心里就不舒坦的很。而且这办婚宴全村都请了，就是没请他。听说那席面老多肉了。你可嘴上留点德吧，当心被苏二郎听到又要收拾你了。咋的？我说实话都不许了。再说了，本来就是那女人不要脸，哪有姑娘成婚当晚那么不害臊的？人家苏家妇女给村里捐了100两，100两银子，人家为村里做了这么多事儿，还让全村的孩子免费入学，这样好的事儿，你们还在这里说人是非，你们亏不亏心呢？也就你们信。你们看啊，
之前他们回来的时候，大家是不是都怀疑那苏童是军机啊？可是他们聪明啊，捐给村里100两之后，听听，现在可还有人说他是军机啊？还是苏二郎聪明，就100两买了苏童的名声，你们一个个都被耍了还不知道，笨蛋！二狗子这些话有些让人忍不住细想，还真有一点道理耶。毕竟若不是因为这100两银子，大家也不会那么感激他们。哎呀，好了，都散了吧。二狗子，你也别酸了，你没孩子，当然不用上私塾啥的。可咱们这些人家，谁的孩子不想去私塾啊？以前谁敢想啊？谁读得起啊？可是现在呢？这苏家妇女做了这样的好事儿，不管出于什么，那就是咱们村的恩人，是大好事儿。咱们不说感激，还在这里编排人家，你们亏心不？都给我散了啊！二狗子，这人呐得往远处看，你就保证你以后没孩子？你孩子不上私塾？切！这么一说完，那村民就走了。争相离开之后，老树下就只剩下了二狗子。他恶狠狠地盯着这些人，这里面说不了闲话，难道外面说不了了？他去外面说，反正就是不让苏家妇女好过。哼！一大早，魏东来就耸着鼻子，顶着2个大大的黑眼圈出现。怎么，还我教你啊？去烧水做早饭。这哪里有男人进厨房呢？君子远庖厨，我怎么能干这个啊？那你觉得你应该做什么呢？苏童，你不能这么残忍吧？我是入赘来当女婿的，可不是来当佣人的。昨晚你就折腾了我1个晚上，我到早上才睡着。这会儿你又让我起来做饭，你也太过分了吧！刚回来的苏二郎听到这些话有些尴尬了。昨晚折腾了一夜啊，那不是很快就能抱孙子了？不过这魏东来也太虚了，瞧这黑眼圈，大男人怎么能这么没用呢？爹，你回来了。哎，亲爹，哎呦，你回来了，饿了吗？哎，彤彤马上就去做早饭。这蠢货还会使唤他，等着吧，要倒霉了。啊，那什么，昨晚你们也辛苦了啊，我去做吧，你们都去歇息一下。他爹怎么对魏东来如此仁慈？说好的混合双打呢？爹，他不累，可以做事儿的。你这丫头，咋不会心疼人呢？这男人呀，哎呀，男人的累你不懂啊。那什么，爹去做，爹给你们做。哎呀，爹，让他去。爹，不是我偷懒，我不会，我是真不会。不会就学，一个赘婿还想吃现成的呀？庄户人家没那么多规矩，学着做。啊，那这样，东来啊，你去厨房给爹生火，爹教你做。魏东来不情不愿地跟着进了厨房，刚一转头，意外地看见苏童拿着个斧头，一斧头劈下，脑袋大的一根木头硬是被他劈成了2半。这女人太凶悍了。罢了，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他要卧薪尝胆，忍。爹，咱们早上吃面条。彤彤喜欢吃，你记得啊，彤彤喜欢吃面食，以后学着点，好做给彤彤吃。魏东来撇撇嘴，做给他，做梦还差不多。不过他也喜欢吃面条，倒是没想到这婆娘跟他还有点相似。爹，这是做卤子。昨儿的剩菜还剩下一些，苏二郎打了2个鸡蛋，等锅里烧热了，就下了一点猪油，油一化开，立马将鸡蛋下锅，再调了一些汁水。魏东来就这么守在锅边，那香味一出来，那个馋哟，硬是流了好些口水。爹，这么多面条啊，还是爹疼我，知道我能吃。哎呀，瞧我呀，
倒是将你给忘记了啊！我再下一份。合着刚刚那至少有1斤的面条还没他的份儿，这苏童也忒能吃了点吧？这么快批了这么多，这苏童可以啊！这是在西北练出来的？之前说是粗使丫头，还有点迟疑，现在看他这利落劲儿，倒是有点像了。是面条啊！我最喜欢吃面条了。东来也喜欢吃，来，快坐下，尝尝爹的手艺。这手擀面的面条是真的筋道，再配上卤子，苏童硬是吃了大半斤，看得魏东来都愣了。当然他也不输给他，同样小半斤。这粮食可经不住这么糟啊！咱们家呢，虽然有之前东来送过的20多两银子啊，可不能坐吃山空啊。我就想着去寻摸一个摊位，还是卖猪肉。你们说成不？成啊，爹，我还可以帮忙呢，我可会吆喝了，我到时候帮你吆喝。那我去找你们张叔看摊位去了，晌午我就不回来了。你们2个在家能成不？魏东来有点不乐意，苏二郎不在，苏童那个老女人又要折腾他，可这家里没有他说话的权利，所以啊，在苏童说完没问题的时候，他就只能假意点头。哎，爹，你慢走，你早点回来啊，我会想你的，可想你了。苏童瞥了他一眼，拿上斧头道：走吧，上山。是上山？干啥？干。哼，你呀，粗俗庸俗。苏童，你好歹也是个女人，你这混话怎么张嘴就来啊？苏童，我们是去捡柴火吗？顺便打猎啊。你不是世子吗？骑射想来都学过的呀，打一只兔子或者野鸡对你来说应该是小事儿吧？魏东来觉得苏童肯定是在含沙射影，只是他没证据。那什么，不过小菜一碟。如此就好啦，也让我看看你这当了20年的世子学到的本事。魏东来脸色有点尴尬，不过倒是装得很好，继续上山。苏童，你说那黄公子会不会有事儿啊？他鬼知道呀，不是你放的火吗？有没有事儿你不知道啊？哎呀，我都说了不是我，讨厌死了，不要乱说。苏童有点恶寒，男人家家的，说话一点阳刚之气都没有，真的是让人怎么看怎么觉得这人没用。只是吧，苏童想到当初在赌坊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那个时候魏东来估计是对他全无防备的吧，所以苏童才能第一时间感受到这个人怕是个练家子。只是是不是练家子，他还得亲自试试才晓得。苏童，那你说黄公子若是真的出事了，会不会来找我麻烦呀？不会。这么肯定？你怎么知道不会？因为昨天苏四郎没回来，和咱们比起来，苏四郎更怕呢。是啊，苏四郎办事不力，他估计更害怕。我怎么没有想到呢？也就是说，我们不用躲在村里不出门了，对吧？怎么，手痒啦？想出去赌2把啊？哎呀，小赌怡情。哎，谁说的？不赌，我没钱不赌。最好掂量一下你自己的另外一只手。若是你不想要的话，我可以成全你。魏东来下意识地觉得手一阵疼痛。好吧，这个女人，她是真的有点惹不起，那些人怕还是在盯着吧。你打断了我的手，你还得花钱给我看诊，这多不划算啊！苏童，其实你想想看啊，这男人啊得有点兴趣才叫男人，对吧？我这小赌不大赌，其实没啥的，是吧？真是欠揍。所以呢，你的爱好是赌啊？哎呀，好巧啊！怎么了？你也爱赌吗？哎，对啊，我记得当初你可是赢了120两的，你赌术不错呀。你看我们多有缘分，都这么喜欢赌博，哎呦，真是太好了。不，你错了，你的爱好是赌，我倒不是。可你说好巧了呀。是啊，我爱好打赌徒，哎呀，可不是巧吗？得，他说个屁呀！又走了一段路，魏东来还是没忍住问道：哎，苏童，为什么你赌术这么好？你和谁学的呀？
童将军。少将军童三？是啊。少年将军童三，这大魏国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魏东来很兴奋。你真在将军府做活？哎，你真跟将军学的这些？哎，童将军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打仗厉害，赌博也这么厉害啊？童将军英明神武，气宇轩昂，神机妙算，聪明绝顶，学富五车，运筹帷幄，平易近人，大义凛然，见多识广，文韬武略。魏东来都懵了，这女人莫不是疯了？如此夸奖一个人。哎，停，够了。哼，你这样的小丑啊，连童将军的一根毫毛都比不了。一个死人被你如此吹捧，能吹捧活再说吧。你懂个屁呀你！我怎么不懂？我跟你说啊，别说如今童将军死了，不应该说下落不明，就算没事儿，他一旦回京，绝对逃不过一个死。你怎么晓得的？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小爷当年也是在京城响当当的人物。我是谁？堂堂的世子。我知道假世子吗？哎呀，说重点。哎呀，说就说，童将军拒绝的是谁的婚事？陛下，这还不止，陛下指的三公主，那可是宫中珍妃娘娘的女儿。珍妃是谁啊？那可是陛下最宠爱的妃子，20多年荣宠不断。最要紧的是，他的儿子还是如今太子之位呼声最高的三皇子。哎，知道你们童将军得罪的是谁了吧？听说那三公主听闻童将军拒婚，受了好大的委屈，绝食多日。陛下多宠爱她呀，当即让童将军回宫问罪。哎，结果谁知道回京途中出事儿了，这下可把三皇子坑惨了。他们现在啊，将童将军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儿呢。为何是眼中钉、肉中刺啊？因为大家都怀疑童将军这事儿啊是三皇子干的，人下落不明，尸体都找不着。三皇子一派可是被坑惨了，前头拒婚，后头陷害的。人家对童将军不是恨之入骨是什么呀？所以这童将军真死了还好呢。不过现在三皇子一族的人呢，卯足了劲儿要找到童将军，听说已经有点消息了，就不知道结局如何。你知道的倒是清楚，都发配到这里了，你如此关心京城的事儿，咋的？想回去啊？哎，苏童，你说我也去科举如何？考一个3元及第，不，5元及第，到时候打脸那些狗东西。野心不小，所以呢，连3字经都没有背完的世子要5元及第，你确定没和我开玩笑吗你？你怎么知道我只会3字经？你去听听啊，外面谁不知道啊？你是谁啊？假世子。假世子不学无术，财迷心窍，好吃懒做，大字不识几个，自以为是，烂赌成性。我在你心里就这么差呀？不只是我，是所有人的心里你都很差。好吧，太打击人了。魏东来不说话了，拿着小木棍走在前头打着野草。现在他们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距离了，再走下去就是深山了。他看向前头的人，要知道他是不是练家子，只有在危险的时候才能试探出来吧。苏童，我们是不是走得有点太远了？远吗？我没来过，所以不知道啊。啊，没来过？我在外10年，这里早忘了。那现在怎么办啊？你去打猎，我去砍柴，就这么办吧。真要打猎呀？啊？难道你不行啊？这话刺激到他了。不行？他怎么能不行？他是天下第一行，绝对行，必须行。哼！哼唧一声，他就走了。此处应该是深山了，当心野兽。苏童掂量了一下手中的斧头，然后撸起袖子就是用力一砍，脑袋那么粗的树干直接被砍断。这女人速度是不是太快了？这就砍断一棵树了？果然是粗使丫头，粗。魏东来继续往前走，只是没走几步，就明显感觉到了身后传来了脚步声。这追得也太紧了，这深山老林也能跟来，他得想想法子才行。毕竟不是谁都愿意
终日活在别人的监视之下。苏童这个母夜叉，居然让我打猎，我打个锤子，让你使唤老子，等着吧，等老子得到良民身份，看老子还装不装。一胖一瘦两人对视一眼，这小子如此折腾，苏家这丫头早晚休了他。哼，我看未必。这君纪和贾世子是真绝配呀，苏家丫头休了他，可就找不到这么好的对象了。你没听说过吗？县里都传遍了。昨晚他使出浑身解数伺候这小子，可见他也是满意这婚事的，否则早就休弃了吧。可如此一来，真让他安生当了良民，那咱们还能回去复命吗？是啊，总不能真的这么顺利吧。上次那事儿还以为他能受点教训呢，没想到那客栈居然失火，让那小子逃过一劫。但这一次我倒是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什么办法？这办法若是可行，我们可就能立刻离开这鸟不拉屎的地方了。哎呀，快说呀，到底什么法子？嘿嘿，策反那军纪，让他成为我们的人，和我们一起收拾魏东来。好办法呀！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让那军纪动手，可比我们时刻盯着划算。先折腾那小子3年，然后在3年来临之际休了那小子。你说这是不是很能折腾啊？可是军纪会听我们的？怎么不听？庄户人家什么重要？什么？钱。对，钱。两人说干就干。魏东来走了几步，就发现身后的脚步声停了，甚至有越走越远的架势。这是怎么回事？他有点不放心，以为他们是去找苏童的麻烦去了，随后就往回追了去。这边苏童坐在一旁用斧子削树枝，那两人的脚步声几乎是一靠近这范围，苏童就听到了。刚刚不是跟着魏东来去了吗？怎么这会儿又来他这边了？他假装不知，想看看那两人要做什么。结果那两人却直接走到了苏童面前。何事啊？深山老林，姑娘不怕？我夫君就在不远处，为何要怕？我们就是为了这事而来的。莫不是策反我？我们来和小娘子做个交易，若是小娘子你同意，我们会给你大笔银钱。啊？什么交易啊？我们要小娘子在3年来临之际休掉魏东来，当然作为补偿，我们会给小娘子一大笔银子。魏东来，魏东来，这是要将京城的人得罪的有多狠呢？杀人不过头点地，可人家要做什么呀？人家是要让你满怀希望，然后呢，在你以为要成功的时候，将你推入深渊。真够诛心的呀！多少钱？300两，怎么样？这可是一辈子都求不得的银钱呀！1000两。什么？1000两？你狮子大开口啊！魏东来也在不远处瞠目结舌。这女人真够贪的，不过这两人不可能同意，他们又不傻，等着吧，说不定啊，这苏童也要被收拾。君姐，你找死是吧？这3年，我可以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远处的魏东来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个女人，这个可恶的女人！哎，不能答应，这两人不能答应。好，成交。魏东来的心瞬间就垮了。他们怎么能够如此无耻？如此无耻啊！定金。姑娘爽快，这是定金500两。定金800两，不二价。好，800两就800两。但是我们怎么能知道你是不是折磨他了呢？留下信物，我每旬带着人去给你的人看。这法子不错，好，成交。那二人留下了一块令牌似的东西，
上面赫然写着一个“东”字，东陵侯府。这两个蠢货，这个把柄可是主动送到手里了。800两，这银子来的也太容易了。那两个监视的人终于走了，做事儿不用束手束脚了。可是却又来了一个比那两个人还要恐怖的女人。这女人一言不合就开打，真的是。不过虽然这女人嘴臭手毒，但是有一点，再无人时时刻刻监视她了，她或许能腾出手做准备了。收拾了一下，魏东来空手走了出去。你打的猎物呢？你也看到了，我就一只手可以用，所以没法打猎。没法打猎啊？行吧，那就等伤好了再打猎。将这背篓背上，我们下山。看着这被砍得整整齐齐的木头，魏东来明显排斥。这么多，我怎么背得动啊？手不能动，怎么？这背也背不动了？魏东来就知道，这女人会用这些招数折磨他。他认命地蹲下。这么重？这点活就不行了？不过100来斤而已嘛。啥？100来斤？苏童，你简直就是故意的！你这个……苏！魏东来真要骂，耳边传来了一阵快速跑动的声音。苏童也听到了，两人同时转头，魏东来吓得眼睛都直了。野猪！苏童，有野猪！是啊，野猪。苏童二话不说，转身就往身后的树上爬，动作之快，身手之利落。等魏东来转头想要招呼苏童快跑的时候，只见苏童已经坐上了树干上。我的个娘啊！你啥时候爬上去的？你现在考虑的是你也得躲起来。我怎么躲？我的天爷呀！我的手没法爬树！哎，苏童，你得救我呀！你得救我啊！魏东来吓得当即就要跑，可魏东来他哪里跑得过野猪啊？只能闷头绕圈子。我的斧头在下面，你拿着斧头吧，有个武器也是好的。我一个弱女子，总不能为了救你，连自己都不顾吧？你自求多福吧。若是真有什么，放心，我会替你照顾好你娘的。可是谁能告诉我这斧头怎么会这么重啊？这少说也有50多斤吧？苏童这婆娘哦，她不是人！野猪马上就要到了，快躲起来吧！哎，苏童，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呀！用力呀！快用你的斧头砍他呀！苏童，我害怕，我害怕！哎呀，砍他！你不砍他，他就要袭击你了。从树上看下去，魏东来怕得哟双腿打晃，可苏童还是只在树上煽风点火。危机时刻，魏东来若是不出手，行啊，那就等着被野猪咬死好了。他的手死死地握住斧头，面上早就面无表情，只是这声音听起来让人害怕胆寒。我怕，我怕。怕？那就出手呗！魏东来，又来了3头啊，怎么办啊？我好害怕啊！我和你拼了！说完，魏东来就拿着斧头向野猪冲了过去。魏东来，往左边跑！魏东来才没管苏童呢，以蛇形跑动，在野猪猛烈的进攻撞击之下，更是胡乱挥舞着手中的斧头。魏东来对付一只野猪看起来已经颇为吃力，到现在他现在胡乱挥舞着斧头，所以真的不会舞。可苏童还是迟疑。就在这个时候，那2头野猪就像是发了疯似的向魏东来冲来。苏童见着魏东来马上就要垮了，他正要下树，结果2支箭从远处射了过来。救命啊！救命啊！这2支箭正中那2只野猪的眼珠子。苏童正看过去，一个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声音传来，吓得他立刻在树梢上不敢乱动。
壮士，多谢壮士救命啊！走过来两个男子，一身劲装，一看就是有功夫的。你怎么在这深山之中啊？壮士，我和我娘子来山上砍柴，走错了路，多谢壮士救命，多谢壮士救命。那你娘子呢？啊，在树上呢。这么危险的事儿，我当然要护着娘子安全了，所以我娘子在树上待着。那两人对视了一眼，对着魏东来点了点头。危险之中能够护住自己的娘子，你这老乡倒是不错，是个重情重义的。哎呀，男人保护女人是应该的嘛。敢问这位老乡，可知道这荆州该如何去啊？荆州？那得翻过这个山头啊。你们要去荆州啊？啊，是。我们走错了路，既然是翻过这山头，那我们要抓紧赶路了。告辞。啊，壮士，多谢救命之恩啊！这野猪不如你们拿走，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这野猪兴许能卖上几个银钱，老乡就留着吧。告辞了。说完，那两人就走了。去荆州。荆州是大渡河顺下来的必经之路，所以他们是去找……哎，何必呢？苏童，你这个杀千刀的女人，你还不快点下来！你这只顾着自己不顾自己男人的女人，我真是看错你了，看错你了！苏童醒过神来，先是看了魏东来一眼，又特意看了那一眼野猪，鲜血流了一地，而斧头刚好在那野猪咽喉之处。魏东来这胡乱打杀还能直中要害，哼，当谁傻呢？愣着干什么？这是深山，再耽搁下去，一头都拿不走。一旦野兽闻到血腥味，我们都得死在这里。毕竟这一头野猪少说也有200多斤，可他们两个人这要怎么弄啊？可这头猪得怎么弄回去啊？做木筏拖着走啊！魏东来犯难了，他真不会啊。可就这会儿功夫，苏童已经开始动手了。只见他将刚刚剃下来的那些树枝给剪到了一起，然后用背篓里的麻绳给捆了起来。他又快又麻利，不到1炷香的时间，木筏就做好了。这么快？赶紧背上，别废话，血腥味太浓了，应该很快会吸引来野兽的，快走！我背？难道我吗？躲的时候你比谁都快，有这些粗活累活就让我做。苏童，你亏心不亏心呢？你话这么多，看来是一点都不累啊。那再去抬一头猪吧。好吧，魏东来选择闭嘴。不过用木筏倒是的确快了很多，而且这深山之中路上全是经年积载的树叶，所以拖拽嘛还不算太费力气。不行了，累死了，累死了。加上这四周已经到了安全地带，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走了。他直接瘫坐在地上，死也不动。苏童什么也没说，反而走过去，直接将那麻绳放在自己的身上，往山下走。魏东来见状，张嘴就骂：好啊，你明明能背还让我背，这还不止啊，一路上就跟催魂似的。苏童，你简直就是个心机深沉、不安好心的女人。刚下山，刚好碰到从县里回来的苏二郎。一看苏童背着一头野猪，魏东来在后面悠闲地走着，先是一愣，接着呢就是气不打一处来。你这个杀千刀的，你一个大男人不干活，居然让我女儿做。我女儿这手不能提，肩不能抬的，你也好意思使唤？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啊？自己的女人都不心疼，我看你啊，果然是欠收拾。我打死你这个不上进的东西！爹，误会了，真误会了。我刚刚抬了一路，不信你问问苏童，我可是从深山将这野猪给拖出来的，真的都是我拖的。不说这话还好，魏东来以为的夸奖和收手，非但没来，反而苏二郎打得更狠了。我就说这附近怎么可能有野猪呢？你这个杀千刀的，还敢带我女儿去深山？你想干什么？
你要是敢有什么坏心思，我剐了你！哎，苏童，你解释一下，你快帮我解释一下呀！解释？你想多了。刚刚不是骂得很爽吗？骂呀，继续骂呀。爹，我没事儿，只要你和东来能够吃上肉，我累点也没啥的。果然，煽风点火这种事情简直就是无师自通。苏二郎的鞋都脱了下来，追着魏东来满院子的跑。苏二郎急忙带着猪到了县里头卖给了酒楼，得了5两银子。苏二郎做事敞亮，卖猪的时候将女儿和女婿都带上了。苏二郎拿着银子又去割了2斤肉，递给魏东来和苏童。去看看你婆母，这肉是臭小子打的，也得孝敬孝敬亲家母啊。魏东来原本挨揍之后不满得很，可是被苏二郎这一操作给整懵了，硬是坐在了牛车上，不晓得说什么才好。直到到了自家偏僻简陋的小屋子。娘，我老丈人让我给你送肉来了。大门吱嘎一声打开，李四娘一脸惊讶地出现在了门口。快进，这还没到时间呢，怎么就回门了？可是我家东来做了什么错事吗？亲家，你告诉我，我来收拾他。李四娘说完，左右一看，捡起了门口的棍子，二话不说就开揍。魏东来都给打懵了，等反应过来，满院子的跑。我没有，别打我，别打呀！爹，回门日子还没到呢，咱们这样上门，怪不得人家误会呢。这不是忘了吗？你爹我在外10年，哪里记得上这个呀？那咋办呢？我去解释一下。要不还是等等，反正那小子皮实，打不坏的。苏二郎想了想，今天女儿回来那大汗淋漓的样子，对，先打了再说，反正他亲娘打的，没事，忍忍就过去了。这一忍，硬是到了李四娘累了才歇下。苏二郎立即走了过去。亲家呀，怪我，你误会了啊！是这样的，今天东来和彤彤呢，2人在山上捡了一头野猪，这不卖了银子，我就说买点肉来看看你。这东来啊，虽说嫁到咱们家了，可你也是他亲娘不是？这得了好东西，理应想到亲家的。李四娘哪里想到这家人如此的厚道，这入赘了就是和原来家里没关系了，可是人家还能想到他，这得是多好的人家呀！李四娘感动的眼睛都红了。可这肉呀，不能要。这肉如此金贵，哪里能给我这样的贱籍吃啊？你们快回去吃吧，给彤彤吃，彤彤补身子。娘，我身子好得很，不必补。你喊我什么？娘啊，怎么了？不能这么喊啊！能，好闺女，真是好闺女啊！大哥，你养了个好闺女。是啊，我这闺女儿啊，别的不说，那绝对是懂事又听话，而且孝顺得很，还善解人意，知书达理，温柔贤惠。我呀，就指着闺女儿享福呢。那苏童有这么多优点吗？这苏二郎要不要这么盲目自信呢？而且这父女2人也太过分了，早点出来说不行啊，还害得他又挨揍了一顿。真是没见过这么讨厌的父女俩，讨厌死了。从李四娘的院子出来，魏东来可不想以后再被这父女2人混合双打，所以厚脸皮的开始讨好老丈人了。爹，今日去看那摊位如何了呀？已经看妥当了。就是那个位置呢，是和人合着用的，逢单咱们用，逢双别人就用。那这双日咱们就休息？休息什么呀？到时候走街串巷，稍微便宜点，定能买到更好的价格。反正这事儿他不去，
可魏东来不去，苏二郎也不同意呀。都说好了，明儿一早就开始啊。咱们先去杀猪，猪我都收回来了，然后再卖试试。明天早上呢，东来和我一起去。我去？对，我杀猪可是一把好手，你要是学到了，那以后就是一门手艺，好日子还在后头呢。魏东来哪里乐意，可又怕又挨打。思来想去，他说道：要不彤彤也一起去吧，这第一日咱们全家都去，也算讨个好彩头。魏东来想得好，到时候呢就偷偷溜出去，让苏童这死丫头顶包。彤彤，明天你也一起？好啊，我和爹一起去。当天晚上，苏二郎再次下厨，这回不用召唤，挨了打的某人主动去帮忙烧柴火了。爹，您教我学，以后啊，我给你和彤彤做。是要多学习一下啦。我们彤彤在将军府当丫头，可是这将军府的丫头和庄户人家是不同的。彤彤肩不能提，手不能抬，是个弱女子。你呀，是个当爷们儿的，得好好照顾着，知道吗？肩不能提，手不能抬，尼玛，打断他手的时候，可是眼睛都没眨一下，他老丈人也太那啥了吧？对，爹说的对，以前我不懂，现在啊，我和彤彤成婚了，我一定会学着好好照顾彤彤的，我保证。那就好。爹，咱们今晚吃什么呀？这不有肉吗？今儿爹就给你们做个红烧肉。哎呦，这土豆烧肉味儿最是正，配上大米饭，哎呦，那滋味啊，神仙都不换。说着，魏东来就要流口水了。门口的苏童听到这些话，却实实在在地陷入了沉思之中。接触下来，魏东来这个人明显是藏着马甲的，所以啊，这个人在过去的20年里，到底是经历了什么呢？这一场侯府换子案的背后，还有什么样的内幕呢？夜间，魏东来睡在床榻的角落，慢慢从床边爬起来，走到了床角。今儿那800两银票，他可是看得真真的。苏童这死丫头是揣兜里的，那可是他卖身的银子，无论如何都得拿过来。可是魏东来翻遍了整个兜，也没找到一个子儿。钱呢？这女人藏起来了，可这屋子就这么大，她藏哪儿了？魏东来披着衣衫，在屋里四处转悠。苏童假寐在床，看这小子能玩出什么花样来。就在魏东来失望的想要上床休息的时候，苏童起身了。魏东来以为自己被发现了，正要解释说自己要下床撒尿。正好起来了呀，那就走吧。走？大半夜的干啥呀？去杀猪啊！你不会不知道杀猪都是大半夜进行的吧？可爹应该也没醒吧？爹今天喝多了点，就不去了。我和你一起去。你去能做啥？我呀，杀猪啊！什么？你？是不是苏童？等到了杀房后，魏东来才知道是真的了。这猪为何自己杀呀？也可以请杀猪匠来杀呀，可是杀猪匠杀了猪，就得拿走一副心肺或者其他内脏，对于庄户人家和我们这些小本买卖来说不划算。所以呢，如果自己会的话，能省下一笔钱。那你的意思是说，这猪你杀？苏童笑了笑，拿起刀，前头还笑嘻嘻的和魏东来说话呢，后头手起刀落，利落的直插咽喉。随着一声惨叫，鲜血呲啦一下就流到了下面的桶里。你！苏童看他那样，笑了笑，指了指一旁正在烧着的热水。把水提过来，给猪褪了毛，就该开膛破肚了。苏童啊，这些活怎么能女人做呢？要不还是等爹醒过来吧，
爹醒了再说。苏童看他没动，他自己走到了一边，用开水在那猪身上淋了一圈，然后用刷子刷干净了，再淋了一圈。爹喝多了，这些都是小事儿，我做就可以了呀，不是还要你打下手吗？苏童啊，我手不能提，肩不能抬的，我做不了，我真的做不了。哦，这就完了？他不强迫他干嘛？这感觉不是他的风格呀。可真没强迫，因为苏童说完这一个字，人就低头了。然后他手中的刀刃一动，魏东来都能听到那皮开肉绽的声音，肠子、心肝、肺、五脏六腑，就这么直白的呈现在眼前。他再也忍不住，哇的一声全都吐了出来。这点就受不住了。这爆炒猪肝那天你不是吃得很香吗？这红烧肥肠那天你也吃得可口啊。我求你别说了，别说了。以后这些啊你都得学。咱们家既然要去卖肉，会杀猪就是关键的。而且呢，你得知道哪个部位是哪个部位的，什么是五花肉，什么是前夹肉，什么是后臀肉，部位不同价格不一。我学不会，这太残忍了。苏童，你怎么能杀猪呢？你怎么能这么残忍的对待猪呢？你考虑过猪的感受没有？你不是丫鬟吗？为何杀猪这么利落呀？苏童，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呀？在西北那样的地方，别说杀猪了，杀人都得会。所以魏东来，别在我面前耍心眼子，我这手可不干净。回到屋，魏东来硬是不敢闭上眼睛。现在他再看到苏童，就真的觉得有些发怵了。这女人杀猪的动作如此利落，他甚至有点相信她是真的杀过人的。苏童无缘无故大半夜的起来杀猪，还非要他跟去，这是为什么？是为了给自己提个醒吗？让他少有那些花花肠子？可为什么要提醒他呢？该不会是那两个人的事情他一早就知道？对，肯定如此。所以苏童是真的在敲打他，让他乖乖听话，毕竟银子已经到手了。苏童，你睡了吗？可不可以不要休我？我想出人头地，想当良民。身边是均匀的呼吸声，依旧没有回答他的话。苏童，你就不想知道为何我在侯府20年，真假世子曝光之后，他们会那么狠心，连个良民的身份都不给我吗？这个问题的确是苏童一直很好奇的，可是按照他这个风评，难道不该如此吗？你不学无术，烂赌成性，好吃懒做，你……停，别说了。要么不说话，这一开口就是贬低他的词。苏童，我当了20年的世子，侯府是什么地方？即使再不济，也不会让一个世子的名声如此臭大街吧？你说呢？是啊，侯府不控评。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侯府故意为之了？对。这话苏童还真是接不下去了。侯府故意让自己的世子背上这样的骂名，目的呢？意义何在？魏东来，再敢撒谎，扒了你的皮！因为真正调换了世子的人不是我娘，是侯府夫人，也是我的养母。她早就知道我不是她的儿子，所以让我替她儿子占着世子的名衔，再养废我，就是她的目的。只等有朝一日她亲生儿子找来，我能顺利的给他们的儿子让路。苏童，我和我娘从头到尾都是他们的棋子。疯了吧？这么玩的？你娘知道吗？知道又如何？跟着他在烟花之地好，还是在侯府好，还需要说吗？那真的世子呢？他小时候就被我娘送到了一家殷实的庄户人家，否则又如何能够科举入仕呢？所以如今功成名就，反而要收拾这个曾经霸占了他位置的人。真世子不知道内情？不知道比知道好。不知道，他就是妥妥的受害者；可知道了，他就成了什么了？苏童就这么直直地看着魏东来，
直到门口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魏东来，魏东来，你家着火了，你娘被烧死了，你娘被烧死了。苏童从来没有见魏东来跑得这么快过，一点不掩饰，一点不遮掩，就算是他用尽了全力，也只能和他平行奔跑。大火已被浇灭，一具被烧得焦黑的尸体正趴在烧成灰烬的木框边，大家都站在门口，看着这人间惨剧。尸体的温度将他的手烧得一阵哆嗦，可他好像没有感觉到一样，还在擦拭着，擦拭着。别擦了，再擦娘会疼的。他的手一下子就顿住了，明明下午才见到的，还送了肉，还挨了打的，怎么一眨眼功夫就没了呢？苏二郎在一旁打听，片刻之后走进来。1个时辰前起火的，火是从这个屋子里着起来的。他们说是你娘烧炭的时候没注意到，这才引燃了屋子。大家已经帮忙救了，可是他那屋子里边反锁着打不开，所以苏童就看到，在苏二郎说完这些话以后，魏东来的手猛地一顿，然后眼睛就一下子红了。一直没啥反应的人，这一刻才突然有了反应。他蹲了起来，双手弯曲，想要将他娘抱起来，可是他的手受了伤，根本使不上力气。走吧，找个地儿埋了。要不埋到我们村后山吧。天快亮的时候，李四娘已经安然入土，而全程魏东来都没有再说一句话。苏童，他们是不是忘记了我娘是贱妓，哪里有资格烧炭呢？所以李四娘是被人杀死的。苏童的反应是立刻关门，不让这话传出去。苏童，对我好的人都得死，下一个可能就是你了。你休了我吧，我不会怪你的。所以他已经卷入了这场风波，是吗？那他是真的要休了他明哲保身，还是顺着这风逆向求生呢？好好休息吧，我做你最喜欢吃的面条。这是苏童的回答。开门走了出去，他没看到的是，床上某人在听到他的话后，那眼角的泪流了出来，以及不知道是在哭还是在笑的浅浅的笑容。东来睡着了？没有，让他静静吧。眼看着日子有盼头了，可这好人呐，就是不偿命哦。我去把猪收拾了，今儿不出摊了，在家歇着吧。爹，怎么了？你说我婆母的死会不会和京城有关系？傻丫头，看破不说破，就算是猜到什么，也当作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呢，就是普通的庄户人家，东来也是咱们家的赘婿，其他的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爹，那魏东来会不会来给我们惹麻烦呢？要不还是休了他吧。傻丫头，都成婚了才来害怕，早干嘛去了？人家要收拾你，就一定会收拾，不会因为你是不是休了他娶了他就收手。所以呢，日子还得继续过，若真有麻烦，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现在就算舍人而去，要对付你的人也不会收手。是这个理儿，苏童可还收了800两银子的。你好好想想吧，那小子也真是可怜呀。说完，苏二郎进了沙房，正想将猪解开，等过2天再杀，却看到不仅杀了，连分割都分割得很好。这是谁做的呀？爹，猪我都杀了，你看着怎么存放才好。早知道就不这么着急杀猪了。苏二郎看着这分割的整整齐齐的猪肉，还有已经剔得干干净净的骨头，
忍不住吞了一口唾沫。特别是看到那整齐不见一点碎骨的脊骨切口，他有一瞬间的怔愣，接着什么也没说。他拿起了一旁的砍刀，在那整齐的切口上胡乱砍了几刀，直到切口处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他才收了刀，全程什么都没说，也什么都没问。早上是一碗红彤彤的红油面条，不过还没喊他呢，魏东来就自个儿走出来了。吃面条呀？哎，这个不错，我就喜欢吃面条。爹，吃饭了。这小子就恢复了。你娘下葬的草率，可这涧脊不许用棺木，只许用草席掩埋，而且还不许停灵，不许大办。所以一会儿呢，你们去买一些香蜡纸钱给你娘烧烧，也算是尽尽心吧。那不用了，就这样吧。死了呀，别花冤枉钱了。有这银子，还不如让我多去赌2把呢。这话苏童还没来得及给反应，苏二郎就已经跳起来，找过一旁的木棍子就开打。你这个忤逆不孝的东西，我打死你这个不知人事的家伙！魏东来放下碗就跑，一边跑一边嚷嚷：我又没说错，他是涧脊死了就死了嘛，本来又没养我的，我能给他埋了送终就不错了，别打了，别打了。爹，你去吃，我来收拾他，他这是皮痒了。父女2人混合双打正式开始，全村围观，就跟看戏似的。可这一次之后，赘婿那凉薄又好赌的性子却是彻底的打响了名头。这下可以走得安心了。我早就说了，这人呢是凉薄性子，看到没？果然如此。胖子笑着点头，这下是彻底放心了。如此凉薄，那军妓妇女绝对不会再对他交付真心了呢。这一次苏二郎是真的生气了，看到他就一肚子的火气，索性也不吃饭了。本来说可怜他歇几天，如今看来歇个屁，反正这猪都杀了，那去卖猪肉好了。过来，挑着这担子肉，我们去村口卖。反正马上要过年了，家家户户都要做些腊肉，咱们呢就留下一个腿儿，其他的都卖了。爹，我手还有伤呢，我怎么可能拿得动这个呀？拿不动就多跑几趟，反正就在村口。赶紧的，再敢给我耽搁，仔细你的皮。等到他认命的担着那一担子的猪肉走了，苏童这才微微一笑。魏东来这个人怎么说呢？真是可怜又可恨。他拿着笤帚打扫院子，一抬头就看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蹲在门外的小鸭。小鸭怎么在这儿啊？面对苏童的问话，小鸭像是没听到一样，继续蹲着揪蚯蚓，揪出来一条就要做事往嘴里放。小鸭饿了呀，姐姐给弄好吃的，我们不吃这个，知道吗？以后饿了呢，就来姐姐这里，不能去挖蚯蚓吃，知道吗？饿了就来找姐姐，姐姐，我是姐姐，记得吗？苏童，苏童，小鸭在这里吗？屋外传来了大伯母的声音。苏童拉着小鸭出去，一见到女儿那干净的脸蛋和亮晶晶的小嘴儿，亲娘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彤彤啊，这钱你先拿着，以后等大伯母有了钱，我再补给你。你们刚刚分家，自己都过得不宽裕呢，你快拿着。不碍事的，小鸭喊了我一声大姐，那就永远是我的妹妹。她能吃多少啊？不碍事的。咋能没吃啥呢？就是她嘴里的糖，就是金贵东西啊。苏童，大伯母知道你对我好，我都知道的，是大伯母没有本事，是我没用。初见大伯母的时候，就知道她是个爽朗性子，帮着自己和村里人理论。可是几次三番看到她被苏老婆子打压成如今这个充满了悲情色彩的人，苏童这内心就不平静了。大伯母可想过要离开苏家？离开？我娘家不顶用，
我能去哪里呀？就是去了，也可能被赶出来。误会了。苏童在他耳边凑近了一些，小声说道：“我是说河狸。”快别说，快别乱说，这话若是让人知道了，那可就真不好了。苏童也懒得隐瞒，索性将之前听到杨氏和苏老婆子的对话说了出来。青娘听完目瞪口呆，他们怎么敢呢？我这个正常的孙女儿都能卖掉换钱。青娘的眼泪大颗大颗的往下落，不知道她有没有听进去他说的话，她只是坐在一旁一直沉默着，默默流泪。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家做饭了，我就不打扰你了。苏童收拾了一下院子，然后关好门向村口走去。他也去看看猪肉卖的怎么样了，一靠近就看到村口围满了人。赶紧给你婶子拿绳子将这肉穿起来。可魏东来才因为这猪肉吐了一回，这会儿看着这白花花的肉充满了嫌弃，立刻就有村民调笑道：这贾世子呀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活计。二郎，你这女婿是怕脏呢。是啊，看看这细胳膊细腿的，到底是侯府里养出来的，如此细皮嫩肉，就是和我们庄户人家的汉子不同呢。可不嘛，他哪里做过这样的活计啊？嫌弃这个也是该的。我管他以前是干啥的，现在入赘到我们家了，那就是农民，就是乡巴佬，以前那些坏毛病都得给我收起来。过来，给我捆肉。顺手呢就是一块红彤彤的肉塞在了魏东来手中。魏东来先是一愣，接着早上的记忆扑面而来。我的老天爷呀，怎么就吐了呀？是啊，怎么就吐了呢？你干啥呢？这孩子今天早上才看到了他娘那惨状，你让人碰这个不是难为人家吗？大家这才恍然大悟，是啊，听说昨晚魏东来的娘被烧死了，这人被烧了可不就跟着烧猪肉一样吗？没出息的玩意儿，赶紧滚回去，看着你就心烦。他也没有回家，左右看了看，确定没人跟着他了，他拔腿就往县城里跑。苏童跟在后头看得仔细，想了想，偷偷的在后面追了上去。魏东来直接去了县城赌坊，连弯都没拐一下。苏童就站在拐角处看着，那小子吊儿郎当的进去，门口的人还拦了一下，结果没拦着，人还是溜进去了。是苏娘子啊，刚刚不是我们让魏东来进去的，是他自己进去的。您别怪我们，我们真的拦过了。我晓得的，不怪两位大哥。赌坊人很多，苏童一路过来，真的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可是这一圈下来，真没见到魏东来的踪迹。难道他没进来，还是说从后面走了？苏童正要询问，一道熟悉的声音从身后的桌子上传来。他在哪里啊？可刚刚我明明没有看见的呀。苏娘子，你来了。老虎兄。黄老虎做了一个抱拳的动作，看了一眼里面赌博的魏东来，对着手下就骂道：我怎么吩咐的？我说没说过魏东来一来就将人打走，你们怎么不听呢？大哥，我们劝了的，魏东来那小子跟抹了油似的，滑不溜的，稍不注意就进来了，我们这没用的东西。苏娘子，我马上让人帮你抓住丢出去。苏童点了点头，想了想问道：啊，老虎兄，请问那扇门通向哪里啊？内院，平日呢我会住在里边。你住的地方？是啊，怎么了？那是误会了吗？不啊，应该不是啊。苏童看了一眼这黄老虎，这个人之前一直以为是赌坊老板，会一些手上功夫什么的，应该是寻常混道的。可此刻许是心里存了疑惑，再看他就觉得好像他忽略了什么。魏东来也刚好被揪了出来。放了我！你这狗日的放了小爷！你信不信小爷要你的命？你要谁的命？
昨儿听说你娘被烧死了，你这今儿就跑来赌。魏东兰，你也真是够混的啊！我黄老虎闯荡江湖多年，见过的人多了去了，你这么嗜赌成性、死不悔改的人倒是少见呀。哎，你别乱说，我可没赌。媳妇儿，我真没赌，我兜里一个子儿都没有，我赌什么呀？我就是看热闹，看热闹。苏童没和他歪扯，而是对黄老虎笑了笑。多谢老虎兄，打扰了。说完，拖人就走，就跟一景似的，引得旁人哈哈大笑。能遇到这样的婆娘，也不晓得这假柿子是幸呢还是不幸呢。只有黄老虎看了一眼两人的背影，笑了笑，转头向手下吩咐：去准备被褥，今晚开始，我宿在此处。是，你干什么？干什么这么看着我？你长得如此细皮嫩肉的，说是在西北，可能比最红牌的姑娘还要受欢迎呢。你居然拿我和那些小官比！哎，苏童，你这个不要脸的，你是不是去玩过了？玩过如何？没玩过又如何呢？你管得着吗你？我是你男人，我就得管。就你啊，魏东来，我之前和你说再去赌，我就会打断你的另外一条胳膊。哎，看来你是真将我的话当耳旁风了。既然如此，那就只能给你上点真章了，不然你这耳朵呀，哼，白长了。苏童说完，拿过一旁路上的一块废砖，做事要高高举起。就在这个时候，一道声音传来：且慢！果然出现了。苏童顺着声音转头，看着走出来的黄老虎。老虎兄，有事儿？黄老虎看了一眼魏东来，半点不提这两口子咋了，而是有点神秘地招呼了一下苏童。苏娘子，咱们借一步说话。哎，黄老虎，你要说啥？你想带我媳妇干啥去？魏东来骂骂咧咧地站起来追着跑。三人到了巷子，魏东来就忍不住了，对着黄老虎吼道：干啥？老子可没欠你钱，你想干啥？苏娘子早前请了兄弟们喝酒，苏娘子大意啊。我黄老虎呢，也不是不讲义气之人，实在是这事儿我看着有些不妥，所以提醒两位一下。这是什么事儿啊？让这黄老虎如此郑重。可是早前客栈着火，县太爷的独子黄贵被烧伤了，听说县太爷火大得很，今天一早已经让人将苏老四给带走了。烧哪里了？脸，据说留疤了。苏童懂了，这是断了黄贵的青云之路了。这魏国有明文规定，凡容貌不佳者不可入朝为官。这消息呢，我也提点了。苏娘子，保重。多谢。一旁的魏东来已经吓呆了，整个人紧张得很，也不管是不是害怕了，拖着苏童就往城外跑。苏童，咱们快点回去收拾东西跑路吧，赶紧的！一旦被那护崽子的黄大人抓到，我们可就惨了。那苏四郎肯定会暴露我们俩人的，快跑路！放火的是你又不是我干什么要跑啊？他是县太爷是不假，总不能不讲道理吧？你怎么会说出这样的狠话呀？我为什么会放火？那还不是为了救你吗？你怎可如此忘恩负义啊？哼，你这么理直气壮之前，怎么不说我们是为啥被黄贵给抓了的呀？难道不是你自己好赌中了圈套吗？苏童，你可别傻了，我们都成亲了，夫妻一体，找我麻烦那就会放过你啊？再说了，我娘刚死，我孤苦无依的，你怎么能置我于不顾呢？我们是一家人。魏东来，你装疯卖傻的本事这么大，谁敢和你成为一家人呢？若真出了事儿，我一纸休书休了你便是了，和我们父女可就没干系了。魏东来是真的急了，哪里想到苏童会说出如此无情无义的话，这也不是说话的地儿，他索性拉着人就往小树林里钻，他得和这女人好好说道才行。两人不知道的是，他们这钻小树林的举动
刚好被喝酒回家的二狗子看到，瞬间来了精神。那军纪可真是会伺候人呐，钻小树林这样的事情都敢做。不行，他得去和人说道说道，看看这军纪将贾世子伺候的多舒坦呐。昨晚上我跟你说的话你忘记了？哎，你别羞我，保管对你有好处的。啊。哦，不多说2个字？魏东来越发的码不准这女人的路数了。以前在侯府，那么精明的侯府夫人都能被他耍得团团转，可这女人简直就是个另类，另类呀！你哦什么呀？啊，以后这话可别提了。你每提一次，我这小心肝儿我就被吓得一跳一跳的。你听听，这我跳得多快啊！不跳你就死了。哎，我说的是真的，我忍辱负重这么多年，我一定要出人头地的。其实我很好奇，你娘死了，你就不难过呀？难过呀，我可难过了。可是我难过，她也活不过来啊。我娘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我出人头地，只要我达成了她的愿望，那才是报答了她。哎，这么哭一场没用的，对吧？哼，凉薄的话硬是被他说成了有道理的样子。走吧。去哪儿啊？回家呀。哎呦喂，我说了半天你没听懂啊！我说了跑路。苏童停下来，看着这个估计将做戏已经演入到骨子里的男人。第一，三河县地处最南边的角落，四面环山，唯一不环山的一面还是围绕大渡河，出路只有一条，狭窄难走。蜀道难于上青天，这话可不是白说的。你觉得你有本事逃得了那狭小的通道，而不被抓捕的人抓到吗？第二，就算不出三河县，四周的乡镇突然出现我们几个陌生人，当谁傻呀？还是当人都和你一样蠢呢？可若是不怕，那万一县太爷的人找来怎么办啊？那就等找来再说。魏东来那个急呀，苏童这个人怎么这么天真呢？毁掉了人家青云之路，那县太爷不报复到他们家家破人亡才怪呢。苏老四都被带走了，他那么讨厌你们，肯定会将你们暴露出来的。你呀，你要我怎么说你才好啊？他，哼，爆出来再说吧。他敢要我的命，我就敢要他全家的命，走着瞧。要不我先上山去躲起来？你想啊，你一个弱女子，他们就算要怎么样，也不敢太过分的，对吧？可是我不同啊，我可是贾世子啊，新仇旧恨又受人指使，那万一呢？那万一对我下黑手呢？我可找不到地方哭啊！所以啊，这是大难临头各自飞。哼，行啊，你若是觉得躲山上安全，你就去吧，躲好点啊。哎，这可是你说的啊！我走了啊，等过几天风头过了我就下来，你们也注意安全。若是不对，你们也上山，听到没？成，听到了。说完，魏东来果然顺着小树林上了山。苏童一脸玩味地看着这个跑掉的人，跑掉的魏东来脸上果然是一扫刚刚的谄媚和不安，变得从未有过的镇定和严肃。黄安，那就让你们父子两人一起失了这青云路。苏二郎的肉卖了一大半，剩下的一些作为人情给村长家送了一份，又给张叔家送了一份，还有一份他招呼苏童道：你给你奶提去。给他？我不去。干啥要给他呀？他那么坏。大家都看着咱们在这卖肉呢，村长和你张叔家都有，你奶能没有啊？那你让村长和你张叔家好意思收啊？而且这会儿路上人多，大家都从地里回来啊，赶紧去吧。苏童不情不愿地提在手里，正要去，苏二郎叫住了他：回来！怎么你一个人啊？那个混小子呢？苏童凑在苏二郎耳边，将县太爷家的事情说了一通。等说到魏东来害怕躲到山里去了，苏二郎果然那个气应。这个挨千刀的玩意儿，吃饭比谁都快，干活比谁都慢，遇到事儿倒是跑得比谁都快。
看我今天不好好收拾这臭小子！苏童提着肉，听话的在村民面前大张旗鼓的去了苏家。臭军妓，你怎么来我家了？快点滚！我娘说了，你晦气的很，不许你来我家。8岁的苏铁牛还是那么的讨厌，口没遮拦，让人厌恶。你再不知道礼貌，我不介意让你嘴里的牙全掉光。你敢？我奶和我娘不会放过你的，他们会打死你，打死你的。哼，那我呢，就叫爷爷再来找你们，是让你的头发呀也被剃成了光头，看你好不好意思出门。啊！爹娘奶，军妓来了，他又来欺负我，他还要让爷爷剃光我的头，你们快出来！门还开着呢，这一嗓子没将杨氏他们叫出来，反而是周围的村民都围了过来。哎，快喊啊！正好我也看看这被剃了头的杨氏和苏婶子头发长出来了没有。对对对，快出来让我们瞧瞧，可长出来了。正要出来的杨氏和苏老婆子瞬间就蔫了，摸了摸头发上的毛茬子，就气不打一处来。苏老三无奈，只能出来硬着头皮问道：苏童，你来我家干啥呀？啥事儿啊？我爹让我呀给我奶送肉，可铁牛说话真没礼貌，三叔你可得好好教教他。苏家可是有家教的人家，他这出口别说家教了，就是祖宗的脸都被丢尽了。可别让我爷爷再出来了，老是这么惊扰他也不好，是吧？一想到最近发生的事情，就心里发怵，反手就是一耳光打在了铁牛的脸上。铁牛哇的一声哭了出来。看，哎呀，三叔教训他了，肉给我吧，我一会儿做给你奶吃。爹打我了，娘，爹打我，爹为了那个贱人打我，他打我。苏铁牛跑去告状了。苏童懒得看戏，反正一家子乌烟瘴气的，一会儿他们少不得还要再吵一架呢。苏童退出门就走了。门口的村民争相夸着苏家妇女厚道，分了家还惦记着给老娘拿肉来，这名声真的是越发的好了。回到家，苏二郎果然没回来。苏童打理了一下屋子，就准备做饭，结果刚做没2下，2个衙役就出现在了门口。是不是苏童啊？是啊，两位这是？县太爷让我们带你回去问话。问话？敢问是何事啊？之前客栈着火，听说你正在里面。大人说了，所有相关人员都要回去调查。你夫君和你爹当时都在，让他们一起去。我爹和我夫君去山里了，不知道啥时候回来呢。咱们这庄户人家吃喝都靠大山。那你就先和我们走一趟吧。苏童跟着人去了县衙，可这去了县衙却不是被带去大堂问话，而是直接去了牢房。我又没有罪，为何要管我？废什么话，都有这一遭，不止你一个，赶紧的进去，等调查清楚没你事儿了，自然会放了你的。苏童看了这2人一眼，没有辩驳，跟着就进了监牢。这是女监，四周看守的人只有2个，而牢房中已经有了几个哭泣的妇人。你们都好好想想，那天放火的人到底是谁啊？若是谁提供了线索，那可是有赏的。可若是哪个知情不报，哼，等着把牢底坐穿吧。衙役说完这话就走了。屋里7、8个妇人哭得很是无辜。我就去了他们家吃了东西，这就被抓了。你那算什么？我更冤呐！我是给厨房送菜的，我连屋都没进呢。还有我呢，我就是一个洗碗的，怎么会惹上这麻烦啊？小娘子，你是为何被抓呀？吃饭。 7、8个女人一下子热闹起来，叽叽喳喳地说着那天的情况。苏童坐在一旁仔细地听着，这回看起来县太爷不抓到人不罢手啊，那他只需要耐心等待就行了。
就不知道这一大早就被抓走的苏四郎这会儿怎么样了。等到快傍晚的时候，才轮到苏童被带出去问话。这个地儿就有点奇怪了，不是衙门，而是县太爷家的后院。一个空旷的屋子，门口守着几个衙役，一进去就听到一个男子说道：爷，您要的那个军纪带来了，您看。哼，魏东来呢？来了没？回爷的话，这魏东来下落不明。不过我们的人已经去找了。您看这女子。桓贵的声音中带着一丝狠辣和怨恨，几乎是毫不带感情地说道：扒光他的衣服，让他给我裸着身子爬下来。是不是要我帮你脱呀？衣服都不会脱了是吧？我是良民，我没有卖给你们，你们没有资格这么对我。吱嘎一声，大门被猛地拉开，左脸上顶着2个大水泡的皇贵气呼呼地出现。你将本公子害成这个德行，你以为你今天跑得掉吗？皇公子，你脑子也烧糊涂了不成？第一次着火的时候我们都跑出去了，第二次着火可是你自己又跑回去的，和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呸！哪里那么巧啊？我正要动你就着火了？就算不是你，也肯定和你有关系。苏童冷笑了一声，算计着收拾这几个人需要多长时间，然后如何能迅速地跑出去。哼，没话说了吧？来人，给我动手！他自己不脱就你们脱，等本公子玩高兴了就赏给你们。那几个人一听这话，兴奋的不行，马上就要上前动手。可就在这个时候，和之前一模一样的场景出现了。着火了！着火了！啊！怎么会又着火了？哪着火了？哪着火了？公子，是老爷的书房着火了。妈的，将他给我带下去，等我忙完了再来收拾他。苏童再次被带走，可这心里对这放火的人感到好奇。是魏东来吗？毕竟那小子上山躲起来了呀，但这手法，莫不是那县太爷也上了脸吧？苏童简直一语中的。等到晚上，消息就传来了，县太爷被仇家毁了脸，而且好像原来皇贵这事儿出事儿就是仇家所为，这是在提醒县太爷。结果县太爷还在胡作非为，将那些无辜的人抓起来。这不，人家再次来给你教训了。关在监狱里的人全都被放了，因为县太爷发了火，要派出大量的人手去寻找他那个所谓的仇家。当然是不是害怕才放人，那就不知道了。反正不知道这得有多大的仇恨，能将2个父子都毁容了。这位大人，请问老泉村的苏四郎可出来了？那衙役看了苏童一眼，苏童懂了，立刻塞了几个铜板过去。那衙役才道：他呀，中午就被县太爷的人叫走了，这会儿估计都走了吧。哦，这有点意外了。不过这会儿时间的确是晚了，苏童怕苏二郎担心，立刻马不停蹄地往回走。结果一进村就看到苏二郎在村口转悠。我的天爷呀！闺女儿，你这是去哪儿了？可把爹给急死了！东来，童童回来了，快别去接牛车了。东来，魏东来，他也在。童童，你去哪儿了？你可把我和爹给吓得不轻啊！我们可找了你一下午呢。苏童上下打量了一下魏东来，这小子大汗淋漓的，真的是着急忙慌找他？你不是上山躲起来了吗？他敢！我将人给找回来了。童童，你还没说呢，你去哪儿了？找回来？哼，这魏东来啊，是真的越发有意思。爹，下午衙门来人，将我带去调查去了。啊，真来人了？那他们有没有欺负你啊？怎么会让你回来呢？
苏童安抚着苏二郎，耐着性子将刚刚的事情隐瞒了皇贵想收拾他的那一段，将其他的全都告诉了苏二郎。还有意识做这样的事儿啊？是啊，这会儿听说县太爷召集了所有衙役，开始四处抓人。爹，最近就别乱走了，索性年后再卖肉好了，外面呢不安生。成，那就在家待着，等年后了再去卖肉。饿了吧？赶紧回家做饭去。爹，我四叔可回来了。回了，我下午那会儿就看到他回来了，哪还招呼大伯母杀鸡呢？他回来了？对啊，他们真杀鸡了，那老肥的母鸡我老远就看着了，也不知道他们咋吃。爹，你说他们是红烧还是清炖啊？要不我们也杀鸡吃吧？吃个屁呀！要不是为了找你，我会不和彤彤一起去县衙？我家彤彤一个弱女子，指不定都吓成啥样了。你说说你呀，一个大男人就不能有点出息啊？出了事儿跑得比谁都快，就知道吃屎吧你！爹，我还是心疼彤彤嘛，这再咋也是遭了牢狱之灾的，不得吃点好的补补，免得吓到他呀。他那么脆弱，那么的娇小的，是吧？是，受苦了，我闺女受苦了。不过这鸡呢，咱家没有，要吃也得明天了。回家烧猪蹄儿。魏东来对猪肉还是有阴影的，他不太乐意。爹，要不还是吃鸡吧，去张叔家买啊。买个屁呀！人家那是下蛋的鸡，哪能被你如此霍霍呀？哎呀，下蛋鸡才补呢。两人走在前头，一路走一路计划着吃啥好。苏童则走在后面，思考着苏四郎为何这么早回来。那皇贵对自己尽是琢磨，可对罪魁祸首苏四郎怎么可能轻易放掉呢？到了晚上，到底是做了红烧猪蹄。魏东来嘴里是咸的不行，可这下嘴的时候，那手都没停过。吃完晚饭，苏童洗了澡，回屋待着去了，头发还湿湿的，披散在肩头。苏二郎很贴心的给闺女放了一盆炭火，屋里暖乎乎的。魏东来洗漱之后回到屋子里，就被这暖意熏得舒服得很。更舒服的是，眼前还有一个穿着中衣、披散头发的苏童。苏童，你虽然皮肤黑，不过晚上光线暗还是看不出来的，瞧着也蛮好看的。你发骚了？哎呀，我们是夫妻，别这么说啊，这不是正常的吗？这小子还真会装呢。那要不洞房？果然，一句话就给他吓到了。魏东来那表情，苏童能笑上100次。不需要在我面前如此，你做这些就是想要让我忘掉你今天所做的事儿，不去追究你今天到底去了哪里了，对吧？魏东来，你旁的本事没有，放火的本事可真不小啊！魏东来心里咯噔了一下。他知道？哎呀，你说什么呀？我都听不懂。我们童将军呢，有句话说得好，这人呢，要么有本事就装一辈子，要是没这个本事那就别装，不然小心被打脸。所以啊，你是要继续装呢？行啊，那就装好了，可别露馅。魏东来张了张嘴，这童将军还说过这话？可他都装了几十年了，目前为止除了苏童，还没人看得出来呢。所以应该不是他的问题，是苏童的问题。苏童看向魏东来还在发呆，也懒得解释，而是慢慢上了床。今天皇贵将我叫了过去，要扒光了我的衣服，像狗一样被人糟蹋。你有没有怎样？正要对我下手，县太爷的书房着火了，县太爷被烧伤了，他们都去扑火了。你想说什么？我想说的是，苏四郎下午的时候比我先走一步被带走，可是他毫发无损的回来，你觉得这其中有没有阴谋？
你是说苏四郎可能又出了幺蛾子？8九不离10。那咱们要怎么办啊？明天开始，你负责盯梢，他去哪里你就去哪里。这样的好事儿，苏童你……魏东来，我给你娘选了块好的坟地，我不欠你的。你本来就没欠我的，你这说的可就过了啊。是吗？那就不要半夜3更的翻来找去，800两银子是我的。魏东来这下是真没话说了，他站在地上，看着漆黑一片的屋子，蜡烛已经吹灭了，他好像再说什么话都显得单薄。可是他真的很好奇，这苏童到底是什么时候将自己看得这么透彻的？所以苏童让自己跟着苏四郎，其实也只是表面功夫，实际上是故意给自己空间去做其他的事儿。第二天一早，清粥小菜简单的很。咱们今天得把腊肠和腊肉给装出来。我一会儿上山去砍一些白鸭树枝回来，是要熏肉吧？一半熏一半不熏。我记得你喜欢吃风干的那种腊肠啊，口味没变吧？没变，好多年没吃了。爹做的腊肠可好吃了啊！等弄好了你慢慢吃。今年啊，爹给你多弄些。谢谢爹。东来，和彤彤一起上山砍柴啊！不乐意碰肉就不让你碰，上了山可就不能偷懒了，不然我打断你的腿。爹，他今天不和我去，我让他去城里一趟吧。啊？去城里啊？干啥去啊？他娘那屋子啊，虽然烧了，可好些东西还是得整理一下，所以呢，让他去看看。魏东来听到苏童这谎话张口就来，啧啧不已。这女人她都不知道哪些话是真心的，哪些话是假意了，反正就是个高手，演戏的高手。对，爹，我去给我娘收拾收拾。苏二郎挥了挥手，让魏东来去了，但也不能让女儿去上山砍柴。他让苏童将肉切成小块，泡好肠衣，等他回来拌就成了。可苏童刚刚将东西准备好，苏二郎还没回来呢，苏大伯母就跌跌撞撞地跑过来。大伯母，你怎么了？彤彤，你爹呢？能不能让你爹去帮我劝劝你大伯和你奶，他们要将小丫给送走。将小丫送走？送去哪里？我不知道，他们说有户人家不嫌弃小丫是傻子，说要给他们儿子说个童养媳。可你说我们家小丫是这样的情况，哪家人会要她呀？他们要是把小丫给卖掉，我听铁牛说漏了嘴，他说他娘说的要将小丫给卖掉呀。卖掉是假，将人送走换取苏四郎的锦绣前程，怕才是真。怪不得呢，怪不得这么容易就脱身了。现在人呢？你大伯和三叔带着小丫去县里了，所以我才来找你爹的，让你爹帮我劝劝。我以后可以少吃一点，多做一点，但是不要卖我的小鸭，别卖它呀！可苏童已经等不及了，他拔腿就跑。苏童到底是晚了一步，他去的时候，这苏大郎已经带着小鸭去城里了。为什么呀？为什么？他都已经够可怜的了，为什么要卖了他？这都是为什么呀？这小丫都傻了也能卖呀？可不，还有人要傻丫头呢。哎呦，这是作孽哟！这苏老婆子自己啊，将人给打傻了，后来还想扔到山上去呢。这才几天呢，又给卖了，作孽哟，作孽哟！可不是作孽吗？平时那几个小子欺负小丫就算了，没想到还要将人给卖了，亏心呢，这着实是亏心呢。苏童早就走了，和他们在这里闹腾没什么意思。当务之急是要快些将小丫给带回来。若是他们当真将小丫送去给县太爷糟蹋，那这苏家人都得死。可到的时候，刚好看到苏四郎和苏大郎两人从县太爷家后门出来，
两人说说笑笑的，还掂量了一下手中的银钱。他躲在暗处，拿着棍子走到两人身后，砰砰，一人一下，两人倒地。苏童一把抢过银子，10两，就10两，哼，这么喜欢这些玩意，那就成全他们好了。大冬天的，苏童2、3下就脱光了两人的衣服，掏出火折子，将两人的衣服放在角落里燃了个干净。做完这一切，苏童一跃而跳进入了后院。可这县老太爷的后院如此之大，小丫在哪里，他着实是不知道。既然如此，苏童看了一眼四周，最后向井边走去。哎，挑水的，你怎么在这儿啊？厨房在那边，你新来的吧你？哎，这位大哥，我今儿第一次当值，忘记录了。敢问这厨房在何处啊？赶紧的，赶紧送过去啊！还有啊，这几天不准乱跑，特别是晚上。你知道咱们府上的规矩，若是敢乱跑冲撞了谁，仔细你的命。哎，我知道了。顺着指引，苏童直接来到了厨房。哎呦，这会儿才将水挑来，新来的，这点水可不够啊，赶紧再去挑2桶。这位大姐，我第一次来府上，刚才都是胡乱撞才走到这里的，还烦请您给指一条路，哪边是内院呢？哪边是咱们该待的地儿，也免得我一会儿冲撞了贵人。苏童说完，还特意走到那掌勺的妇人面前，塞了2个铜板过去。张管家这回做事不错，找来你这么个伶俐的丫头，还说要下午才来上工呢，这会子中午你就来了。这不是想着早点来熟悉一下吗？劳烦大姐了。不麻烦，也是顺手的事儿。你看啊，那边那道门呢，过去之后就是内院，老爷住在左边的清风院，公子住在右边的苍松院。夫人呢？夫人住在哪里？嘘，可别在院里提及夫人二字。咱们夫人呢，早些年就去了，老爷情深意重这么多年都没有续娶呢。哼，那县太爷还如此情深？不会吧？啊，那我记下了，多谢大姐提点。顺嘴的事儿，我看你这丫头呀，合我的胃口，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咱们在这里干活，最要紧的就是嘴巴要闭紧了，知道不？知道的，出了这门，我啥话都不会乱说的。知道就好。还有就是，晚上后院落锁之后，可千万别出去走动啊！就是听到什么，也当作没有听到，自己在屋里睡觉，不然冲撞了谁，可就没有人能救得了你。说完这话，那妇人就不再多说了。2个铜板，提点这么多也就够了。妇人一走，苏童挑着水桶就往院内走去。晚上听到响动别乱跑，看来是晚上要有所行动了。苏童按照提点，直接向那黄老爷子的院子走去。他跳到了附近最高的那棵树上，仔细看着周围的一切。哎，这么巧，那树下就是书房。此刻屋里正有2人。那丫头真是个傻的，看到吃的也不吵不闹的。看来这回这丫头，老爷能够玩得久一些啊。说话这人像是个师爷，一脸谄媚的留着2撇小胡须。他对面的人应该就是黄老爷了，很胖，穿着一身紫色的绸缎，看着就像是个贪官。要是被老子知道是谁放火，我非扒了他的皮不可。那些考核的人明天就要到了，如今给我惹出这么大的麻烦，这事儿啊必须得快些摆平。不过本还以为这些日子都得收敛点了，没想到那个苏老四嘿嘿，倒是个灵敏的啊，居然送上这样一个小丫头。傻子好啊，傻子才没有人追问。可不，那傻子的爹呀都亲自来了，这事儿干净的很。只是老爷如今伤成这样，要不要歇歇呀？你懂个屁呀！越是受伤就越要进补啊！这样的小丫头可是最补的。苏童想了想，
唇角露出了一抹冷笑。得借某位侠士的名义一起用了，不是说考核的人明儿就来了吗？那就正好让那些人看看，他们手下的县太爷到底是如何鱼肉乡民糟蹋好姑娘的。一炷香后，走水了，走水了！快来人呐，走水了！厨房着火了，大家全部往厨房赶去。结果人刚赶到，另一边也喊了起来。紧接着，整个院子几乎各个角落都在着火。此刻，某角落，你们放火了？没呢，不是说晚上放吗？兄弟们还没行动呢。那是谁干的？赶紧去查查。调查的人去得快，回来的也快，只是回来之后一脸的古怪。啥情况？有人在四周放火，还在每个地方留下一句话。啥话？最后警告，再敢鱼肉乡民，下次必要你父子二人的性命。那是老子之前写的话，谁冒充了老子？领头人气急败坏的就想往前冲，可是身后的人却将他拉住。如今人心惶惶，不可再去，四周怕是已经布下天罗地网了，咱们先撤。不行，那傻丫头被带进去了，若是晚了，可就多了一具亡魂了。你们先走，我自己去，这样也免得打草惊蛇。稍后老地方会合。好。而这边放了火的苏童趁人多而混入了后院，在一个偏僻的屋子里看到了正坐在角落里抱着腿发呆的小鸭。他翻身跳下，抱着小鸭就准备跑，可刚要动，房顶就传来了一阵响动。他心里咯噔了一下，看了一眼孩子，直接躲到了床后。从头到尾，孩子都睁着眼睛看着，和之前一样，一句话都不说。刚躲起来，一个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人影从窗户处跳了起来，果然是他。只见那人抱起小鸭就跑，一直不言不语的小鸭在这一刻居然看向了床榻的位置。他喊了一声：“姐姐！”苏童的心咯噔了一下，还以为要暴露了，结果就听那人说道：“姐姐，放心，苏童那母夜叉呀，在家等你呢。我现在就带你回去，小傻子。”母夜叉，好啊，一会儿回去就让你看看什么是母夜叉。魏东来，哼！一路跟着魏东来出了院子，还别说，这小子如今的身手还着实不错。只是本来抱着小鸭要回村的，结果走到半道，他自己就停了下来。哎，不行啊！若是带你回去，岂不是再次送羊入虎口？哎，得等这事了了之后再送你回去。魏东来想了想，直接拐了个弯，走了另一条路，直接进了赌坊。看来这是根据地。苏童在赌坊门口且等了有半个时辰，看着时间差不多了，马上就要到中午了。若是再不回去，苏父怕是又要着急了，所以想了想，直接向赌坊走去。苏娘子，您又来了。魏东来今儿好像没进去啊。是吗？可我怎么听熟人说看到他进去了呀？你该不会是骗我的吧？不敢，估计是我刚刚有看漏了。不如苏娘子您进去看看。啊，成，我自己去看看啊。苏童一进去，刚刚说话的打手一个眼神示意，就有人绕到了后院。苏童故意四周看了一圈，然后走到了那个小门口。苏娘子，你这是又来找魏东来啊？我那些小弟也将他放进来了。哎呀，你放心，我一会儿好好给他们提个醒，绝对不能让魏东来咱们这儿赌。那就多谢老虎兄了。大！哎呀，老子就说了这把开大，让你不听老子的吧？输了吧？滚蛋吧你！求钱没有，看热闹倒是比谁都厉害，赶紧滚蛋！被人推搡着，魏东来果然从人群中挤了出来。他正要开骂，一见到苏童就愣住了，一脸的讨饶。
嗨，媳妇，我没赌，真的，我真没赌，我就是看看。你问他们，我真的只是看看，我没钱的，我兜里可干净了，你看。苏童看了他一眼，给黄老虎打了个招呼，提着人领就走了，引得身后的人再次哄笑一片。这假世子哟，狗改不了吃屎呀！苏童，你给我留点面子，大街上的，你这么扯我耳朵，可给我扯坏了！哎，苏童还真是听话的松了手，看着魏东来笑了一下。哎，注意，这一次是正儿八经的笑，不是带着别有深意的笑。哎，我的亲娘啊，你这笑的老子菊花一紧。哎，你说吧，我又咋了？你还是闭嘴吧，一张嘴全是混话。就你这德行，还想考5元及第，考红薯还差不多呢。我怎么就不可以啊？我也是天资聪颖的好吧？你三字经念完了吗？八股文会吗？成语会几个呀？啊？我也想学啊，他们给我请来的夫子不是教我玩骰子，就是教我玩牌九的，我能学到啥呀？侯爷不管？他，家里小妾那么多，庶子也那么多，哪里管得到我呀？再说了，一年里有一大半的时间在京郊陪皇帝，哪里会想到我呀？要说这大魏国的帝王真的是作死，好好的皇宫不待，非要寻求长生之术在别院炼丹。唯一召见的宫妃就是珍妃，然后呢，最宠幸的就是珍妃所出的三皇子，以及那位东陵侯。那你想回京城，可想过咋回去？反正不管你怎么回去，人家那马上都是3元齐地，你也比不过呀。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肯定能很高调的回去的，回去必打脸。啊？怎么高调啊？科举？亦或者你去从军？我才不要，反正我自有打算，你就瞧好吧，到时候我肯定会好好感激你的。如果你们父女俩少打我2顿的话，嘿嘿。这人还是如此的吊儿郎当，可苏童却没有打破砂锅问到底。两人漫步走在这乡间小道上，今日有微风，不算特别冷，但是在户外待久了也冷得让人哆嗦。哎呀，也不知道爹今天做了啥好吃的。苏童，你想吃鸡不？我们去村里买只鸡吧。你有钱啊？没有啊，可你有啊，你不是有800两银子吗？好歹也是我提供的，你就当犒劳我也行啊。我说了，那800两是我的，你别想打主意。可没有我的配合你也拿不到啊。你信不信我现在就休了你啊？都不用等到3年到来。得，这果然是杀手锏。魏东来立刻不说话了，嘴里嘀嘀咕咕的不知道骂什么。苏童懒得搭理他，又走了一段路。魏东来估计是调整好了，又难得正经的说道：听说考核官员的人明天就来了，你说黄忠父子会不会出事儿啊？说是考核组的人靠得住的话。我听说是韦浩领头，他出自京城世家韦家，身份不一般啊。这次被命为钦差一路南下，就是为了考核这事儿。他们家倒是可靠。韦家？专出御史的韦家吗？如果是他们家的人的话，那倒是有可能将那2个人搞下去。既然可靠的话，只要有人去告状，兴许还真能成。告状？对啊，那些说书的都这样说呀。受害者家属去告御状，一告一个准。魏东来听到这话哈哈大笑，可笑过之后又觉得是啊，最老土的办法有的时候就是最有效的办法。但这个嘴呀，是一点没歇着。果然是头发长见识短，官官相护不知道啊。切，走快点，冷死了都。这个神经病，不是他先说的吗？哎，苏童，你怎么去县城了？小丫被卖了，我去县城看看能不能拦着，结果没找到苏大郎。因为这个？哎呀，这苏家除了咱爹之外都是畜生。你是不是傻呀？你都入赘苏家了，那你也是畜生吗？彤彤啊，可看到你大伯了，看到没有？苏童摇了摇头。
苏二郎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苏大伯母都哭晕厥过去了，这会儿被人抬回了家。大家听到苏童无功而返，也觉得心酸不已。都散了吧，散了吧，这事儿只有苏大明回来了才知道，真是作孽呀！那丫头命不好，希望下辈子投胎呀，投个好人家。哎呀，是啊，这被卖了，8成是活不了了呀。爹，或许小丫运气好，找到个好人家呢。反正再差也没有在苏家差呀。你想啊，在苏家那是连饭都吃不上，还要挨打。上次我看到他抠蚯蚓吃呢，多可怜啊！等你大伯回来，我得亲自问问，到底将孩子卖到哪家去了。若是可靠也就罢了，若是不可靠，那就……苏二郎没说下面的话，可苏童好像猜到了一点。到底还是苏家人，那家人若是真的不妥，苏二郎怕是会动恻隐之心的。回到家，苏二郎将煮好的五花肉切成薄片，先下锅煸出油，然后放一些豆瓣和豆豉翻炒均匀，再在要起锅的时候下入蒜苗，那香味儿魏东来硬是被馋出了口水，嚷嚷着不吃猪肉的人，一天都没忍住就破了几道防了。等炒好后，就看到苏童将一碟子鱼腥草也端了出去。哎，拿走拿走，我不吃这个，我一闻这味儿就受不了。苏童看魏东来嫌弃，也没理他，这种好东西他懂个屁。鱼腥草清热下火，这可是咱们这儿最好的东西，别的地方还吃不到呢。苏二郎看魏东来嫌弃，就忍不住敲打了他2句，可魏东来就是尝都不尝一下。几乎是瞬间，苏二郎跟苏童2人对视了一眼，两妇女一个捏鼻子，一个塞嘴，捂住，拍打胸口，吞下，全程那叫一个配合默契，那叫一个快。你们太欺负人了！以后做什么你就吃什么，不想吃可以啊，自己做。别别扭扭的吃完了饭，碗筷还没收拾呢，就有人来喊了：“赶紧的，快去看看吧！苏大郎和苏四被人给弄回来了。哎呀，那样子你们铁定是没眼看。”别看别看，这也太那啥了，出手够狠呐！魏东来都懵了，不是他，真不是他。不过干得漂亮。哎，被夸了。那要不还是冒名顶替一下？嗨呀，为人民除害嘛。这个蠢货，这就认了，那以后可就别怪他了。苏四郎还好，不知道是谁给了一件衣服，还是遮掩了一下。苏大郎就没那么好命了，整个人大敞开着，都不知道这一路上被多少人看到了。这大冬天的，令人着实冻得够呛，眼泪鼻涕是流了一脸，看着就恶心。赶紧的赶紧的，20文钱，我可是将你们这2个丢人的东西送回来，拿钱吧。20文，这也太贵了。可苏三郎又不管家，他又没钱，他眼珠子一转，也不管这2人是不是冷的说不出来话了。大哥四弟，你们肯定有钱吧？哎，10两银子呢，快给钱呗！蠢货，我们被打劫了，没钱。啥？被打劫了？那不是人卖了钱也没了？报官了没有啊？哎，快些报官去啊！天爷呀，这是老天爷也看不过眼了，这卖亲生女儿的钱，连老天爷都不让留住。就是啊，作孽呀！这俩丢人丢的呀，枉费还是读书人呢，读书人呢。苏四郎的脸色有多难看不用说了，苏三郎又堵在门口，那送的人更是一副不给钱不罢休的架势。最后还是里面听到响动的苏老婆子不想自己的小儿子被人看戏，让苏铁蛋送来了20文钱。大哥，我问你，你真将小丫给卖了？我自己的主，不关你的事。苏二郎气得不行，正要再问，
可是突然苏童跟魏东来同一时间猛地拉了他一把，将他往后一带。而这个时候，一桶水对着苏大郎和苏四郎两人泼了过来。当众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一道尖锐的女声刺破了四周。苏大郎，我和你拼了！你还我女儿，还我女儿！是苏大伯母。苏童还真是意外，一直任打任骂的苏大伯母居然也会反抗。不仅反抗，只见苏大伯母拿了一根烧火棍，不管不顾地打在了刚刚挨了一桶凉水整个人都冻傻了一样的两人身上。那打的叫一个狠啊，兔子逼急了还会咬人呢。这苏大郎亲女儿都要卖，也是活该哟。就是啊，该打，活该挨打。苏四郎也是，还是读书人呢，居然卖了自己的侄女儿，简直是有辱斯文。这话是那么说的吧？对，有辱斯文。这样的人啊，以后考上了也是贪官。大家都在指指点点，可是却没有一个人上前阻拦，都觉得打得好。直到，你敢打我爹，我和你拼了！苏大郎的儿子苏铁军，这个14岁的少年跑了出来，向着苏大伯母一脚就踢了过去。混账东西，那是你娘！呸！她才不是呢，我有娘，我娘死了，她就是个不守妇道的女人，连个蛋都下不出来，就生了个傻丫头，活着也没用。打死你这个混小子，孝道都不要了，你也不怕这话说出去，人家戳你的脊梁骨啊？阿叔，你打我干什么？明明就是这个女人先动的手，她打我爹，哪里有女人打男人呢？她也不怕我爹休了她。再说了，我爹都什么样了？你看呢？我爹都什么样子了？你爹那是活该，亲生女儿都卖，不是个东西。你奶奶，你快来！我爹和我四叔要被欺负死了，奶奶！苏老婆子早就忍不住了，可是她没脸出门呐，她只能干着急，在自己的屋里对着苏大伯母和苏二郎就是一通乱骂。可苏大伯母可是刚刚的反抗已经用尽了她全部的力气，此刻完全瘫软在地，魂不守舍，眼泪刷刷的往下流，整个人都好像没了支柱一样，一下子就垮下了。苏童想拉他一把，可有人比他还要快。亲娘，你快起来！亲娘，你快起来，我带你去找啊！我们去找小丫，你起来啊！这可真是添乱了。张叔这个时候出来，那不是让苏家人找把柄？你这个奸夫，在我家门口勾搭这个贱人！爹，你快休了他，休了这个贱人！休！休！我就是绞了头发做姑子，也比当你们苏家人强。苏大郎，休啊！谁不休谁是孙子！作孽哟！苏大郎，你可想好了？你们苏家可是已经害死一个媳妇儿了，你真要休？苏大伯母说出那样的话了，苏大郎无论如何也都要脸吧？这奸夫都如此拉扯人了。休！屁！没门儿！我要告他通奸罪，告他和张大锤通奸。大魏朝律法，通奸罪一旦证实，男的要被杖责50，而女子则会骑木马驴游街示众。没错，就是你们以为的那个木马驴，扒光了女子的衣服，让她骑在木马驴之上，直到下体血流而尽死亡。苏大郎，你脑子没问题吧？他们两人清清白白的，你告什么告啊？你不嫌丢人呐？通奸，他死不要紧，可是张大锤是无辜的呀。这苏大郎是说得出做得到的，而且自古以来，男子若告妻子通奸，那几乎是一告一个准。哼，何其可笑，何其可悲！可此刻，苏大郎却已经召唤着苏铁军，动手拉扯着苏大伯母的头发往屋里拖。村长要上前阻止，可是苏三郎却跑上来，一把将门给关上，所有人都被关在了门外。
作孽呀，作孽呀！嫁到这家人来呀，这是作孽呀！村长，你可不能不管呐，青娘会被他们折磨死的。我是怎么和你说的？我和你说过了，不要掺和，不要掺和，你会害了青娘的。你看看，你看看，人家出了事，你跑得那么快，你让谁相信呢？谁呀？青娘若是真被苏大郎打死了，你就是罪魁祸首。爹，去劝劝我张叔吧，其他的事儿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苏二郎上前拖着还不甘心的张大锤转身就走。有人说苏大伯母命不好，也有人说若真没事儿，苏大郎也不会如此。看看刚才张大锤的样子，好像比亲爹还要紧张，这能不让人误会？特别是张大锤的娘子死了几年也没见他续娶。唉，这都叫个什么事儿啊！回去的路上，魏东来说自己肚子痛，要去找个地方方便。苏童笑了笑，没理他，自己走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顶了一身臭味回来。苏童，我要沐浴。大白天的沐浴做什么？哎呀，我不小心踩到屎了，我得洗洗。锅里有热水。魏东来进去一看，还真的烧了2锅热水，好像就知道他要沐浴似的。这苏童看着还挺有眼力劲儿的。哎，魏东来的笑容慢慢凝固在脸上，怎么有一种无论做什么都逃不出苏童双眼的感觉呢？哎呀，苏童啊，你是没有看到好戏呀！你大伯真是作孽呀，居然自己掉进茅坑里了，不仅将腿摔断了，连手也断了呢。大夫刚走还说呀，得躺在床上几个月才能下地呢，可是把我给笑死了。我就说嘛，这作孽的人呐，老天爷咋可能不惩罚呢？这不，现世报，真是现世报啊！背着背篓准备上山割猪草的一名村妇路过苏童他们门口，就忍不住拐进弯来嘀咕了2声。那我四叔呢？他撺掇着带了小鸭，没被老天爷惩罚呀？没呢，倒是见他从你奶屋子里出来，兴许啊是让你奶给顶住了老天爷的惩罚。哎呀，还是我四叔命好，我奶就是疼他。唉，家里唯一的读书人嘛。不过这读书人要是心眼坏了之后啊，唉，不说了，我得去割猪草了，回头聊啊。那妇人说完就走了。他一直在奶屋里，我下不了手。哦，又是哦。要不我晚上去补一下？随便。魏东来的眼珠子转了转。那你说我这次干得漂亮不？有时候呢，切莫妇人之仁，打蛇不死，蛇必会反咬。啥意思？这是啥意思？魏东来的手都顿住了，睁大了双眼看向苏童。苏童却瞪了他一眼，起身。看什么看啊，像疯婆子似的，还不快把衣服给我穿好。啊？哦。连忙弄好，追着苏童屁股后面就问道：哎，你刚刚啥意思啊？你是说我太仁慈了？我也觉得，不过那苏四郎真的运气好，一直在苏老婆子的屋里没出来过，我还真找不着机会下手，我得想个办法收拾他才行。这下不管他说啥，苏童都没再搭理他了。如果没猜错，魏东来动手的可能性很小，因为苏四郎应该会回县里才是，留在家里闻屎臭，他没那么蠢的。刚刚打通了县太爷那条线，不乘胜追击不是他的风格，所以苏童才说打蛇不死，这蛇很可能反咬一口。苏二郎连饭都没吃就回来了，倒是将张小强给领了过来。小家伙6、7岁，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怎么啦？不高兴啊？姐晚上给你做好吃的，姐做的饭可好吃了啊！大姐，我爹真的跟苏大伯母有染吗？为什么我爹要去帮苏大伯母呢？他们都在笑话我，还说我爹要是犯了通奸罪，我就是罪犯的儿子，
以后连媳妇都娶不到呢。你爹和你苏大伯娘之前清清白白的，他之所以去帮苏大伯娘，就是看苏大伯娘可怜，就好像之前你帮我去迎亲一样，因为我没有兄弟姐妹可以帮我呀，所以他们只是兄妹，明白吗？真的吗？真的。哦，那就好。我一点都不想爹娶后娘，后娘是要吃人的怪物，生了孩子以后我就更可怜了，爹陪着我就好。那也不是所有后娘呢都很恐怖，以后你就知道了。等开年呢，私塾办好了，你就入学了，那时候你就会知道，一个人只要自己强大的话，任何人都欺负不了你的。苏小强似懂非懂的点头。能读书实在是太好了，以后我也能去县城里找一门活，指不定还能当上账房先生呢。哎呀，小小的孩子，在他心里，可能最厉害的工作就是县里的账房先生吧。苏童没有破灭他们的梦想，只是说道：只要你努力，一定可以的，甚至会更好也不一定的。我肯定会更好的，谢谢大姐。如果不是你和二叔，我也没机会读书。傻孩子，准备吃饭，去洗手吧。晚饭做得简单，可能是因为有了位小客人，苏童还拿了一块猪肉过来，切了一些里脊，炒了一个青椒肉丝，还有村民之前送过来的菜，又醋溜了一个土豆丝儿，一个鸡蛋小白菜汤，一荤一素一汤，吃得颇为满足。苗再做这个，我喜欢吃。大姐，赘婿可以点菜吗？那我也去当赘婿好了，每天能吃这么多的好菜。苏童还没开口呢，魏东来就已经很自信满满的说道：那得看看到底是什么赘婿，比如像我这样丰神俊逸又才华横溢的赘婿，人家那是抢着头皮要，当然可以点菜了。可是像你这样的又黑又瘦，大字还不识几个，估计就是想当赘婿还没人要呢。这话把张小强气得哟，立刻跟魏东来吵了起来。苏童收拾碗筷，看着这一大一小吵闹的不行，就觉得这魏东来真的是有点闲了。等私塾开学，魏东来，你和小强一起入学。苏童，你疯了吧？我和这小子去上学？有什么问题吗？问题很大好吗？他才几岁，我多少岁了？我不去，我死也不去。那你去死好了。留下这一句话，苏童拿着碗筷就回屋去了。张小强在一旁高兴地指着魏东来就笑话，看魏东来做事要打他了，才隔着屋子和苏童喊了一声，呲溜一下就跑回了家。家里没人了，魏东来不甘心地走到了厨房。苏童，你开玩笑的吧？我去私塾，那不是要被人给笑死吗？苏童看了他一眼，努了努嘴。你让我洗碗，君子远庖厨，我怎么能干这么下贱的活？我洗。看苏童已经拿起了一根木棍，魏东来只好认命。苏童，你还没说呢，你真让我去私塾和一群熊孩子读书啊？你会做文章吗？不会。那你会辩论吗？不会。那你会作诗吗？不会。所以你好意思不去读书吗？就靠赌博耍嘴皮子，使阴招回京城啊？魏东来，你能丢这个人，我可丢不起。好歹你那户籍上以后我的名字可是永远排在你前头的。所以呢，要么不回去，回去就给我以最强的姿态。魏东来不是个听不进去劝的人，在苏童说完那些话以后，他是真的很认真的在思考苏童的话。不管以前他到底是如何在侯府生活下来的，但是没学到东西那是真的。不，也不算没学到东西，反正学到的都是一些见不得人的。苏童，你喜欢有学问的男人？也不算像我们童将军那样，能上阵杀敌，能出口成章，能善用兵法，能长得那么好的也行啊。我以后肯定比童三厉害，
就你，哼！哼，不信你给我等着看，我肯定比童三厉害，肯定。嘴皮子的确比他厉害。你，哼，你给我等着！他气呼呼的走了，苏童才没理他呢。等他出去转悠了一圈，和苏二郎一起回来的。张叔如何了？啊，没事了。他说明儿带着小强回小强外祖家走一走，我也让他离开这儿，免得惹出麻烦事儿。对了，你大伯遭了县市报，你四叔倒跑得快，回县里了。不过刚刚听说他那屋子呀遭了水。哎呀，你说这好端端的屋子，那一屋子的书怎么全都被水给淹了呢？都给毁了。哎呀，可惜呀。苏童看了一眼魏东来，发现那小子一脸自得的样子。苏童没理他。是啊，也不知道小丫那丫头被卖到哪儿去了。那苏大郎嘴硬得很，死也不说，真是气死人了。好了，爹，别想了。您喝了酒啊，早点去休息吧啊。苏二郎这一天啊，着实是心累得很，没再说啥就回屋睡觉去了。苏童也回到了房间里。这一夜，外面冷风呼啸，细雨刷刷的落在了屋顶上。苏童，你说这屋顶会不会被雨给浸湿啊？这草房子也太不安全了。不知道。哎呀，小爷我好歹也是堂堂世子，没想到有一天还会沦落到住草房子的地步。魏东来，你想回京城打脸，那打脸之后呢？你想做啥呀？你以为要打侯府的脸那么容易啊？光是这个就得建功立业了。苏童想了想也是，侯府哪里是那么容易打脸的。苏童，等3年后你休了我，你还娶新人不？这问题问的真没水准。肯定会娶。哎，你肯定要娶一个听话的不惹你生气的赘婿是吧？但是我跟你说啊，不管你娶谁，你都肯定找不到比我更好的人了。那长得呢肯定没我好，也没我会来事儿，但一定不好赌，不嘴硬。嘘，苏童，我的秘密都被你知道光了，你和我说说你在西北的事儿呗。西北的事儿就那些啊，你想知道啥呀？不如我和你说说童将军吧。童将军他呀，那是百年不遇的将才。哎，停，不用了，我还是和你说说我吧。哎呀，你的童将军再厉害，不是也下落不明吗？睡觉吧，你这个女人一点情绪都没有。苏童，你和那2个人说每3个月让他们看我一次，那3个月到了，咱们真去给那个人瞧瞧？那我还挨打不？你说呢？做戏做全套嘛。那你下手轻点成不？看你表现喽。哎呀，一大早起来，厨房那边的草垛子的确是湿了一大半，院子里泥洼洼的，幸好有一条石板路可以通到外面，可这天气也没人出去啊。就连呼吸都觉得这空气是湿的，好冷啊，真的好冷啊。苏二郎检查了一下腊肉，没被雨淋到，这才松了一口气，又赶紧加了一把火，继续熏烤。他坐在火堆前，看着魏东来说道：这蜀地的气候啊，就是这样的，不像你们北方，那冷啊，就是下雪化雪冷。可这边的冷呢，是冷到了骨头里的。哎，对，太冷了，我都要受不住了。你去走动2下，指不定就不冷了。哎呀，也不知道我彤彤还习惯这气候不？西北那地方啊，常年风沙，一年4季都那么热。彤彤，闺女儿，快过来烤火，那柴火够用了，一会儿让东来去劈。魏东来看了一眼老岳父，果然是宠女狂魔，他的手还没好呢，就让他劈柴。不过苏童这力量是真大，那斧头可重了，
可他挥起来是半点都不带歇的，在西北历练过，果然是不一样呢。苏童抱着一把柴火回来，拿着小板凳坐在一旁。苏童，爹说西北常年风沙，你是不是很久没有过这么冷的天气了？是很久没经历过了，这里啊很冷。咱们这边冬天都这样啊，忍忍吧。如果是太冷了，就在屋里烤火。等过完年，咱们卖了肉攒点钱，将这屋子翻修一下。对，修成瓦房那样也更暖和。是得修瓦房了，还得修宽敞一点。以后有了娃，孩子也能跑得更开了。爹，我去烤2个番薯，你们吃吗？吃，我要吃。苏童起身离开，苏二郎看了魏东来一眼，就没好气地踢了一脚。你个大男人，中用一点，赶紧让我抱上孙子。真是活久见了，岳父为何不催娘子，反而催他呢？他是赘婿就这么好欺负啊？自古这催生不都是催女人吗？爹，我已经很中用了好吗？屁！这几屋你们屋里啥动静都没有，肯定是你不中用。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让我快点抱孙子，我给我闺女再纳一门小的回来。啥？这一家子都是疯子！以这苏二郎为首，疯了！此刻，屋子后面，一直将所有对话听了个遍的两人对视以后，除了震惊，就只剩下震惊了。也或许是太震惊了，其中一个人不小心踩到了木棍。谁在那边？两人躲不了了，只能出来。老乡，我们是路过迷路了，不知道能否在您这儿避避雨啊？呀，是你们啊，壮士！爹，他们就是上次帮我们打野猪的壮士。正要拿着红薯出来的苏童听到这话，啪的一下，红薯掉了一地。怎么又去而复返了？这下如何是好？啥？打野猪的壮士啊！哎呦，快请坐，快请坐。我记得两位好汉身手了得，是要去荆州的吧？怎么又回到这儿了呀？实不相瞒，我们两人走到半路，银钱丢了，所以……原来是没银子了。是啊。不过我们已经联系了友人，明儿去县里就能兑换。只是在这山上实在是冷得慌，所以叨扰二位了。哎呦，无妨。二位还没吃饭吧？都来，去给二位拿点吃的过来。哎呀，咱们农家小院没啥好吃的啊，两位就将就用点儿。魏东来这次很听话，也没有反驳，兴冲冲地往厨房拿东西去。他看到苏童站在门口发呆，有点意外。不是烤红薯吗？拿这么久，你咋了？不舒服呀？苏童反应过来，将手中的红薯塞到了魏东来的怀里，说道：我感觉有点冷，我去加件衣衫。魏东来不疑有他，拿着东西就去了厨房。包子是现成的，因为苏二郎看苏童喜欢吃，所以包了一些放在一边。魏东来对于这两个人还是挺有好感的，他大方地捡了4个大肉包和2个馒头就出去了。而另一边，回到屋里的苏童有点拿不住两个人去而返的路数。其实他对现在的日子是非常满意的，和魏东来这算不上交易的交易，3年后契约到期，到时候各过各的，他也懒得动手杀人了。苏童在苏二郎的招呼声中清了清嗓子，故意捏着小裙摆，小碎步地走了出去。爹，夫君。这一嗓子，魏东来第一反应是打了个冷战，然后回头，刚刚喝进嘴里的水扑哧一下就喷了出去。我勒个娘啊，这妞谁啊？叫他夫君？苏童？他猛地起身，绕着苏童硬是转了好几圈，这还不止，还伸手在他脸上抠了一下。你擦粉了，还抹了唇脂。苏童，你抽风了？这个棒槌会不会说话？会不会啊？
我们成亲的时候你都没打扮得这么好看，你作啥妖呢？打扮起来还挺像那么回事的。好啦，东来，当着外人的面，怎么能这么说你媳妇儿呢？我们家彤彤是姑娘家，害羞很正常的。特别是她这样的弱女子啊，本来就该这样。再说了，彤彤的底子本来就好，瞧，多随她娘啊。不错，好看。闺女儿啊，以后就这么穿啊，明儿爹再给你买花带，指不定更美呢。肯定是咱们村最美的姑娘。魏东来就这么看着老岳父。为什么在老岳父眼里，苏童就是落入人间的仙女儿？这夸奖词儿从来都不带重复的。爹，你可真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你也不怕别人笑话？谁笑话谁笑话？魏东来看了一眼身边的两位勇士，本来也没啥反应的，结果魏东来突然灵光一闪，苏童这母夜叉平日里对他是非打即骂，今日突然这么隆重打扮，难不成是因为这两个人不说旁的，这身材是真魁梧啊，这看着就是很有劲儿的那种。之前老丈人还说给苏童纳小妾呢，这女人感情早就有这心思了，怪不得对自己的行为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有外心，不能忍。是啊，这么漂亮可不能被人看到，还是进去吧，这里到底有外男呢。你这个小子知道个啥？外男是有，可咱们家是彤彤顶门立户，没关系没关系。倒是你啊，你是赘婿，你要不乐意待着，你可以进去。待不下去了，实在是待不下去了。他这老丈人太精分了，实在是太过分了。爹，你怎么能这样啊？我哪样了？我说错了吗？你本来就是赘婿啊。苏童看着两人要吵起来，故意站起来，半低着头，一脸歉意道：啊，我去给二位公子倒茶。苏童说完，还特意行了一个礼，然后转身一步一扭的走了。魏东来越发的不乐意了，成，你就这么喜欢招蜂引蝶是吧？那就让你招个够。苏二郎看着女儿进去，索性和两个人开始聊了起来。两位莫见怪啊，我们家呢就只有这么一个闺女，所以啊，给闺女招了一门上门女婿。两人刚才就八卦听了个遍，自然心里早就有准备了。这家人倒是奇葩的很呐，只是在人家地盘上歇脚，他不好多言。你们这儿是从哪儿来啊？居然如此不适应咱们蜀地的气候。从西北过来的，一路寻人，第一次来这边的确不怎么习惯。西北啊，闺女儿一反常态的换衣服装，所以西北啊，哎呦，西北是个好地方啊。两位既然要找人，那我也不好留两位了。那这点碎银子，两位拿着，路上用吧啊。哎，这就感人了。两人有点尴尬，这老乡怎么看不懂啊？两位也看到了，我这茅草屋自己住着都困难呢。本想请这二位留宿的，可这实在是住不下人呐。另外这钱呢，是上次我女婿拖回来的野猪给卖的。这野猪既然是两位打的，那这银钱自然有两位的份儿，给你们一些那是该的。爹，你怎么这么大方？不是说钱要留着年后盖房子吗？你闭嘴，这可是你的恩公，人家好歹救了你的命呢。魏东来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可又说不出来，只能看着苏二郎硬塞给两人银钱。那两人尴尬的不行，吃了人家东西还拿人家钱，着实没脸。苏童，苏童，快出来，客人要走了，你可是我们家的门面，快出来送客。
你个缺心眼的玩意儿！你媳妇儿是妇道人家，如何能随意见外男啊？你可长点心吧你！啥？又不能见外男了？魏东来张大了嘴，刚才是谁说的他们家苏童当门面的？前后这才多久啊？等老丈人疯了不成？疯了？可魏东来再横也不敢跟老丈人起争执啊，他只能委委屈屈地站在那里，舔着脸对两位壮士笑了笑。那两人只觉得这一家子的相处都有些奇怪，两人不好再逗留，只得拿着银子走了。直到看不到那茅草屋了，两人才停下脚步。还以为会有线索呢，结果还是徒劳而返呀。是啊，若不是咱们走到半道被雨雪挡住了路，也未必会回头发现那头被一根树枝插穿双眼而亡的野猪。你还记得当初我们被敌军围困山林，当时我们没有任何的武器，将军说只要功夫深，任何物件都能成为武器，他就用树枝刺穿过那老虎的双眼。可如今那野猪如出一辙，将军一定在暗处。可你说为何将军要躲起来？如今三皇子的人都在四处的寻找将军，将军若是没事儿，为何要躲起来呢？说你的脑子不够用，你还不承认？被找到了怎么办？你说找到了能怎么办呀？回去娶那公主，还是被那些人给吃干抹净，逃不过一个死？我若是将军，我也要躲起来。可将军再躲也不该不告诉咱们兄弟，我们可是将军的心腹啊。哎呀，可能将军也有苦衷呢，或许落下山崖失忆了，要不就是有什么不便没法通知咱们。反正啊，咱们那些个兄弟都在找，我们如今有了一点消息，可不能打草惊蛇。我看不急着告诉庞的兄弟，等我们有了确切消息再说。成，听你的。两人商量好后，继续踩着泥泞的路往前走。哎呀，不过这天真的太冷了。哎，你说，将军会不会在这村里啊？只要去问问近期有没有外人来，不就知道了。再去查查户籍，多简单。反正我记得将军说过，他的老家在蜀地，咱们都快将蜀地给翻过来了。从西北来的人不少，可没有一个符合条件的。哎呀，这都快要过年了，将军一个人在外过年多孤单呀。好了，别嘀咕了。我今儿看到那个赘婿，倒是多了个想法。什么想法？你说咱们将军会不会知道咱们要找人，所以也去给人当赘婿去？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咱们将军那样的铮铮铁汉，傲骨嶙峋，硬气刚毅，巍峨大义的英雄好汉，怎么可能屈于女人之下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傻子，如果将军失忆了呢？失忆的人那就有可能了呀。好像有可能，那再查查。对，查查，反正只要是男的都不放过。对了，那个韦家人马上就要到了，咱们得小心点，指不定他也是京城派来要找我们家将军的。啊，对，咱们先找个地方住下来，然后再慢慢的想办法。两人一边走一边商量，完全没有察觉到躲在暗处将他们的对话听了个一清二楚的两人。赘婿，哎呀，这俩的脑子到底是怎么想的呀？这脑回路真的是异于常人。既然你们两人如此认为的话，那就去好好找吧，两个棒槌。苏童慢慢往回走，刚到拐角处，就看到某个气势汹汹的人站在那里，一脸凶狠地看着他。哼，我就知道你不对劲儿，果然如此。糟，被这厮发现了。苏童立刻想着对策，反正无论如何他的身份是不能被发现的。若是这魏东来非要找死，那就只能让原著提前大结局了。回去好说呀，一切好商量。商量？你想商量什么？是要告诉我你看上了那两个男人，要拿回来做小夫，对不对？
苏童，我们才成亲几天啊，你就如此喜新厌旧，如此迫不及待？你背信弃义、忘恩负义、沾花惹草、见异思迁、朝三暮四，你当着我的面勾引人，还故意打扮得这么漂亮，我看错你了，看错你了。不过这样的误会可比他想的要好得多呢，而且好像暗处有人。苏童眼珠子一转，看着跑掉的人，立刻提着裙摆，一边追一边喊道：哎呀，误会了！哎呦，东兰，夫君，你听我解释啊！二狗子在一旁看了个全，天爷呀，他是看到了什么八卦呀？那是军妓，居然是军妓，打扮起来那么漂亮，怪不得能将魏东来迷得五迷三道的，简直比扬州瘦马还要亮眼呢。魏东来回到家里，看到站在门口一直等着他们的苏二郎，就一脸苦相。爹，苏童他这么对我，你可要给我做主啊！他咋了？他为了那2个男的如此打扮，肯定是看上那2个男的了。爹，苏童不能纳小夫啊！我们才成亲几日，他就要纳小夫，我这脸往哪儿搁呀？爹，你可要给我做主啊！我知道爹嫌弃我晚上不中用，这么些日子还没为苏家开枝散叶，可是爹，那是苏童不碰我，他成亲到现在都不碰我呀！哎呀，你果然是个不中用的东西，到现在还没圆房啊！我就说这几日屋里没啥动静了，感情是因为这个呀？你一个大男人连个女人都伺候不了，那你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怪不得我闺女要去看旁的男子呢。就你这样没出息的，换作是我也去看那些美娇娥美男子，自己女人的心都拢不住，你还好意思告状？给我滚回去，反省一下，什么时候想通了怎么伺候自己的媳妇儿，什么时候再滚出来吃饭。魏东来不敢置信地张大了嘴巴，这些话，苏二郎的这些话他怎么如此熟悉啊？对了，是嫡母，是侯府老夫人如此羞辱侯府夫人的。对，当时就是这么骂他的，说他连自己的男人，也就是侯爷都伺候不好，也不怪侯爷纳了那么多小妾回来，作孽呀！他居然被人如此践踏，如此踩低，他们太欺负人了，太欺负人了！你们太过分了！魏东来差点没气哭了，他气冲冲地回了屋子，苏二郎却偷偷地松了一口气。他看了一眼外面，看到那抹黄色的裙摆出现后，这才转身，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去生火熏腊肠。爹，彤彤回来了，快去换双鞋啊！瞧这鞋弄得多脏啊！苏童低头看了一眼，是啊，外面泥泞遍布，鞋都脏了。他立即就进屋去。苏二郎看他进去以后，则拿着一桶水，顺着石板路给泼了过去。苏童踩过的泥泞瞬间消失不见。苏二郎这刚刚做完这些，就假装劈柴。从他那个角度看，刚好能看到两人再次去而复返。我就说你想多了吧，看，没人跟踪我们，若是有人跟着，这泥泞能不沾染到石板上？你说的对，可能真的是我想多了。两人说完，这才彻底离开。苏二郎迅速地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珠。哎呀，好险啊，好险！不知道外头如何，苏童回了房间，看着还在生闷气的魏东来，有点不知所措。可是这样的误会，还真是最好的结局。小样儿，火气儿还不小。我对那两个人没有意思。没意思会追出去，糊弄鬼呢？他们到底救了你一命。哼，所以我的救命之恩就要我娘子去报，你当我是什么了？
我就这么不争气？哎，连自己的女人都要拱手相送不成？我可没这个意思啊，我不过是阐述事实。事实？事实就是你见色起意。给个台阶就下嘛，没完了是吧？苏童，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苏童就搞不懂了，那么泼皮无赖又潇洒的魏东来，他娘死了都没哭一声的人，这会儿怎么这么较真儿啊？烦不烦？不过苏童这脑子可不笨，这事儿不弄清楚，魏东来指不定要使什么阴招呢。他可不会忘记魏东来暗地里是有人的，所以他在魏东来那控诉的眼神下，轻飘飘地落下了一句话：就你这藏不住话的，非要我说实话不成？难道有什么内幕？什么意思啊？那两人不对劲儿。咋了？哪不对劲儿？你想想看，那两人怎么说的？钱丢了，然后返回？能有本事一箭将野猪射死的人，能将钱给丢了啊？你的意思是说，他们是装的？两人是习武之人，无缘无故跑咱们家来，你说他们想干啥？肯定是有目的的呀。可我思来想去，我们家唯一能让他们算计的就只有你了。你说他们是不是冲着你来的呀？不为旁的，就为了你，我也得仔细跟过去看看呀。这可能性太大了。是啊，一看就是练武之人，会调钱。好吧，就算调钱了，就凭着两人的本事，随随便便打头猎，去城里卖的话，价钱也不低啊，哪里能如此潦倒？这个女人说的是真有道理，她刚刚居然没想到这个。魏东来的神色果然就变了。还有，不是我说你啊，遇到事儿不能如此咋咋呼呼的。就算你要咋咋呼呼的，可是也只能在表面如此，多动脑子想想是不是有问题？你可以在外面闹腾，但是私底下就得用脑子呀。好有道理啊！所以刚才是媳妇在教他。为什么魏东来觉得媳妇好像比自己还要厉害一点点呢？哎，他居然喊他媳妇。苏童，你怎么会懂得这么多？你不是丫鬟吗？可是我们将军有教我们这些的呀。若是府中混入了敌军的探子，一不小心打探到什么消息我们都不知道，那可如何行呢？所以我们将军早就有先见之明，府中的丫鬟小厮都是经过了特别训练的。怪不得呢，你们童将军还挺有远见的。那是当然了，童将军是谁啊？他算武计策，运筹帷幄，英明神武，神机妙算。哎，停！我知道他很厉害，你不用说了。我们还是说这两个人吧。你说他们是谁派来的？不知道，反正和我没关系。不过你不是说那韦大人今天到了吗？会不会和这有关系啊？说不准。不行，我得去打探一下。说是冲着我来的，哼，那就有去无回。说是冲着旁人来的，那我就坐山观虎斗。魏东来瞬间踌躇满志，立刻起身赶往县城。苏童看着他的背影若有所思。魏东来这个人怎么说呢？聪明，有后手，但是这个人的确没有经历过系统的学习和经历。他在侯府那样的情况也能活下来，并且能保持住清醒，已经算是难得了。二狗子八卦得了新消息，所以他摩拳霍霍，准备去县城和说书先生说道。啊，老乡你好啊，你这是要去县里啊？啊，是啊，你们是哪来的？哎，怎么以前没见过呀？啊，我们是路过的，今天雨雪太大，所以耽搁在路上了。哦，路过呀？准备去哪儿啊？去荆州。老乡这是要去县城？啊，对，去县城。你是从老泉村来的？对呀，老乡，您可知道咱们村最近可有啥外人来不？外来人？对啊。
二狗子一脸警惕地看着两人，额头有刀疤的猛地一拍脑门，一脸忘性道：瞧我，实不相瞒，我们兄弟二人是投奔亲戚的，可走到这边就迷了路，这点银钱还请老乡喝点酒水，顺道也打探打探我们的亲戚的下落。你们想打探谁呀？不瞒你们说呀，别说我们老全村了，就是整个县城我也能知道有没有什么外来人。有真有啊？谁啊？贾世子啊，就是侯府鲍粗的儿子。真世子呀回到了侯府，贾世子就到我们这儿来了。原来贾世子在这儿啊？可不是在这儿嘛，还入赘给了苏家。那苏家更是奇葩，苏二郎那女儿在西北当了10年的军妓，如今接回来了，居然定了那贾世子入赘。你说这一家子，贾世子配军妓，嘿嘿，是不是绝配呀？难道就是刚才看到的那一家人？军妓你们见过没？是最会伺候男人的。苏二郎那个军妓女儿，那可是比扬州瘦马还漂亮啊！那身段婀娜，长得也好看，伺候的贾世子，哎呦，那叫一个舒坦。不过呀，也很勾人就是了，一看就不是正经人家。二狗子还在嘀咕着，可两个刀疤已经想远了，那就是刚才见到的那户人家了。那户人家都住的是茅草屋了，可那家女儿还戴着银首饰，一身衣衫也是亮眼，而且的确是漂亮，他们都没好意思看，只是偷偷的瞥过。哎，等等，西北没有军妓了呀？洪将军掌军之后就严厉禁止军营中出现军妓，他怎么会是西北军妓呢？人家在西北10年，许是后来不当军妓了，就去当妓子了呗，这有什么好奇怪的？除了这些，还有谁是新来的吗？这个呀，我想想啊。两人一路走一路打听，随后跑出来的魏东来刚好就看到了这一幕。那两人和二狗子那样的人混在一起做什么？难道是要不安好心？肯定是，一定是。不行，他得想个办法将人弄走才行。魏东来这一去，到了下午都还没回来。苏二郎脖子都伸长了，一直等着呢。彤彤啊，东来这是去哪儿了？不会又去赌去了吧？怎么还没回来呀？他呀，说出去逛逛，不必管他。苏二郎欲言又止，想了想，这会儿又没外人，所以索性道：彤彤啊，爹不是催你啊，可是爹是真的觉得啊，东来这孩子虽然10000个不好，但这个种子好啊，模样也不错。你看你这也20多了，对吧？也该要个孩子了。这男人呢，有了孩子就有了家，以后他肯定不会这么好赌啊。爹，哎呦，我们是有分寸的。这孩子呀，有时候就是夫妻双方的纽带，最好的保护伞。也不知道是不是苏童的错觉，他总觉得他爹在说到保护伞3个字的时候，好像格外的用力。苏童沉思了一下，是的，有孩子那就不会有人找到，可是他上辈子就没打算生孩子，这辈子就更没打算了。爹，我晓得了。你是聪明的孩子，心里有数就行了。苏二郎看苏童好像听懂了自己的提点，满意的去厨房准备晚饭。苏童则在小院耐心的等候。大概过了半个时辰，魏东来就回来了，一路小跑。头，咱们吃完了早点睡，明儿一早我带你进城看好戏。你干什么了？你放心，保管是看好戏。苏二郎听到动静就出来了，看到两人有说有笑，松了一口气。小两口啊，床头打架床尾和，能和好就行呗。啊，去吧，眼看要过年了，彤彤，你去采办一点年货，咱们今年啊也好好过个团圆年。那爹一起去。就是，爹，
你和我们一起去，明儿大戏可精彩了。哎呀，得看家呢。以前家里没东西无所谓，可你看，这么老些腊肉啊、腊肠，这可值不少钱呢。我可得守着，可别被那些野狗野猫给叼走了。成，不去就不去吧。你可知道今儿那俩人怎么样了吗？怎么了？爹在，我不好说。我这会儿我跟你说啊，那两个人呢，被黄忠的人给抓起来了。他们以为之前的纵火犯是那两人，布下了天罗地网，将两人一网打尽了。他们两人纵火犯，你动的手？嗨，别这么说嘛，我就是想让他们离开这里。放心好了，那两个人到底救了我，黄忠也是蠢货，抓人就抓人呗。可是也不想想看，如今韦浩还在，刚刚回来的时候，韦浩已经让人拿卷宗了。反正黄忠明儿啊，一定讨不着好。如果这些都是魏东来干的活，这连环计呢，用的倒是真不错。只是，一切都会这么顺利吗？第二天一早，苏二郎又给两人一人下了一碗手擀面，两人吃得满足，被魏东来催去了县城。哟，这小两口这是去哪里呀？瞧着可真亲热。婶子，我带彤彤去城里采办年货，我爹说了，今年难得的团圆年呐。婶子，上来，我张叔这牛车还能坐好几个人呢。车，那婶子就坐你的车了。东来这孩子真是好啊，一点都没有京城公子哥的习性。彤彤啊，你可得好好的待人家，人家也不容易，知道不？可不嘛，彤彤，你们小两口啊，好好处，你爹呀还等着享福呢。要是早日让你爹抱上孙子，那你爹呀就更高兴了，是吧？就是啊，早点抱孙子，早点抱孙子啊！婶子，我爹也让我好好带他呢。这不，等年后私塾好了，我就想着让他和孩子们一起去读书呢。没完了是吧？哟，不会吧？贾世子不是会读书写字的吗？这个他以前的注意力不在学习上，所以耽搁了，现在得补上了呀。得了，懂了，果然是不学无术，好赌成性，就会嘴皮子说说，还以为会读书识字呢，结果连他们庄稼人都不如。不过这老泉村离县城本来就近，没一会儿就到了，又约好了中午时候一起回去，这人就散开了。苏童，你怎么一点面子也不给我留啊？谁说我不识字了？我认识的字儿可多了，我只是不会做文章而已。那你觉得是让人家以为你饱读诗书学富五车好，还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好？想想自己的处境，别只顾眼前快活。好吧，魏东来讪讪地摸了摸鼻子，这苏童真是不讨喜的很。哎，快走吧，我可定了位置。你有钱？有啊，1两银子，我爹给的。这小子是将苏父给那两人的1两银子偷过来了。可是那两人的本事苏童还是知道的，能在他们手下偷东西？不可能吧？还是说自己小看魏东来了？他的本事自己只看到了一点儿。啊，糟了，差点忘了，原著中有提到过，超级大反派魏东来在娘子死后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败在了一位老师名下。所以他是不是漏了什么东西？这魏东来还有马甲。客官，您的茶和点心。刚坐下来就有小二哥送上茶点。魏东来驾轻就熟。没事，不要上来打扰，下去吧。哎，还别说，挺精致的，特别是那白糖糕，看起来白白嫩嫩的，很有食欲。这家点心不错，你尝尝看。这挨的是不是有点太近了？他往旁边挪了一下，魏东来也跟着挪了一下。这下懂了，想吃豆腐。你冷？我不冷，我此刻热火朝天。你冷吗？那我再挨着你近点。这厮果然又靠拢了一点，还恬不知耻地说道。
苏童，你皮肤真好，虽然有点黑吧，可肌肤细腻，看着比这白糖糕还要好看。哎，起疙瘩了，是冷了吗？这靠窗的位置冬天坐着就是不好，不过这里能看到下边的全景呢。你坐对面去。哎呀，没关系的，我坐在这儿啊，可以陪着你。哎，苏童，你干嘛用茶水泼我呀？坐对面去，再起幺蛾子，我把你从楼上扔下去。你真是一点情趣都没有。魏东来，你该不会喜欢我了吧？啊？你疯了吧？哎，你是对自己有什么误解吗？就是你这样20多岁的老女人了，我会看得上你？哼，你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样子，又粗鲁又不懂情绪。我是谁啊？我好歹也是当了20多年的侯府世子的，我看过的美人没有1000也有800，好吧？人家艳肥还瘦，哪样都有，还将我当祖宗似的供着，我会喜欢上你这个动辄就对我打骂的母夜叉？简直笑话！母夜叉？苏童，你瞧瞧你自己有多粗鲁！哎，这男人哪个不喜欢温柔小意的？你看看你自己，你反省一下吧啊！说完了？说完了。记住你今天的话，茶凉了。哎，没揍他，也没骂他，这是什么路数？魏东来咋没看懂呢？喂，干什么？那个，你不打我？这手多欠呢。你想我打你啊？不想。不想就坐下。这么好说话，那他更害怕了好吗？是不是暴风雨之前的宁静啊？那个其实也不是那么差，你还是很好的。下头来人了。魏东来想婉尊解释一下，可苏童的视线已经瞥向了楼下，落在了那个骑着马带着大批人马走过来的韦浩身上。装模作样。特别是在看到苏童盯着楼下那人的眼睛眨都不眨的时候，魏东来就越发看得韦浩不顺眼了。人家怎么装了？他就住在拐角那个客栈，这么点距离他还骑马，你说他不是装模作样是什么？说不骑着大马，人家也看不到他手中的尚方宝剑吧？有这才好玩，等着吧，我说了要带你看好戏的。话音一落，在苏童还没来得及询问是什么好戏，就看到远处走来一个妇人。那妇人就跟掐着点儿似的，刚好在县衙门口跪了下来，手中举着状纸，大声喊冤：“当街告状！”热闹吧？是热闹，也够老土。瞬间四周聚集了人，韦浩被拦下，意外地看着眼前这个妇人。你要告谁？民妇状告县太爷黄忠，他滥用职权强抢民女，残害无辜。青天大老爷，你可要给草民做主啊！黄忠刚好出来迎接考核大人，结果就听到了这话。胡说八道！你敢诬陷本官？你安排的？哎呀，怎么能这么说呢？咱们都是看戏的。是吗？哼，没用的。我知道。知道还来一出当街告状啊？你等着看吧。草民甘愿受任何的惩罚，草民死了，草民的家人也会继续告的。不仅是我，还有他们也会继续告。他们。话音一落，人群中又挤出来5个人，男女都有，拿着状纸高高举过头顶，跪在了韦浩面前。草民状告县令黄忠奸杀女，一共28人，请大人为我们做主啊！草民状告县令黄忠奸杀，共计28人，请大人为我们做主啊！28人？没错，他当了3年县令，杀了28名。韦浩也很震惊，他是万万没想到这小小的县城居然还会有这么大的案子。这凶手
还是县城里最高的官员。若是真的，整个朝野都要动荡。你们所言属实。草民等人所言句句属实，县太爷家的师爷就是证人。师爷，那个曾经还要出谋划策帮忙找姑娘的师爷，他居然转做了污点证人，那也是个畜生。别急，畜生得让畜生自己咬，这样才能报仇，说不定不用动手也是两败俱伤。黄忠也没想到自己的心腹师爷居然会转头出来作证对付他，他大吃一惊，可那师爷已经跪在了地上。草民愿意作证，黄大人在位期间残杀孩童28人，草民还有物证，草民还知道尸体被埋在何处，那些人都被埋在那儿呢。这一切如此简单吗？简单？光是调查这28个死者的身份就不容易，更何况说服这些人来告官。若是今日只有一人去告，就像你说的，肯定不会成。可是死了多少人，人证物证埋在哪儿，全部都清清楚楚的呈现。你觉得若是不一次性的将这些都拿出来，这案子一旦进入调查之中，会浪费多少时间呢？这个时间会让县太爷又整出什么幺蛾子？他如此明目张胆，背后有没有保护伞？所以这一切看似简单，可这背后才是筹谋良久啊。这一切是你准备的？哎呦，你在说什么呀？人家都听不懂的嘞，人家3个月前才来这里的。今日这戏是精彩。得到苏童的夸奖，魏东来瞬间高兴得恨不得跳起来。可是又可是什么？如此人证物证都有了，师爷都作证了，我就不信他能翻盘。他能。为何如此笃定？这后院住了谁呀？黄忠和他儿子呀，他娘子早几年就死了，不然他能这么混账？是啊，他家呀只有他和他儿子。你是说他会让他儿子顶罪？不可能吧，那可是他儿子，传承香火的儿子。他若是活着，儿子有的是，甚至会比现在这个好上10倍100倍，最差至少可以参加科举，可以有一条青云路，而不是一个被毁掉了容貌、前程都没有的纨绔儿子。好一个苏童！我去再回。苏童没管他，魏东来迅速离开了包厢。人一走，苏童才看着楼下那个从大马上下来，亲自接了状纸，拿着尚方宝剑对准黄忠的男子。算算也有3年没见了。韦浩这次来这小小的县城是为了谁呢？韦浩对着众人说会择日开堂审案。魏东来气喘吁吁，拿着茶壶就死命地灌了一肚子进去。渴死我了。苏童，我们回家吧，还要去买年货呢，这会儿时间差不多了。里面的点心打包。苏童，你干什么？我怎么了？姑奶奶，我魏东来去酒楼，就是点一桌子菜放那儿看也不会打包的，更不用说这还是吃过的点心，你至于吗？麻烦小二哥打包。这些点心呢，我基本没动，我带回家给我爹尝尝。啊，对了，他买单。苏童，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呀？我说了不打包。苏童没有搭理他，而是伸手一掏，简直不要太准确的从他兜里摸出了1两银子，交给了那小二。店小二的嘲讽和不屑之色简直不要太明显。乡巴佬还做包厢呢，连点打赏都没有。哎呀，我就知道这趟讨不得好。苏童，你看被人笑话了吧？一个店小二都能笑话老子，都是你干什么要打包啊？丢人不丢人呐？打包就是丢人啊？是啊，你看看谁打包了？谁打包了？苏童没说话，只是揪着他就往下走。
魏东来不知道这个女人要干啥，就不敢反驳，只能低声急切地询问：哎，苏童，你要干啥呀？你别在这儿闹，你给我留点脸啊！找银。您总共花了980万。是呢，所以呢？还有2个铜板呢。这2个铜板也好意思要？啊，你们这2个乡巴佬，要是没钱就别做包厢啊！我就知道伺候你们这样的没啥油水，打肿脸充胖子呢。拿去，给你。如此小肚鸡肠，你这样的村妇，男人早晚休了你。让你嘴贱！老子的娘子，老子自己都舍不得骂一句，今儿还被你给羞辱了。你说谁被羞了啊？告诉你，老子的娘子也是老子的妻主，一个白痴不长眼的玩意儿。魏东来这一嗓子让四周的人哄堂大笑。感情是假世子的。是啊，我说呢，谁这么将入赘说得如此长脸？原来是假世子啊！假世子不是入赘给军纪了吗？所以那是军纪。哎呦，我听说啊，他堪比瘦马，将假世子伺候的舒服呢。如今看来，瘦马，这乡下人的眼神着实不好啊。那可不，我就说传言不可信。不过这假世子如此维护军纪，看来军纪的确将他伺候的不错啊。这些人的话是越说越混账。魏东来说罢，就冲着说的最狠的那一个走了过去，一拳打在人脸上。嘴里喷粪的玩意儿，你再说一句，老子打断你的狗腿！还有你这狗东西，你娘没教你好好说话，爹来教教你。他可是真勇猛，一冲过去就直接将3个人打倒在地，那可是只有1只手呢，还有1只手吊着呢。苏童就站在门口看着，没有帮忙。假世子，你如此闹事，信不信老夫立刻报官？你还打砸了我这么多东西，赔银子！你不告我，我也要去告你。你这店开在县衙门口，一天到晚也不打烊。哼，这县太爷做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儿，还将尸体埋在门口花圃。哼，你敢说你这店儿看不到端倪？你多半就是帮凶。大人，我要举报！这掌柜的是帮凶，是残杀几10条人命的帮凶！大家快来啊，有帮凶啊！假世子，高抬贵手，别闹！哼，还敢让我赔钱？你们这些人全都是平时和县太爷交好的有钱人，闹呀，来闹大，让大人来查查你们，看看你们是不是同伙啊！魏公子，刚刚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得罪了啊！有上道的就开始塞银子了，掌柜的见状也开始塞了。不大会儿功夫，魏东来那手里至少也有小10两了。老子打包丢人不？不丢，魏公子，您大人有大量，饶了小的吧。魏东来看到店小二讨饶，这才趾高气昂地拉着他媳妇走出了客栈。苏童是全程都无用武之地，不过他看到了这样的魏东来，倒是改了刚刚的打算。若不是他闹那一场，今日，拿来啊！什么？银子啊！刚刚那些人给你塞了那么多的银子，你就昧下来了？苏童，我为你出头，为你和人打架，好不容易得来这点银子，你居然还要拿走？我为你付出的难道就比不了这点碎银吗？你也太让我失望了，我在你心里就这么不值钱吗？你值钱过吗？说完，又一次精准无误地从他兜里掏出了钱。魏东来简直恨得抓狂。苏童，我好歹刚刚也帮你出头了，你简直太没良心了。魏东来，我得提醒你一点。什么？你为我出头那是天经地义，你是我名义上的相公。若是你看我被人欺辱，看我被人羞辱也不出头的话，反而和那些人一起羞辱我、欺负我的话，你这人呢，
就真的是一点用处都没有了，连当个男人都不够资格了。惠东来，这些东西是我们花了钱买的，我们都没有动过。你若是不打包的话，他们就会收走。你以为他们会丢了吗？不，他们会继续卖给下一位客人，他们再用你给的钱赚你的银子。你是人傻呢，还是钱多呀？还是人傻钱多呢？若是让他知道什么是粮食不易，什么是珍惜，这小子绝对是听不进去的。但是只要是和他说动了他的银子，他保管听得明明白白。我去，我之前怎么没有想到？是啊，他们用老子的钱赚老子的钱，奸商奸商！打包，以后都要打包。苏童，快走吧，还要买东西呢。魏东来说完，率先走到了前头，在苏童没发现的地方暗自松了一口气，差点就圆不回来了。当个纨绔子弟是真的累呀，真累。还好苏童够笨好忽悠，不过他说的对，用他的钱发财，这种无耻的事情那是他魏东来才能干的事儿，别人想干没门儿。苏童，过年要买什么？不知道。不知道？你以前过年没买过年货？在西北不需要啊。你12岁的时候才被卖的吧？那之前呢？过年都买什么？苏老太太掌家，银钱我们没有资格碰的。我突然觉得自己比你幸运多了，至少侯府老太太对我还是不错的。老太太种嫡庶，知道我是嫡子，所以对我格外宽容，比那几个庶出的可好太多了。特别是在银钱上，从来不亏待我，我想用多少就用多少。唉，就是人死的早了点儿，不然我这好日子指不定还能多过几年呢。好日子？约上3、5狐朋狗友，押祭聚赌，招花惹草。哎呀，也别这么说嘛，那鲜衣怒马的少年郎还是好不快活的。可你落难的，你那些朋友有几个帮你啊？苏童，大过年的提点高兴的事儿。你自己要提的，又不怪我。两人一路商量着买什么，走到赌坊门口的时候，苏童看了魏东来一眼。魏东来立刻说道：哎，我可没说要去赌啊，你可不用这眼神看着我。自作多情。小丫那里……对啊，如今县太爷倒台了，小丫是不是就该送回去了？不急，等案子完全了了再说。那再等等。找个合适的机会再说吧。苏童，你就这么放心我呀？你不怕我欺负他？你不会。为啥不会？因为你有底线有良知，你再混也不会对孩子动手。魏东来，你其实挺不错的。魏东来觉得他仿佛听到了花开的声音。什么是心花怒放？这就是苏童居然表扬他了，他表扬他了。苏童，你真好，我……放手放手！你干什么呀？路过赌坊就想进去啊？眼睛一直往里面看什么看呢？还不给我回去！画风没对啊。魏东来半点不打岔的立刻配合。哎呀，我就看2眼，我不会赌的，我没钱呢，我没钱呢，你看。狗改不了吃屎。两人一个打一个骂的往前走，背后出来的人看了一眼，点了点头。可以汇报了，那个军纪没有手软，一直收拾着魏东来。好，知道了。那刚刚在客栈出头的事儿，想来只是传闻。黄忠的事儿闹得沸沸扬扬的，可能是有人在转移话题。那知道了，走吧，可以回去过年了，等年后再来。多半是在客栈出手，人家以为我们夫妻感情深，所以怀疑了。看来暗处还是有人的。这话以后就不必说了。什么话？夫妻情深，我们只是合作关系，仅此而已。废话，我就是话赶话，少给自己脸上贴金了。我是绝对不会看上你的，绝对。那就最好不过了。你在这里看点瓜子啥的，我呢去买些女儿家的东西。魏东来还在失望中，点头没理苏童。
苏童则在魏东来的不注意之下，向着来的时候的方向又走了回去。半个时辰后，你去哪了？大家都在等你呢。苏童笑着和几位婶子打了招呼，然后拿着一包东西上了牛车。魏东来伸手就想翻，苏童直接将他的手打掉。回去再看，这里这么多人。哎，今儿个你们看到县太爷家的热闹没有？哎呀，看到了，天爷呀，28个孩子呢，这也下得了手。哎，我跟你们说，你们猜，刚才我回来的时候又看到谁了？谁？苏四郎。哎，他在干啥呀？他居然呢也去状告县太爷了，说县太爷呢还害死了小丫。我的老天爷呀！苏大郎那杀千刀的居然将小丫卖给了县太爷，那28个死者里面有小丫，作孽呀，作孽呀！苏童都听愣了，这苏四郎还能这么操作？就连魏东来也是一脸惊讶，这读书人不要脸起来，倒是连他自己都自愧不如呀。你这四叔是个人才。闭嘴吧，好好驾你的牛车。苏童和魏东来两人嘀咕了一声，一旁的婶子说道：你们也没想到吧，你的妹妹呀是真可怜，苏大伯母才是可怜呢，女儿啊是真死了。哎呀，这就是命啊。苏童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接这话了。这苏四郎啊还真是出手不俗，这是想在钦差面前讨个好？多半是了。只是如此一来，倒是将苏大郎陷入了不仁不义的地步。很快老泉村就到了，那些八卦的婶子们还意犹未尽，可苏童和魏东来两人已经是啧啧称奇了。你说真让苏四郎这么下去？回去问问我爹的意见再说。苏童也不好立刻下死手，虽然他觉得那苏四郎是真的该死，若没有他牵线搭桥，就苏大郎那个样子，能知道小丫卖去县太爷家了？回到家后，苏童将来龙去脉说给苏二郎听，但绝口没有提小丫如今在哪里，只需要说苏四郎去告了那一段，苏二郎就能猜到来龙去脉。他的嘴都在哆嗦，这可是亲弟弟啊，这么狠心，那可是亲侄女啊。哎，你四叔不是个东西，这么多年的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孩子那么小，脑子也不清楚，就如此被他害了。他丧尽良心呀！不行，我得跟你奶说道说道。苏童拦都拦不住，看着苏二郎呲溜一下就跑了。当然他也没想拦，苏二郎这是对苏家人还有善念，只有让他看到苏家是如何作恶的，以后做事情苏二郎才不会插手了。要不我还是去看看我老丈人吧，免得他吃亏。随你。魏东来就发现了苏童在这方面还是很凉薄的，那可是他亲爹呀。不过魏东来还是追了出去，人一走，苏童就将自己买来的东西拿回了房间，小心放好，又去厨房看了一眼灶台里的火，正说炒菜呢，就有妇人急忙跑过来喊人了：苏童，快去看看，钦差大人去你奶奶家了，这会儿把你爹和你男人都给抓起来了。什么？苏童一路跑，一路用手扒拉着自己的头发，在路过门口的时候，甚至还故意摸了一手灰涂在脸上。等到了苏家门口，苏童的样子可不是一般的狼狈，头发凌乱，脸上灰扑扑的，身上那身黄色的褂裙看起来要多老土就有多老土，所以这一出场啊，就是典型的农家妇人模样。更要紧的是，他到的时候，苏二郎和魏东来两人被衙役用木棍压在地上，动弹不得，一副马上就要准备用刑的样子。而苏四郎和苏三郎以及苏家其他几个儿孙则站在一侧看好戏。
村长和其他村民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韦浩正坐在院子中间，入眼一幕，看得苏童瞬间怒火中烧。爹，东来！放肆！见了钦差大人还不跪下？这韦浩乃是韦家极为看重的后辈，第3代继承人，曾经作为运粮官去过西北，但这会儿这人明显一副和魏东来有仇的模样。苏童有点看不懂了。草民参加钦差大人，不知道我爹和我夫君所犯何事啊？夫君？韦浩的注意力果然被转移，他有点意外地抬头看向苏童，而这时谄媚的苏四郎立刻在韦浩耳边解释道：大人，她就是苏童，我那个侄女，也就是魏东来的妻主，魏东来就是入赘给了她。韦浩有点意外，还以为会是什么样的女人能入魏东来这个纨绔子弟的眼，却不想却是这样一个平平无奇和旁人没有什么区别的农妇，还真是有点失望了。大人有所不知，我这侄女儿才从西北回来，听说之前在佟将军府上为婢呢。对了，忘记说了，这韦浩啊，本来也是驸马大人的人选的，甚至最一开始的时候，珍妃选中的驸马就是他。只是后来陛下力排众议，定了佟3。有传闻佟将军失踪落河，和韦家的人也脱不了干系。你抬起头来。苏童双手握拳藏在袖子里，他慢慢抬头，眼睛被刘海遮住，韦浩只看得到半张脸，而那半张脸还沾染了灰尘，看着就脏兮兮的。你在佟将军府上做什么？回大人的话，草民是粗使丫头，负责洒扫一类。哦，佟将军那5进的小院儿，不是说只请了几个小厮伺候吗？你在撒谎。这一吼声，旁人全都一愣。撒谎？咋的？苏童不是丫头不成？大人怕是说错了，佟将军府不是5进小院，而是一座复合院子，那是曾经的商人跑路后留下来的。佟将军说将军府距离大营太远不方便了，所以就选择了靠近军营的那个复合院。屋里除了有小厮之外，还有丫鬟伺候，草民就是其中之一。分毫不差，看来还真是将军府伺候的丫头。哦，是吗？那许是本官记错了。不过我和佟将军也算是有些交情，你既然在他府上伺候过，那就起来回话吧。草民斗胆，不知道草民的爹和夫婿所犯何事啊？为何会被衙役缉拿呢？韦浩指了指被抬出来放在一旁断腿的苏大郎道：苏大郎状告他媳妇儿和人通奸，还和奸夫一起将孩子卖去了县衙，导致孩子惨死。你爹和魏东来2人居然为奸夫辩解。本来本官受理杀童着实震惊，所以本官会去28名受害者家中一一查看。苏家就是第1家。苏四郎乃是大魏国昭和23年统生，也是村里唯一有功名之人，加上受害者又是他的家属，他又是当地人，所以本官决定让他成为这次案件的副手，协助本官调查此案。就苏四郎这种人也配当助手？他才是卖掉小丫的罪魁祸首，你们简直就是一丘之貉。韦浩，你就是个蠢蛋，被人耍了都不知道。是苏四郎撺掇苏大郎卖了亲生女儿，是苏四郎。谁也没想到，这个时候唯一出头的，居然是一直魂不吝的魏东来。苏童也有点意外，这人如今居然如此有血性。可是魏东来这一嗓子让韦浩冷哼了一声。哼，苏大郎那可是苏小丫的亲爹，你看他如此悲痛，更是因为女儿丢掉大受打击，恍惚之下摔断了腿。而且哪个男人愿意承认自己戴了绿帽？他能勇敢地站出来告自己的妻子和人通奸，害了女儿已经难得，他又怎么可能会做出如此狠毒之事？再者，
苏四郎乃是有功名之人，又如何会不懂律法不知轻重？反倒是你，贾世子。呵呵，贾世子当年在京城那是何等威风，何等风光，欺压百姓，招摇撞骗，贪赌好色，就是世子身份被揭穿，也能薅最后一把羊毛，将侯府那些下人的钱骗了个精光。所以说呀，让大家说说看，到底是魏东来的话我会信，还是信有功名从来没有案底的人的话？苏童听到这些都是无语。先不论之前那些，就说这世子的身份被揭穿，这魏东来还能去骗府中下人的银钱，他可真够无耻的，简直将不要脸发挥得淋漓尽致。你胡说，我没有，那是他们自己主动给的钱，给我做买卖的。还在狡辩，你说的买卖就是一本万利的赌博吧？才不是，别浩，我们说的是这案子，不是说我。本官说的也是案子，今日本是调查虐杀案，却不想还牵扯出了这通奸案子来。来人，立即缉拿张大锤归案，将苏氏亲娘带走。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到苏大伯母，此刻被人从里面押了出来。他眼睛哭得红肿，整个人被人绑着，嘴也被人用布堵着，死命的摇头挣扎，那个样子看上去着实可怜得很。只是在看到苏家大郎躲在角落里装可怜的时候，他突然发狠，作势就要扑上去，可衙役却突然上前，不仅阻止了他，更是用木棍狠狠地打在了他身上。他整个人一下子栽倒在地上，动弹不得。苏童的拳头捏得死紧，再也忍不住了，他向那群人冲了过去。可是他快，却有人比他还要快。爹！住手！苏二郎居然挣脱了看押他的衙役，向苏大伯母冲了过去。放肆！将他给我拿下！一声令下，又有衙役上前。苏童都没有看清楚魏东来是如何从地上挣脱开来的，他就也已经爬了起来。这还不止，他还不怕死的跑过去帮着苏大郎和那些衙役打成一团。这胡闹！放肆！放肆！将他们给我拿下！拿下！衙役众多，他们双拳难敌四手，很快两人就被制服了。苏童立刻上前：大人，您既为钦差，手拿上峰宝剑为民请命，为何就不调查清楚，只听一面之词？你说这苏四郎身有功名，就是可信之人，他说什么你都信。那他还说自己是县太爷的亲信呢，你也信吗？他落井下石看到县太爷倒霉了，就自己跑出来抱你的大腿。大人，你可莫要被苏四郎这个人给骗了呀！苏童，你胡说什么呢？大人，冤枉啊，冤枉！我这侄女儿肯定是为了救她男人才胡言乱语的。黄忠那种贪官污吏，学生怎么可能跟他同流合污呢？是吗？你说你如此的大义凛然，如此的无辜，那你们卖了小丫的10两银子，为何会在你书房里放着呢？全场哗然，就是那韦浩也意外地抬起了头，一脸冷意地看着苏四郎。他所言可当真？假的，肯定是假的。我根本就没有那10两银子。问他当然问不出来呢，他诡辩狡诈，心思深沉。苏大郎，我且问你，卖掉小丫的10两银子哪里去了？是不是被你们兄弟2人贪污了？你们不想交回宫中给苏老三他们用，所以就偷偷的分了，对不对？你偷拿了10两银子是不是？谁也没想到苏童问得好好的，却突然转头直接对向了旁边地上的苏大郎发问。苏大郎本来就不是什么聪明的人，那接二连三的问话一出，他根本就想都没想，脱口而出道：不是，那钱被偷了，被偷了。那天从县太爷府上出来就被偷了，我没拿，我是人财两空，我可没拿1分钱银子。大人，您听到了。大哥，你疯了！
你乱说什么呢？苏大郎后知后觉，死命地捂住自己的嘴巴，同样不敢置信地看着苏四郎。苏四郎的脸沉到了滴血，他是万万没想到，这么好的局居然被大哥给毁掉了。大哥，你告诉我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小丫是被你卖走的，不是被大嫂。你明明告诉我说是大嫂的，你怎么骗我了？你怎么会骗我呀？那天我在县衙门口遇到你，你拿着的东西就是卖掉小丫的钱，我正要劝你就被人打晕了，所以才会被人误会。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你干的，大哥，告诉我，是不是你干的？是不是你干的？怎么能这样呢？那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啊！你太狠心了，你实在是太狠心了。大人，我学生识人不清，差点害了我大嫂。大人，我也没想到我的亲大哥居然如此卑鄙。大人，学生错了。饶是苏童见识的人多了，可苏四郎这种又狠又急的人可真是少见，甚至于就连他也许久没有反应过来。苏四郎竟然能如此扭转局面，将自己摘了个干净，还将苏大郎推入了火坑。放肆！放肆！原来是你做的一切，你还诬陷发妻，让我差点害死一条人命。大哥，你快认错，快认错呀！这样还能争取宽大处理，你快认错呀！苏大郎本来就是没什么脑子的人，平日里愚孝，什么都听苏老婆子的也就算了。刚才苏四郎说的那些话，他其实一句都没听明白。当然，就算听懂了，可是他那个脑子要反应过来的话，还需要一些时候。但是苏四郎怒吼声中让他磕头请罪，他还是听懂了的。苏大郎就真的跪下来给韦浩磕头了。苏童整个人都看懵了，这苏大郎除了打老婆厉害，当真是毫无半点用处。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你这刁民，居然敢欺瞒本官！来人，即刻将他拿下带走，将苏氏亲娘松绑。看来这案子还有待考究，本官要好好调查这件案子。还请大人放了我爹和我夫君，他们也是仗义直言，不想大人被骗。而且此事，苏四郎是否真的不知情，还有待考究。苏四郎此刻简直恨毒了这苏童，怎么就如此死咬着自己不松口？明明他计划的很好的，这一村的乡巴佬根本就没见过世面。大人，不如就依着我侄女儿的意思好好彻查吧。学生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不怕被审查。学生也想还自己一个公道。韦浩看向苏四郎的神情果然变得柔和了许多。能这么说的人，想来也是心有明月的吧。此事我自会好好查查，打道回府。至于这两人，韦浩说的是魏东来和苏二郎。罢了，你们二人也是为了替那苏氏伸冤，本官就不和你们计较了。不和他们计较，是不想让他们看到他审理这个糊涂官司吧？苏二郎和魏东来被衙役放开，他们踉跄地爬起来，一左一右地站在苏童身边。来日方长，不可争一时之短。那人还对东来有仇呢。苏二郎这话，苏童跟魏东来两人都同时看向了他。他咳嗽了一声，有点为难道：老四可真是让我没有想到啊！你大伯这次怕是完了，这贩卖亲生女儿之事倒不会怎么样，但是这欺瞒上官诬陷一罪是逃不了了，这牢狱之灾坐定了。苏童被扯回了理智，真是好笑，
卖儿卖女反而不是罪。这该死的魏国，这律法不知道是哪个棒槌发布的，真是恶心。苏四郎跟着走了，整个苏家大院瞬间安静下来。可安静过后，一片喧哗，所有人都对着苏家大院退避三舍，恨不得从此就没有认识过苏家的人。哎呦，太狠了，这苏四郎太狠了。哎呀，走吧走吧，以后这一家子的是非谁也沾惹不起，惹不起啊。苏大郎的神色非常不好，特别是在看到苏童的时候又欲言又止。魏东来和苏童陪着苏二郎回去，还没到家呢，苏二郎就走不动道了，整个人腿软无力，这是被吓的，也是被气的。魏东来这个时候真的是一点都没含糊，背着人就走。到了屋，将人放下以后，魏东来才道：韦浩那厮和我有仇，要不咱们跑路吧？哎，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一遇到事儿你就跑路，我早晚被你气死。那不然呢？你们也看到了，刚才他是如何羞辱我的，我说啥人家都不信，还动手打我。他只要将手头上的事儿处理完了，肯定要找我麻烦的。还有那个苏四郎，那个人更狠，对自己的亲哥都是如此。咱们这次没将他踩死，还让他逃过一劫。只要他和那韦浩狼狈为奸，那简直我都不敢想象。不仅对付我，还要对付你们，所以咱们不跑不行啊。苏二郎当然不干了，不说这一屋子的家当，就说他又没做错什么事儿，凭什么要让他跑路？早知道就不娶你了，瞧瞧这惹出的事儿。闺女儿，要不咱们把这小子给休了，这样也不用得罪那个什么钦差大人，又能窝在这儿。苏童，你可不能听爹的啊！咱们可是说好的，不能休了我啊！爹，我觉得东来说的不错，躲吧。苏二郎都以为自己听错了，躲？他闺女居然说躲？闺女儿，真躲呀？躲。彤彤，你对我真的太好了，我发誓以后好好对你，一定好好对你。苏童瞥了他一眼，一反常态道：爹，我说的躲是说躲去州府。州府？去州府干啥？去州府要干啥？面对两人的提问，苏童自有自己的打算。这韦浩是什么样的人，他比魏东来清楚，睚眦必报那是肯定的，心眼儿也极小，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非常骄傲自负。今日这一交手，有些事情就必须得好好处置才行。就比如说钦差一帮而言，到达州府就可以了，至于考核的问题，根本不必他亲自过来。那为什么他非要亲自走这一遭呢？那么到这里又是为何呢？苏童想到了一个可能，一个和那两个人来这里一样的可能性，为了童三童将军。至于去州府目的也很简单，一是要让这案子捅破天，让所有人都知道，让那28名受害者得以昭雪；二则是要能压制住韦浩的人出现，让韦浩赶紧离开这里。当然也为了保护魏东来。苏童只是想了那么一丢丢而已。可是去了州府，那咱们这么多东西怎么办呀？要不这样啊，你呢和东来去躲躲，爹就在屋里反正爹是老骨头一个，他们也不能把我咋样。爹，这话就不必说了，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丢下你不管的。那要不就我自己跑吧，媳妇儿，我自己先躲起来，这样也不会给你们惹出麻烦来了。苏二郎那个气呀，这不就是抛弃他们父女二人吗？这个背信弃义、忘恩负义的小人，有了危险比兔子跑得还快。他对着魏东来再次破口大骂，苏童也有点失望的抬头。不过在对上魏东来那双眼睛时，
却又意外的镇定下来，想了想，更是说道：“好啊，你走吧。”彤彤，那还不如把他休了呢。爹，心不在这里，留不住的。苏童这话让魏东来的心里也跟着一震，甚至很想不去了。可是他最后还是抿了抿唇：“我会回来的，爹，等我逃难回来，我就又是你的好女婿了。”哎呀，恬不知耻，简直恬不知耻！彤彤，休了他，休了他！苏童看着苏二郎气成这个样子，只对着魏东来喊道：“还不快走！”魏东来咬了咬牙，深深地看了苏童一眼，转身就走。是的，苏童说的没错，去州府就能将一切的事搞定。人一走，苏二郎第一次对苏童不满地说道：“彤彤，爹就搞不懂了，为何不休了他，还让他跑了？你们可是夫妻呀，夫妻！”爹，魏东来这个人呢，就算我们留着，他也能偷偷的跑，还不如大家留个好印象。什么好印象？他那个人连自己亲娘去世都没哭一声，是个能记恩的。唉，怪爹，还是要怪爹呀。要不是爹一意孤行要定下他，也不会如此耽搁你。不过还好，你们还没同房啊，爹重新给你物色一个，找个老实的，丑点就丑点。以前觉得呀，人长得好看，种子好，生出的娃就好。现在，咱就找丑的啊，找丑的。我去跟他们说道说道。苏二郎说完就走，苏童想拉都没有拉住。这黄忠一出事儿啊，跟他交好的人都跑了，生怕被连累。哎，听说了吗？这县衙今天一早上还把对面的客栈给封了呢，掌柜的都被抓了呢。距离这么近，这客栈不可能一点没看到猫腻的。这事儿啊，还真是越闹越大了。可不，我还听说那黄老板、张老板都被抓了，之前他们和县太爷还吃过饭呢。黄老板、张老板，那不是之前在客栈里跟他们起过冲突的人吗？而且很是羞辱了苏童。所以，敢问二位，那张老板和黄老板是什么时候被抓的？就刚才呀，刚才被抓的，说是有人举报。何必呢？苏童继续往前走，走到了一个角落的时候，将头发全部都竖起来，拿出苏二郎的衣衫换上，然后又用炭笔画粗了眉毛，接着走到一侧，对着一个乞丐招了招手。半个时辰后，县衙。大人，外面闹得沸沸扬扬的，说是之前黄忠办理的案子，好多都是有冤屈的。您看这事儿，他之前的案子，对呀，倒是将这个忘记了，去查查。是。一个时辰后，牢房门口。娘的，要不是那狗日的如今涉嫌命案，我非活剐了他。就是，小爷我哪里像纵火犯了？没眼力见的东西。走走走，这鬼地方我是一点也不想再来了，赶紧的离开这里，趁年前赶回荆州。哎呀，不能走！你想啊，我们无缘无故怎么会被人当成纵火犯呢？肯定是有人在背后使坏。哎，你说有没有可能是将军啊？我倒是觉得这怕是和韦浩有关系，他可和咱们将军有过节的。不说之前在军营的过节了，就说他当初可也是3驸马的热门人选，只是陛下选中了我们的将军，结果将军还拒婚，这不是打了他的脸吗？将军出事儿，说不定都和他脱不了关系。也是啊，所以韦浩发现了我们。应该是，指不定我们被抓就是韦浩提点黄忠干的，也不一定。两人在这里一阵脑补，躲在树上的苏童听到这话，只觉得头大，
这俩二货。那将军怎么办？不找了？是啊，那还找将军吗？就在这两人一筹莫展之际，一个小纸条落到了两人的脚边。两人打开一看，我去，这是真的纵火犯给我们的信。好啊，这黄忠居然干了这么多的坏事儿。罢了，咱们两兄弟替好汉挡灾了。而且人家还在扳倒黄忠的事上费了这么大的心思，我们兄弟二人就不计较了。没错，我们可都是讲义气的人，不跟这侠士计较了。可是咱们现在去哪儿啊？韦浩和咱们主子有积怨，加上咱们将军的事儿，还不晓得是不是他动的手，不知道他怎么当上这钦差的。但是他来办这案子，我不相信。不如我们去一趟州府，找到兄弟们和他们会合，然后再联络昔日同僚。童将军一直教导我们得对得起百姓，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这小子好过。啊，对，去州府找个可以压制这小子的人，免得一天到晚起那么多幺蛾子。两人说完就走了，苏童这才松了一口气。纵火犯，不好意思了，借你大名一用。办好这些，苏童才回乡。只是刚到村口的黄果树下，就被围在那里的村妇们拉扯了过去。彤彤啊，你爹说的是不是真的？魏东来真扔下你们父女俩跑了？苏童那个尴尬呀，这苏父还真是挺快的，这就人尽皆知了。瞧这丫头一脸为难的，哎呀，你也是可怜呐。不过你爹说你们又没有通过房，所以你还是清白的姑娘呢。别怕，你的婚事啊，婶子们都给你看着呢。要是有合适的人选，咱就娶进来。就贾世子那样的，不要也罢。没脸了，彻底没脸了。童呀，别觉得难为情，咱们这些婶子啊都是过来人，而且你找的是赘婿，清白什么的也可以，没有人敢说什么，是吧？那个婶子，东来会回来的。哎呀，孩子，你呀太年轻了，不懂。这看男人啊，就不能看脸。你说这脸好看有啥用啊？一事无成的，还如此好赌。如今是他自己得罪了大人，还跑掉了。你说说看，这脸能有啥用？有啥用啊？就是啊，苏童，你可别傻呀。你和你爹都是好人，这心眼也好呢，可不能在魏东来这身上啊摔跟头。东来真的会回来的。哎呦，这孩子还真是可怜呐。是啊，太可怜了，可怜呐。他不说了好吧，他啥话都不说了好吧，他哪里可怜了？满头黑线，好不容易从那些婶子手中跑掉。苏童路过苏家大院的时候，苏大伯母已经清醒过来，正坐在门槛上发呆。屋里还能听到苏老婆子的咒骂声，倒是不见一个男丁。院子空荡荡的，越显得苏大伯母看起来可怜。大伯母，你怎么不进去休息一下呢？身上的伤可还要紧？彤彤，我想和你大伯和离。你想通了？想通了，左右都是一个死，还不如清清白白的。无论如何，大伯母都感激你。苏童怎么感觉这话怪怪的呢？可是苏大伯母说完这话以后，人就走了。刚好一个婶子从旁边走过来，童童呀，别离那家太近，小心惹一身的是非。哎呀，这全村呐都怕了这苏家了，真是。婶子，女人和离后能回娘家吗？若是遇到你爹这样的娘家，那自然是能回去的。可若是遇到是你大伯母娘家这样的人，那还不如去庵里绞了头发当姑子呢。啊？大伯母的娘家这么无赖吗？哼，岂止是无赖，你大伯母那娘家大哥跟亲爹都是烂赌鬼，家里一清二白的，
你大伯母的娘死得早，你大伯母能干呐，无论是地里的活还是打络子什么的，那都是一把好手，没饿死他们父子不说，还替他们还了好多赌债。可是这后来啊，他们还是将你大伯母给输了。也是你苏大郎运气好，那个时候啊，他去县城里给你四叔送东西，刚好遇到了赌红眼的白家人。你大伯母的爹呢，就说这1两银子将亲娘卖掉。你大伯母年轻的时候那长得可俊了，你大伯呀当时就花了那1两银子将她给买回来了。咱们这样的庄户人家想娶一门媳妇，再少也要1两半的银子。可当时啊，你奶奶也没吭声，只是可惜了你张叔了。他家里穷，拿不出银子来，等借够了银子去救人呐，人都已经被你大伯给带回来了，当晚就动了房。哎呀，造化弄人哟！那白家人如此好赌，后面不来闹啊？闹？怎么不闹呢？可他们就2个人，你大伯这个人你也看到了，一身的蛮力，加上又听你奶奶的话得很，跟你三叔带上你几个弟弟，白家父子来闹一回他们打一回，一点面子都不给。再加上你大伯母又只生了个小丫1个丫头，所以啊，就更是说不上话。这些年也算是平稳过了下来了。原来如此，哎呀，你大伯母跟张大锤2个人呐，是清白的，这个我们都是信的。只是瓜田李下。不过如果你大伯母真要和离，那也就别劝了。是我呀，我也宁愿去当姑子，也不要在这里被人骂上一声。女儿死了，这人还有啥盼头啊？苏家人不厚道，这些年也没有孩子出生，你大伯母也没个儿子，继子跟他爹一个德行，这真过下去，这以后的日子啊，哎呦，这话呀本不该我说的，可婶子也是一把年纪了，看得多了，咱们这些人家若是遇到一个不省心的媳妇，到老了那才叫有罪受哟。这婶子的想法还挺符合苏童想的。是的，若是再继续下去，大伯母的下场就只有死。古人能看得如此通透也是难得。后来和那妇人分开以后，苏童回去跟苏二郎说起，苏二郎点了点头。那婶子呀，你得喊伯娘，那是你大堂叔的娘子，守寡多年了。儿子呢，在县里做活，后来被落下的东西给砸死了，就成了个孤寡老太太。她看事儿啊，可比好些人通透得很呐。怪不得。可苏童看苏二郎不像之前那么颓废，反而有些精神了，就试探性地说道：爹，我今天回来村里的时候啊，婶子们都在说我的事儿呢，你和他们说了？说了，我还让他们都帮我物色一个好的，爹可不能让你被魏东来那臭小子给耽搁了。哎，这老爹哟，真够操心的。爹，其实魏东来还是不错的，他会回来的。哼，就是回来也不能要了，就他那样，遇到事就丢下你，这种男人啊，靠不住。苏童这话可没法接，想了想，索性提点了一下苏二郎。爹，我觉得魏东来未必就是咱们表面上看到的样子，指不定他也有心眼呢。他若是没心眼儿，也不会在自己身份被拆穿了，还薅了最后一把羊毛啊，连府中下人的银子都不放过。这样的人呐，没救了。哎呀，好了好了，你也别多想了，爹去给你做好吃的，吃饱了美美的睡一觉，一切有爹呢。苏二郎说完就进了厨房。苏童能说啥呢？啥都说不了呀。魏东来自己立的人设，那就只有跪着要走完他了。如此这般，6天一晃而过。爹，
有血呢。哎呀，这血可不是啥好事儿啊！哎呀，这马上就要过年了，这个时候这么大的雪，好些年没有过了。明年不安生啊，不安生。爹，你咋知道明年不安生啊？爹是庄户人家，这庄户人家靠天吃饭，明年怕是有大旱，得早早准备了。苏童还想问，可苏二郎已经进屋拿早饭去了。苏童觉得这苏二郎还挺神秘的，不是杀猪的吗？也没见种庄稼呀，这怎么就说有旱呀？太武断了。可当第二天村长也如此说的时候，苏童就知道武断的人是他。他瞬间就觉得苏父好像有点不同了呢，之前他怎么就没发现呢？这份不同在苏家人找来的时候又一次搁置了。这一次苏三郎有请，他亲自过来找苏二郎，说苏老婆子说了马上就要过年了，大年29还是一家人一起吃一顿饭。不知道为何苏童觉得这怕是鸿门宴，醉翁之意不在酒啊。爹，去不？本来爹也该去看看的，若是不痛快啊，咱们走了就是了。去拿一条肉肠啊，把那块最小的肉也拿出来给你奶送去，也算是厚礼了。苏二郎在这方面是做得很好的，而且以前苏童没发现，这回苏童发现苏二郎做这些的时候还真的是很高调，和平日的低调完全不同。只要在路上碰到人，他就一脸憨厚笑嘻嘻的和众人说他要回家看他娘去，他娘喊他回家吃团圆饭。瞧瞧苏二郎那高兴的样子，大家都在说哪怕苏家老婆子如此刁难着苏二郎，可是苏二郎还是孝敬他娘的很，让回去吃顿饭就能这么高兴呢。苏童就走在后面，看着苏二郎如此表演，越看越觉得有意思。苏家大宅冷冷清清的，一进屋大门就关上了，出去是不行的，但是在家里呢，这苏老婆子和苏三嫂杨氏倒是可以在院子里走走了。不过两个人的头上还都围着头巾，看起来呢依然颇为有些滑稽。这头发要是想长长，没个2-3年那是不可能的。反正只要是不出门，看你们能使什么幺蛾子。来了。苏童看了一圈，都没有见到大伯母和苏四郎，但苏老婆子一副明显有话要说的样子，让苏童越发的觉得这肯定就是鸿门宴。老二啊，你在外多年，今年也算是难得的团圆年了。今年家里遭了难，老大还在牢里没出来呢，如今家破人亡也不为过。老大不在了，你这老二就是娘的依靠啊。苏二郎听到这话有些唏嘘动容，他四下看了一眼，问着苏老婆子：娘，我怎么没看到大嫂呢？嫂子身体还不妥当啊？那个贱货，那个离了男人就活不了的贱货，他这些日子天天守在监狱，他要和离呢。他说要和你大哥和离，若是你大哥不同意，他就状告你大哥拐卖之罪。可那孩子也是你大哥的种啊，他凭什么去告？凭什么？可是他还威胁你大哥，说是不同意和离，他就去绞了头发当姑子。你大哥婚书上就永远有他的名字，即使将来你大哥再娶，那也是娶个小的，进门都得跪下来喊他大姐呢。你说说看，这会咬人的狗不会叫，我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女人，这么的不知廉耻。苏童听在耳朵里，都要为苏大伯母鼓掌了，总算是硬气一回了。虽然是用出家威胁，可这大魏朝律法在这里，若是看破红尘真要出家，那就是夫家也没有权利阻止的。娘，你莫不是忘记了，当年你卖我家彤彤，
害得彤彤娘早产，一尸两命，所以凭什么卖了孩子不是犯罪啊？特别卖的还是亲生闺女，换作是我也不会原谅，永远不会原谅。你在怪我？你居然在怪我？当年我们家是个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你四弟要读书，属地还闹着饥荒，若是不将大丫头给卖掉，咱们全家都要饿死的。是啊，你都说了，明明都闹饥荒了，为什么还要供四弟读书啊？他不读书，家里也不至于比村里好多人家都穷。娘，是你们求的太多了。啪的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了苏二郎的脸上。爹！苏童上前扶起了苏二郎。这苏老婆子就是疯子，说动手就动手。可那苏老婆子没觉得自己做错了似的，还一脸愤恨地看着苏二郎。你在外10年不回来看我，我不怪你。可是你四弟读书这事儿，谁要是敢耽搁，我就和谁拼命。你四弟如今如此出息，那就是老娘当年的决定，他没错。二哥，你不知道，咱们四弟现在可出息了，钦差大人可信任他了，他又有文采还有功名，这次处理这杀童案可是出了好大力呢。钦差大人说呀，还要保举四弟为秀才，等他走了，让四弟暂代咱们县城的师爷一职呢。昨儿还赏给了四弟10两银子，那可是10两啊，人家眼都不眨就赏赐了。娘说都是一家人，让你回家呀吃饭沾沾喜气，你怎么就如此想不通呢？哼，那韦浩果然是个眼瞎的，这种人都能收为己用，他也不怕将来给自己反咬一口。那倒是不必了，这喜事儿我父女2人沾不着。娘，这是我送您的过年礼物，饭我们父女就不吃了，回家去了。说完，苏二郎就拉着苏童走了，可是苏三郎却拼命给着苏老婆子使眼色。苏老婆子这才记起来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等一下，你不吃饭要走，我不拦着你，但是有一件事你得给我办了。苏二郎有点意外。有事儿？啥事儿啊？你大哥因为欺瞒钦差一事被判了监禁3个月，可铁军的亲事早就定好了的，如今亲家那边对这事儿颇有微词，觉得这媳妇儿进门可不能有个犯了事儿的公公，所以我就想着，索性你也没有儿子，就将铁军过继到你的名下，以后你也有了摔盆子的人。当然啊，他还是住在家里，只是对外名义上好听一点。这种要求他们是怎么说出来的？看什么看？难道我这样说错了？我这可是为了你好。之前你说你要守着你女儿，你还给大丫头找赘婿，可是你看看，你这都招了个什么也只是，遇到事居然跑了，而且还得罪了钦差大人。若非老四顾念兄弟情谊，在大人面前给你们父女2人求情，你以为大人会饶了你们呢？不知道感恩的东西。老二，这件事儿娘就替你做主了，你也要为你侄子考虑一下，这好不容易说了一门这么好的婚事，那可是县城王员外家的庶女，配铁军儿那都是低价了，你不能让铁军儿底子不干净啊。苏二郎一脸冷色地看着苏老婆子，然后又看了一眼院子里竖着耳朵听他们谈话的苏铁军。就这小子，那对大嫂都能出手的魂样，谁敢要啊？不用娘费心了，我就要我彤彤一个，大侄子若是乐意的话，过继给老三就好了。反正我不要别人的儿子，都快当爹了，还过继什么呀？能结那么好的婚事儿，那也就不必在意这个。娘，我们还有事儿，先走了。说完，苏二郎就拉着苏童离开了苏家院子，哪怕身后的人一直在叫骂着，可他就当作没听到似的。等到人走远了，
苏四郎这才慢悠悠地从屋子里走出来，一脸歉意地看着已经走远的人。四叔，我二叔不乐意我过继，你说现在咋办呀？那王小姐会不会不答应这门婚事啊？哎呀，我亲自跟王老爷说定的啊，这事不会改了。只是若是过继给你二叔呢，你就没有案底。毕竟你爹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也幸好你不科举考试，否则的话那就前功尽弃了。如今若是岳家能帮衬你经商，只要不出去也不妨事儿。不过呢，你别怨四叔让你奶将你们这房分出去就是了。咱们分家不离家啊，等四叔有了功名啊，不会忘记你们的。但是你爹有了案底，四叔只有分家才能继续科举。四叔放心，我明白的，都怪我二叔，居然不要我还嫌弃我，我还不乐意过继给他呢。对了，那我娘那边啊，今天大人也来问过了，娘，若是那女人非要和离，那就和离吧，反正也没啥用，小丫也死了，而且就白家那样，她和离了，白家肯定要再次卖她，她的苦难日子还在后头呢。罢了，那就算了，咱家这福窝窝他都不乐意待，喜欢被卖，简直就是犯贱的东西。这边说定，另一头，苏童看着沉默不语，一直急匆匆地往回走的苏二郎，就觉得挺心疼他的。他本来是想劝两句的，可是刚到家，苏二郎脸色大变。谁在煮腊肠？糟了，咱们家进贼了！正要冲进去，结果一个熟悉的人影就走了出来，手中拿了一条腊肠，一边啃着，一边笑嘻嘻地对着苏二郎说道：爹，彤彤，我回来了，你们的好女婿又回来喽。爹，彤彤，你们是不是很高兴啊？哎，我也很高兴，我特意今天跑回来的，明天就是大年30了，我们一家人得好好过呢。你从哪里来的？山里啊，不是说躲吗？爹，你也知道的，我又没钱，只能躲到山上去了。不过你们放心吧，我肯定没去躲，真的，我真没躲。你赌不赌我不管啊，我且问你，你回来到底干什么？爹，你是不是记性不好了？我都说了我是回来过年的呀，等过完了年我还继续躲着，等那个狗日的钦差走了我再回来。你看我多聪明，我都没想拖累你们呢。你还是闭嘴吧。哦，娘子啊，我好想你啊，你想我不？真的，若不是知道这小子有马甲，看他这副德行，苏童是真想把人打出去。想，我他娘的想打死你，我打死你这个没脸没皮的东西，你这个不要脸的，又回来祸害我们妇女，我打死你，打死你！魏东来当然不会等在屋里被人揍了，他满院子的跑哟，苏二郎又开始追哟，这个闹剧啊，隔得老远都听到了。苏童看着恢复了精神力的苏二郎，得，不用管了，还是去做饭吧。也不知道魏东来这趟如何了。不过苏童这样进屋，却转头看向了旁边的山林处，那里似乎有人，是魏东来的人。苏童想了想，到底忍住好奇心进了厨房。另一边，远处山林距离最高的那棵树，是发现我们了吗？刚刚那个女子一眼扫过来的样子，凌厉而又迅速，若非是有一段距离，差点以为还会曝光呢。不可能，如此远的距离，他不可能看到我们。刚刚怕是凑巧。凑巧？估计是吧。不过主子留在这家人，确定没有问题吗？我看那老头打得很爽啊。主子如今落在这儿，倒是真的应了那句话，3天2头的挨打。我看你是忘记了规矩，你这话若是被主子听到，想想自己的下场。矮个子瞬间不言语了，立即噤声，再次认真地守在了树梢，不敢越举半步。主子游龙浅滩，可他却不是瞎，可没资格戏弄主子，所以为了保命，还是闭嘴吧。爹，你真不吃饭了呀？不吃，气都吃饱了。
我看见他就来气。苏童叹了一口气，颇为有些无奈。他瞪了魏东来一眼，魏东来已经洗完澡了，揉了揉还疼得很的伤口，最后在苏童那警告的眼神之下，不情不愿地劝道：爹，你这打野打了也该气儿消了吧，快出来吃吧，我下午都帮你试过了，那腊肠可好吃了，就是那博亚熏烤过的，我不怎么喜欢吃，明天咱们就少做点，都做风干的。爹，你要不出来我就多吃一节啊，我瞧着我还能吃下3节呢。没死你，老子做了腊肠，凭啥被你吃了？哼，滚一边去，看着你就烦。摆好碗筷，魏东来厚脸皮地坐了下来。哇，有我最喜欢吃的酸辣土豆丝儿，彤彤，你对我太好了。当然，爹也好，爹做的腊肠最好吃。咱家每天都是这个，谁特意给你做吃的呀？大冬天的，除了这山羊芋之外，哪里还有其他的菜呢？美死你！彤彤，你对我的心意我是知道的，我保证，等这次危机过了，我一定洗心革面，好好做人，再也不随便得罪人了。这小子心情不错，看来事情还很顺利。女儿到底没有休了那小子，苏二郎再有心阻拦，可是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臭小子进屋子。哎呀，怪我呀，怪我呀！回到屋子里，魏东来已经翘起了二郎腿，悠哉悠哉地躺在了温暖的床上。看到苏童收拾好屋子，他侧身一脸深意地看着苏童。彤彤，你猜我这次事儿办得如何？顺利，不日应该就有大人来到三河县和韦浩一起处理这些案子。若没猜错的话，还会拿着圣旨出现，毕竟能动钦差的只有圣旨。你怎么知道的？你跟着我去了？这很难猜吗？难道很简单？是很简单啊，至少我轻而易举的就想到。魏东来不得不承认，苏童在童三的教导下，的确是对时下女子大不相同，眼界、看法都不一般。突然就不觉得自己这一趟有多吸眼了。那你不好奇我都处理好了，为何过完年还要走？因为来的人多半和侯府有脱不开的关系。神了，真神了。苏童，有没有人告诉过你一句话？女人呐，太聪明了不好。苏童，你该不会是我读心术吧？你怎么知道我要说这个？那是因为你太笨了。那你说说看，有啥是你不知道的？我不知道远处山里有几个人跟着你，又有几个人一直盯着我们这草房子。绝了，当真是绝了。苏童，若不是童三死了，我真要去一趟西北向他请教一下，到底他是如何调教你的？你居然如此聪明，这都能猜到？不难猜。不过你都能猜到，那说明他们躲得真的不够好。明儿我就让他们滚蛋，可不能再被谁发现了。是的，万一八小七和八小八回来呢？若是发现了那树上的人，那才是真不妥。这个随你。苏童越来越不在意，魏东来反而是越来越想告诉苏童一件事情，就比如说，你不好奇那些人是谁？反正认识你的人，对我又没有恶意，我干什么要好奇？苏童，你一点都不好玩，你得感兴趣。你知道什么是江湖吗？江湖？苏童摇头。江湖那就是画本子没有的东西，天下江湖人聚集曹帮。你知道曹帮吗？曹帮？魏东来这小子是太放心自己了，还是如此没有警惕性，口无遮拦，这种底子都敢爆出来？或许他是觉得他太安全了吧，就是个农家小村姑。哼，有点意思。江南盐帮？差不多，不过盐帮是官家的领地，可是曹帮就是私盐的领地了，而江湖就是曹帮为中心。那你是武林盟主？
苏童，你要笑死我！你是画本子看多了吧？武林盟主，真是吃的多了，一天天的不睡觉，吵什么吵？唉，还是得盖房子呀，不然这屋子也太不隔音了。以后想做点啥都不敢发出声啊。你说什么？魏东来脱口而出后，立刻捂住嘴，心跳得咚咚的。明明漆黑一片的夜晚，他居然能一眼看到睡在一旁，正用一双亮晶晶的眼睛看着他的苏童。突然他就觉得那双眼睛真好看，宛如星辰大海。苏童，我说我以后一定对你好，我要给你盖大房子。哦。苏童，相信我。哦。苏童，江湖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他们不看出身，也不管你是贱籍还是良民，只要你有本事，在江湖你就是王。那你呢？你是属于什么呀？我呀，我是星星一样的存在。星星？就是很多？就是亮眼？就是灯泡？多余的？我是很高的，很高很耀眼，被人尊重，只能仰慕的。哦。又是哦，这个女人有10000种能将人弄疯的本事。你除了哦还会说什么？你我不和你说了，对牛弹琴，我睡觉。苏四郎被韦浩带在了身边，听说很受重用。今日他们让我和我爹过去，想让苏铁军过去给我爹，说是给苏铁军介绍一门富户家的婚事。魏东来很惊讶，但是他的惊讶是苏童居然和他说了这么长的话，而且还是说的苏家的事情。天哪，是不是苏童心里当他是一家人了，所以才会这样跟他说家常，和那些寻常夫妻一样？我有所耳闻，定的王家庶女，那王家人表面看着不错，可是那王家却是靠岳父起家，是做丝绸生意的。那家子当家主母巴不得这庶女快点嫁出去，你也看到了，选的也不是什么好人家。如今人家也的确是看在苏四郎的份上，想着他这会儿风头正劲，等这阵风一过，那庶女的日子指不定连平头庄户人家都不如。那庶女是个掐尖要强、嫌贫爱富的，算是和苏家人一类型的人。等到京城的人一到，苏四郎就只有回家的份了。算算时间，估计京城的人已经出发了。飞鸽传书过去，那边早就收到了消息吧。魏东来走了6天，他这个速度啊，算是真的快了。从京城到这里，最快也要10天快马。估计年后呢，还真是有一场好大的戏要看呢。苏童，有我在，我会护着你和爹的。苏童没有回答这句话，直到旁边的人都等不及了，他还是没有回答。算是装睡，也算是拒绝回答吧，因为他从未听到过任何人对他说过这句话。我会护着你的。从未。魏东来是第一个。第2天就是大年30，苏二郎在看魏东来不顺眼，但是这个时候也该准备准备，还是起来了。你张叔和大强估计下午就能回来了，也做上他们的饭，他们父子2人正好和我们一起过新年。苏童利落地拿着村民买来的鸡和鸭进了沙房，苏二郎正要拦着，可看到一脸嫌弃又排斥的魏东来，就一脚踢了过去。看个球啊看，还不去帮忙？这些是男人该做的事儿。彤彤是弱女子，怎么能杀这些畜生呢？快点去！屁股上挨了一脚，魏东来不情不愿地去了沙房。之前杀猪的记忆还没消去呢，现在又要杀鸡了吗？提桶热水过来。苏童，你这是要是苏童，你干什么砍他脖子呀？没把握好力度，砍人砍习惯了。他说什么？他刚刚说了什么？苏童，你在西北杀人了？杀过呀，西北谁没杀过人呢？
而且我杀过的人没有1000也有800吧。苏童，你就是说你杀了3、4个，或许我都会信一下。没有1000也有800，你这牛皮吹的是不是也太大了？你不信我也没法子了。爹，咱们今晚都有什么菜啊？还有咱们中午吃啥呀？孙二郎瞪了魏东来一眼，就知道吃，猪都没他能吃。我告诉你啊，你要回来吃饭过年，我不反对。可是过完年你就不许走了，就给我窝在村里，不然你就别吃我做的饭。爹，原来你这么舍不得我呀！哎呀，我就说爹是全世界最好的岳父了。既然爹这么舍不得我，那我就不走好了。我哪都不去，就在家里。过完年，彤彤的外祖一家怕是要过来呀。外祖？苏童之前跟苏二郎还说过那家人呢，他们可不是什么好人，无缘无故的怎么要来呢？爹，我怎么没听你提过呢？他们来做啥呀？昨儿下午听村东头的麻子说的，他去州府的时候，你的外祖让人带了信，说是知道你回来了，想来看看。啊？不会是黄鼠狼拜年没安好心吧？哎呀，这几日事情太多了，真的是将我给忙糊涂了。本来也想着等过完年咱爷俩出去买肉去，走街串巷的也能避开。既然这小子回来了，那就在家里好了，就看看你外祖到底要干啥。苏童点了点头，既然非要来，那就只能等着了。当年牵线搭桥，让你奶偷偷将你卖了，你娘到死都没原谅你舅啊。他那人呢，也是烂赌鬼一个，我就怕呀，他这是又有什么坏主意打到你身上。东来，你虽然不靠谱，但这个事儿关系到彤彤，你无论如何也不能走。爹，你放心，既然是舅要来，我这侄女婿也得好好招待招待。苏童总觉得魏东来说招待2个字的时候，带着一丝若有似无的狠劲儿，也可能是自己想多了。反正如果人家要来，他们也自然不会随便让人拿捏。中午饭还算简单，煮好的腊肉配上地里新鲜采摘的蒜苗，那个味儿啊，叫一个香哟。魏东来硬是吃了好几碗米饭。今晚爹给你做爹最拿手的八宝鸭，还有口水鸡啊，还有糟鹅，这可都是咱们这边吃都吃不到的好菜，保管你今晚吃的满意至极呀。哇，我之前在京城的酒楼吃过这道菜，当时他们还请了江南有名的厨子回来做的。爹，你居然会做这个？你去过江南啊？天南地北都去过，我在酒楼做过活计，当时他们说好些长得俊俏的女子都被卖到扬州去了，所以我就去了。毕竟我们家彤彤打小就是美人坯子。那爹还去过哪儿啊？嗨，多了去了，鲁地呀、滇地呀、桂地呀，这天南地北的我自己都记不清了。那反正这些年我这脚下呀早就起了厚厚的一层茧子了。哇，爹，你为了找彤彤去过这么多地方呀，你太厉害了，我太佩服你了。那是啊，所以你以后要是敢对彤彤不好，看我不打死你。彤彤可是我的命根子，10个儿子都不换。爹，你放心吧，我肯定会好好对彤彤的，我可是要立志当大魏国最好的赘婿的，绝对不会让人比了下去。你的手，我昨晚就拆来木棍了，就是还不咋使得上劲儿，估计等过些日子就能痊愈了。孙二郎随意的伸手摸了摸，骨头已经长好了，好好养一段时间啊，就别做重活了。苏童多看了孙二郎一眼，刚刚那手法是会摸骨，当年他的手断过，当时是军医亲自动手接回去的，行的就是少见的摸骨之术，真是越发让人意外了。
如此断定魏东来的手，那就等去了县里找大夫看看，就知道是不是和苏二郎说的一样的了。彤彤，你下次可不能再这么狠了，你一出手就将我的手打断，我真的疼了好久呢。我说过的，你要是再赌，我会再打，打到你没有力气赌为止。对，不许赌，你要是再赌啊，我也帮着彤彤揍死你。魏东来极其不乐意的点头。等吃了午饭，就听到村里的孩子四处闹闹的声音。真热闹，以前我在侯府的时候也热闹，可那种热闹是下人们的热闹。下人？是啊，下人准备菜肴，准备一切，等弄好了请主子去享用。哪里像咱们这样一家人一起干，彤彤劈柴，爹做饭，我负责帮忙看着野狗野猫啥的，这不是一家人一起吗？也好意思说自己是看着野猫野狗，真不害臊。好在张小强很快就跑了过来，还没到呢，就闹哄哄的喊道：大姐，大姐，我回来了！二叔，二叔，这是我爹给大姐扯的花布，爹说新年要给大姐做新裙子穿。你给大姐买了花布，大姐给你压岁钱红包，希望你来年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张小强那个兴奋呢，拿着红包就不撒手。随后而来的张大锤无语的很，想让儿子退回去吧，可儿子拿着红包就跑了。彤彤，咋给他那么大的红包？你也还是孩子呢。都成婚了就不是孩子了。张叔啥时候回来的呀？晌午回来的，早上在县城里耽搁了一下。哦，你这是买年货了？哎，我不是说了，你过年来我这里吗？张大锤神秘地看了周围一眼，然后靠近苏二郎道：我碰到亲娘了。苏大伯母昨儿没见到，说是去县城监狱外守着要和苏大郎和离了，今儿又去了。他还没回啊？大过年的咋还在那边守着呢？没有守了，苏大郎答应和离了，他写了和离书，还是我带着亲娘去官府备案的。苏大伯母真脱离苏家了？这么简单？真的，我还认识几个字儿，官府可以备案了呢。那大嫂不，那白氏去哪儿了？他说他有去处，还说不回白家。你也知道，小强不喜欢他，总以为我要娶她当后娘呢。我也没好多问，就被小强拉走了。但亲娘能够脱离苦海，真是好事呢。苏童反而觉得苏大伯母的性子，怕是会走极端的吧。若是出家还好，就怕……张叔可看到我大伯母往哪个方向走的？北边，我记得他外祖家好像就在那边。彤彤，去给你张叔泡茶去。苏童哦了一声，进屋没多久，苏二郎就进来了。这事儿管不得，你大伯母肯定是想好了才会和离。他自己的亲人当然知道是啥德行，你大伯母怕是已经去安里了。爹，谁让大伯母出家呀？他和离不就是为了出家吗？这有啥好奇怪的？这和离不出家，他还能去哪儿啊？而且真的去了安堂，才没人敢上去闹事儿。你大伯母啊，可不傻。爹，小丫没死呢，我知道小丫在哪里。啥？没死？对，我知道在哪里。在哪里？走走走，咱们赶紧将丫头赎回来。我去看看家里还有多少银子呀。哎呦，天爷呀，你咋现在才说呀？那孩子在外头得吃多少苦啊？爹，放心，是洞外安顿好的，他托了一个朋友照顾，我们就是想等着大伯母安顿好了再告诉他。若是他没有和离，小丫回去也能被他们给再卖一次，我可不敢让小丫再赌一次。如今都傻了，再赌一次那还了得啊？东来的朋友不就是狐朋狗友吗？能靠谱啊？哎，爹，我怎么就只能叫狐朋狗友了呀？我也有几个人品好的呀。你放心好了，人家是看在我娘的份上，不信你问苏童。
你不信我，难道还不信彤彤呀？他若是不相信，会将小丫留下呀？这倒也是，不过苏二郎还是狠狠地教训了一下这小两口，胆子也太大了，这么大的事情也敢瞒着他。但不得不说，小丫还活着，着实是一件好事儿，让苏二郎忍不住多喝2杯的好事儿。哇，好多好吃的呀！爹，你为啥不跟二叔学一下呀？看这么多好吃的。老子能把饭做熟就不错了，你还嫌弃个屁呀！哼，我要吃大鸡腿。吃，给你吃。苏童亲自挑了一个鸡腿，放到了张小强的碗里。魏东来看得眼馋了。彤彤，我也想吃大鸡腿儿。你吃个屁呀！你吃鸡屁股吧你！团圆饭后，直到过了子时，苏童跟魏东来才被放回了房间。还没躺下，魏东来就问道：彤彤，上次咱们去县城，你好像买了一样东西，买的是什么呀？这厮的记性是不是太好了？女人家用的，你问这干嘛呀？哦，我就是好奇。彤彤，你说明儿爹会给我压岁钱不？今儿张叔他们都在，我都没好意思问呢。你要压岁钱干嘛呀？去赌啊？当然不是了，我想用压岁钱给你买一份礼物。今天就连张小强那小子都送了你一块花布，我身为你的夫婿，我怎么能被一个小子给比下去呢？给他买礼物？苏童这是真的有点惊讶了，这小子转性了？苏童，你想干什么？金手镯，很重很重的那种，我怎么可能有钱买那个呢？苏童，你太贪心了吧？不是你问我想要什么吗？我就想这个呀。可你这个也太难了，要不你也问问我想要什么？那你想要什么？我呀，我想要……他想要一个儿子。苏童的脸瞬间就红了，这隔音是不是太差了？这是不是……今晚说话不像平日里会故意压低声音小声点，因为今晚外头有炮仗，所以说话声音都挺大的。没想到这就被苏二郎给听到了。魏东来也不害羞，扯着嗓子回复道：爹，我争取明年让您抱上大孙子，你记得明天多给我一点压岁钱啊！滚犊子玩意儿！果然，对面立刻熄火。魏东来笑得咯咯的。苏童，我明年一定让你住上大瓦房，一定。好，要说今晚这个日子啊，还真是挺不错的。大年30儿，若是在这样的夜晚再做点什么刺激的事儿，那是不是就更好了呢？他试探性地将自己的脚伸进了苏童的被窝里，在苏童警告的眼神下，他突然说道：哎呀，脚凉，苏童，我就暖暖，暖和了我就回自己被窝。见苏童没有反对，他信心倍增，屁股也挪了一半过来，紧接着身体，然后他的头靠在了苏童的枕头上，如此得寸进尺，苏童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他有点紧张、高兴以及兴奋。苏童，你真好。苏童，大半夜你哪来的刀啊？魏东来一脸惊讶地看着这个本应该在沙房待着用来杀猪杀鸡杀鸭的刀，那阴森森的光亮看得魏东来头皮发麻。老实点，不然下一个被抹脖子的就是你了。刚说完这话，砰的一声极为刺耳的炮仗声突然响彻夜空，就连苏童都吓了一跳。本以为会同样被吓到的魏东来却突然翻身而起。出事了，我得离开。注意安全。苏童半点没有迟疑，将手中的刀顺手就递到了魏东来的手中。帮我和爹解释一下，快则3天，慢则7天，我一定回来。苏童，我是你的赘婿，我是你的人。这一晚上，苏童都在想魏东来说这话是啥意思。他是赘婿不假，但
是他的人？不是吧？不是合作关系吗？这小子难道是要憋什么坏水儿？昨晚放炮没睡好啊？哎，魏东来呢？还不起来啊？这小子真的是又懒又馋，这大年初一可不能睡懒觉。哎，我去叫他起来。爹，他起来了，一大早就走了。啊？走了？去哪儿了？又躲出去了？不是，明天不是初二吗？初二要回娘家。你也知道魏东来啊，娘亲横死。他昨晚梦见了，今儿天还没亮就跟我说要回他娘的老家看看。哦，不远，就和小强他外祖家一个村儿。若是可以，他还想将他娘的坟啊迁过去。我就想这事儿吧，可不能拦，就依着他了。您放心吧，短则3日，长则7天准回来。是这样？苏二郎有点疑惑，可是最后还是选择相信了女儿的话。啊，初二的确是回门日啊，罢了，反正没和你圆房，那就不算我们家的。要回去就回去好了。明儿一早啊，我们就去给你娘上坟。今儿吃了早饭，咱们就去爬山。这初一爬山，爬得越高越好，寓意着来年会步步高升呢。还有啊，咱们今天早上吃青菜白粥，寓意清清白白。苏二郎一边说一边进了厨房。这么容易就过关了？还以为要解释很久呢。看来苏二郎对魏东来还是很有意见的。不过魏东来自己立的这个人设啊，还真是鬼见愁，谁见谁讨厌的那种。等吃了饭，苏二郎父女就和好一些村民上了山。路过昨天看到的那棵树的时候，苏童看到了明显放过烟花炮仗的痕迹，看来真的有人，他没有看错。一路上有人询问魏东来，他们父女2人统一口径，都说是回去给他娘祭祀去了。苏童是妻主，就算是不去那也没啥。大家感慨了一声，魏东来还算孝顺，也就把这茬接过去了。从初一到初4，每天都是热闹非凡的，不是去这家做做客呢，就是去那家坐坐。这日子悠闲的苏童差点都要忘记了这即将要来到的人。直到初6这天中午，苏童的外祖母和舅舅登门了，一见到苏童就拉着苏童的手亲近不已，可那眼睛却四处不断的打量，一看就是不安好心。这就是彤彤啊！哎呦，出落的这般水灵了。二郎啊，还是你有福气，可怜我那女儿居然想不到女儿福了。何老婆子很是夸张啊。苏童非常不喜欢这种假亲近，他往后退了一步，警惕地看着这老太太。不认识外婆了？我是你外婆呀，这是你舅舅，你小时候可最喜欢你舅舅了。不记得了。哎呀，怎么能不记得了呢？我小时候还给过你一根花头绳呢。啊！哼，也好意思说。苏二郎耐心有限，看着这昔日的岳母以及大舅子，特别是那个大舅子，从来了开始就一直盯着墙上那个腊肠流口水，这一脸的馋样啊，就觉得厌恶得很。娘，彤彤走了这么多年，不记得也正常。姐夫，我们一大早就赶路，家里有啥吃的没？我看这腊肠就不错，给娘煮上3、5节吧。这腊肠啊，有人要了，我钱都收了，这不是我家的，我家也没剩菜了，我们被我娘分了出来，啥都没得。何鸿生显然是不信的，可又想到今日要做什么，听到这话立刻反应过来。哎呀，你说赶巧不赶巧，我们就是听说呀你们分家了，你娘啥都没给你们分，特地来帮你们的。你们帮我？不来打秋风就不错了。你又输银子了吧？这次又输了多少啊？哎呀，别这么说嘛，我那点哪里算输啊？再说了，我都还了。还是说正事吧，我们这不是听到彤彤回来了吗？这不就立刻赶过来了？我也知道
彤彤耽搁了年岁，这么大的年纪不好婚嫁。你之前还做主给他纳了赘婿，可是我之前听说你那赘婿居然是京城的假世子，此人好赌成性，可要不得的。而且之前还得罪了知府大人，丢下你们跑了，这跑就跑吧。所以我就想着重新给咱们彤彤介绍一门好婚事。苏二郎那个气呀，就知道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你要给我家苏童介绍谁啊？周府的人。彤彤只要嫁过去，那就是周府的人了，哪里还需要待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小山村呢？就是，那家我们可是亲眼去看过的，人家也不嫌苏童在西北那些事儿，所以呀，只要过去，保管有好日子过。我家彤彤在西北怎么了？把话给我说清楚，怎么了？苏老婆子一脸你懂的我懂得的表情，还故意神秘地看了看四周。你这当爹的咋这么不知道心疼孩子呢？这当军纪的事儿能说出口吗？可不能随便被人知道，咱们自己人知道就成了，可别说出去了。亏你们还是彤彤的外婆和舅舅，你们算是哪门子的外婆，哪门子的舅舅啊？我家彤彤那是在大户人家当丫头，不是军纪，你们懂个屁呀懂！不用说我也知道，你们说是说亲，是要将我家彤彤再给卖了是不是？什么卖了？不过是青楼挂牌而已，就不是真的卖了。再说了，本就不是完毕了，也不知道陪了多少男人呢，这时候装啥呀？谁陪不是陪，咱们还有钱收，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苏二郎还没动手呢，旁边就跑出来一个人影，向着何鸿生就揍了过去。谁挂牌？谁他娘的挂牌？小爷揍死你这个不顾人伦的糟心玩意儿！揍死你这个落魄货，死都贵！哎呀，来人呐！杀人了！快来人呐！可不管是苏二郎还是苏童两人，他们都没动，任由卫东来动手。若非这何老婆子看着是年岁不小了，他们连他都不会放过的。但是这个喊声啊，确实也是喊来了一群人。苏童掐着时间上前将卫东来拉开，可这一碰到卫东来，苏童整个人一顿，他受伤了，鼻尖有着若有似无的血腥味，还有他的胳膊明显是有些不吃力的。他脸色苍白，看着可不像寻常那个生龙活虎的样子。这到底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哎呦喂，咋了这是？哎呦，大过年的闹啥呀？村长，你可得给我们家彤彤做主啊！当年这俩缺德玩意儿联合我娘将我家彤彤卖走，害得我娘子一尸两命。如今我好不容易将彤彤找回来，我们父女俩才过了几天安生日子呀，他们又来搅和，这次还要把我彤彤卖去妓院，他们太缺德了呀！我娘子就是他们家的庶女，如今人都死了，这嫡母连孩子都不放过，这哪是阴气呀？这简直就是刽子手啊！天爷呀，当年的事儿大家可都知道呢，你们咋好意思再上门呢？说是我家早就打了出去了，还敢再来祸害我家姑娘？何老婆子，你可别以为我们村没人。就是，我们村可有的是人，你敢使坏试试看。平日里也没见这村里人如此团结呀。当年若是有这样的团结，他们还敢将孩子卖掉。可他儿子被打了，这也是事实啊。我们就是去说亲呢，没想卖去青楼，真没想。而且我儿子还被打了呢，他谁呀？凭啥打我儿子？人家是苏童的夫婿，或者自己的娘子，打你们都是轻的。你们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啥德行，想卖我们村的姑娘，做梦！赶紧滚，我们村不欢迎你。张叔出面赶人，那何家母子是又气又疼。可不容苏童去看那两人要准备如何反击，突然他就明显感觉到卫东来几乎有一大半的力道都落在了他身上，他快坚持不住了。约！卫东来一接到指令，
马上一闭眼，头一歪，晕了。东来，你被我舅打哪里了？受伤了吗？爹，东来受伤了，受伤了！咋的？那何鸿生下黑手了？你打我女婿，你向我女婿下黑手，我跟你拼了！我！何鸿生都懵了，他才是被打的那个好吗？他当时可是连一点还手的余地都没有呢，四周也没人拦着。何老婆子那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最后到底是寡不敌众，还真就那么跑了。外面的事儿由苏二郎处置，苏童搀扶着魏东来进了屋，锁好了门窗，就撩开了他的衣衫。他的动作又快又准，让魏东来闪躲不及。你这般心急啊，也该等为夫养好了再来啊。闭嘴啊！苏童已经掀开了他的棉衣，肩头已经被血浸湿了，肚子上还被划了一刀，此刻也是伤口爆裂。怎么会受这么重的伤呢？别管我！闭嘴吧！苏童知道这种伤如果处理不好的下场。看着魏东来脸色青白，他顺手就是一个手刀，让他昏睡了过去。这伤必须缝合。苏童拿出之前他假装说自己买的女儿家的一些药粉，再拿出了剪刀和一根银针。条件有限，只能如此了。先撒了一些药粉止血，然后就开始缝合。肚皮那一刀足足缝了20针。等做完这一些，天都快亮了，外面也早就清空了人。苏童一身污血的出去，屋外没人，倒是厨房当当响。清理了一下，然后他走到了厨房。爹，你炖鸡了吗？啊，今日那小子呀，还算是人啊，不是被打伤了吗？让他喝点汤也好补补。苏童笑了笑，上前接过苏二郎递过来的鸡汤，黄亮亮的上头还飘着几颗补气血的红枣，闻起来倒是有点像阿胶的味道。这是……彤彤，你也喝点来，这个可是东阿阿胶，可是爹一直珍藏的，你们女儿家喝了最好，就便宜魏东来那小子了。啊，对了，今晚呢，我要和你张叔喝酒去，不用给我留门了。苏童有点奇怪，这可真不是一般的巧啊。不过他没有多问，只是何家母子来的蹊跷，走的也蹊跷，到底是有些不放心。爹，何家母子是不是有些不对劲呢？哎，我也发现了，所以今晚呀，跟你张叔合计合计，最好你奶别插手，不然……苏家是啊，他们可是一丘之貉。爹，别担心了，我都嫁人了，他们没有办法的。你还小，不懂得这里边的龌龊事，他们是想把你卖去那种勾栏地儿，嫁不嫁人都没关系。哎，你休息去吧啊，晚饭在这里啊，记得吃啊，我去你张叔家了。看到苏二郎的确兴致不高，真去了张叔家，苏童到底没有再说什么。但是那母子二人今日这般，绝对是有阴谋。只是，哎呀，罢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如今魏东来最重要。入夜，他发起了高烧，除了用烈酒退热之外，苏童又将买来的药粉给他嘴里灌了一些。他觉得自己简直是有先见之明，那天也是阴差阳错的想要配点这些防身的药，就怕若是这些人发现了他的身份，他能有自保能力，却不想这些东西自己没有用到，反而魏东来用到了。只是他这一身的伤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怎么会受这么重的伤呢？结果苏童还没来得及细想呢，一道细微的声音就从窗户外面传来。那小子受了这么重的伤，应该跑不远了。哎，这有户人家，咱们去看看。冲着魏东来的。
苏童看了一眼还在高热不退的人，拿过了他一直放在衣服里的匕首，正要出去，可他的手却被他一把拉住。他醒了。别怕，我会保护你。脱了衣服抱着我。啊？脱了衣服抱着我。你是说假装床戏？到底是看过电视的人，这些桥段还不曾忘记。夜色中的魏东来眸子很亮，他的脸被烧得通红，嘴唇干涸，可整个人都没什么力气，但理智还算是有的。他们来了。苏童看着小子已经闭上了眼睛，到底还是听话的脱了衣服。虽然杀人是一劳永逸，可是也可能再招来更多的人。罢了，又不是真的古代人，直接褪去所有的衣衫，只留下了一个肚兜，被子一拉，两个人都遮住。你干什么？棉被之下，魏东来一把将苏童给抱在怀里。都说了是床戏，那得动点真格才有人信。好像是有点道理，可这个人的手在自己的后背乱摸，着实不舒服。特别是他那个手还有细茧，所到之处让他起了一层鸡皮疙瘩，甚至就那个心跳啊，都有一点不自然的快了一些。他们来了。苏童只能僵持不动，然后就看着这个人侧身抱着他，大手不断的攻城略地，从后到前，甚至到了魏东来。咬牙切齿的声音只换来了魏东来如此突如其来的靠近，他的唇上传来了一阵刺痛。他被吻了。可苏童也听到了窗外确实是有人，他一动不敢动。只要那两人敢有异动，骗不到他们的话，苏童可不介意破个戒，也就是后续可能会麻烦一点，可若是将尸体扔去茅坑卧肥，那也神不知鬼不觉呀。就这片刻的功夫，苏童已经想了不下10种能让这两人死得悄无声息的办法了，甚至就连如何处理尸体他都已经想好了。你拿个木棍有个屁用，对付那两人得用刀。木棍？木棍？嘘，小声点。他的动作好像更大了，也不怕弄到伤口似的。苏童感觉自己的火气快要压不住了，因为这个人实在是太得寸进尺了，离他的已经没有距离了。这个真美。他越发的放肆。就在苏童要发火的瞬间，窗外一直转悠的两个人传来了声音。是小两口在同房啊。哎，走吧走吧，估计真逃到山里去了。走吧。脚步声开始走远，苏童计算着差不多了，一把推开魏东来，然后翻身坐在了他身上，一脸警惕地看着他，以及自己那个已经无法遮挡任何东西的肚兜。苏童，谢谢你。说完，魏东来闭上了眼睛，他那个样子好像累得很，和刚刚精神抖擞的人判若两人，让本来想找他麻烦的苏童反而像一拳打在了棉花上似的，不自在极了。他咬着牙怒瞪了他一眼，起身穿上中衣，然后躺在他身边。两人都闭上了眼睛，看着好像都睡着了似的，只有他们自己清楚，都没有睡着。苏童，刚刚我摸到了你背上的伤了，你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伤？背上的伤？苏童的眼睛瞬间睁开，他陷入了自己的回忆，好像他自己都不记得了，为何会有那么多的伤？可每一条伤都代表着他的战绩，每一条伤疤都是他的军功章，他引以为豪。有伤疤有什么奇怪的？这很正常啊。女人不应该是肌肤白皙无瑕，柔弱无骨吗？你可真够例外的。你见过的女人可真不少。还好。就是可惜了，以后见不到了。说完这话，
苏童一脚将人踢到了床边。苏童，你要谋杀亲夫啊！再多嘴，我连你的嘴一起缝上。苏童，你给我包扎的伤口，鬼给你弄的。苏童，你在西北过得很苦吧？童三打你了？当下人的哪里有不挨打的呢？就这样，一夜过去了。第二天一早，苏二郎将热好的鸡汤放好，拿着一个包子就出门了。爹，你这是？啊，我和你张叔去县里看看，之前不是订了肉铺吗？咱们这几天就支棱起来，所以我得去看看了。哦，那你几时回来啊？得半下午去了。啊，对了，中午带着小强一起吃饭啊。知道了。看着苏二郎走了，苏童这才拿着那碗熬得黄亮亮的鸡汤去了屋里。苏童，我把韦浩给杀了。啥？韦浩杀了？你疯了？他可是钦差啊！我知道呀，可他想对我下手的。你放心，他们没看到我的真面目，但是接下来三河县会很乱了。不过苏四郎没了靠山了，你高兴吗？高兴？高兴个屁！苏童看着魏东来这一脸好像说着无关紧要的事的样子。那杀童案谁接手啊？好官接手，放心。好吧，这么说的话，苏童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可是这魏东来就连韦浩都敢杀，还真不简单呢。苏童这样想着魏东来，魏东来也同样这样想着苏童，因为他发现这么大的事儿，苏童不过是开头惊讶了一下下，马上就恢复了正常。苏童，你在西北见多了这些？是啊，刺杀童将军的人不少，柔然的、本国的、敌国的，数不胜数。所以你见怪不怪？那不然，这有什么好稀奇的？可我不喜欢童三。童将军也没稀罕你喜欢。不，他的民族大义，他的忠君爱国，我很钦佩喜欢。可是他苛待下人，将你打得浑身都是伤，我不喜欢。这人这么想呢？没有，童将军没打我。没打？那你的伤？就是府里看我不顺眼的，比如管家什么的。难道是要强迫你？这样脑补也不错。差不多就是这样吧。那你有没有吃亏啊？哎呀，你还是快喝汤吧，快凉了，我得去准备中午的饭了。爹去了县城，你在家呢，好好养着。看着苏童落荒而逃，魏东来心里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苏童不是完璧之身，怒火瞬间燃起，好像消都消不下去。人走了，魏东来看着窗户处冷冷吩咐：童三的管家杀无赦。是，主子，那两人可要除掉，他们去而复返了。不必，你们立刻退下，没有我吩咐不可露面。可是主子您的安危，我娘子自会保护我。这就娘子了？可不敢反驳，只能离开。在厨房做饭的苏童看着跑过来的小强，这满头汗的小家伙不知道到哪里去野了。大姐，村头开始起屋子了，村长说明日开始修建私塾，每家每户都要出一个成年劳动力呢。明天就要开始修？是呢，村长说等元宵过后就能去上学了。大姐，我马上就可以读书识字了呢。村长还带着族老去县里买地了呢，据说要买下7、8亩顶好的水田，不论是自己种还是租给旁人都能有出息，到时候就能养活私塾了。对了，大姐，刚才有2个人问我你和魏东来的事情呢。什么人啊？我不认识，好像是外地的。他们问家里是不是只有你们，还问了魏东来是不是受伤了呢。那2人又找来了？那你是怎么说的？当然是了呀，昨天魏东来和你舅舅打架的事儿，全村都知道了，他被你舅舅打伤了嘛。
这么说的话，好像没差哎。那后来呢？后来他们2个人笑了笑就走了。哦，好啦，去玩吧。张小强一走，门口就传来了魏东来的声音：“臭小子，偶尔还是挺有用的。怎么起来了？尿个尿。”滚！转个身，苏童继续看着锅里的鸡汤。这几天鸡汤是不能断了，这小子流了那么多的血，不补回来是不行的。而且，若无意外，明日苏父想要去摆摊估计是不行了。毕竟钦差死在了这里，这可是个大事儿。苏童说的没错，别说明儿个了，还没等到吃中午饭呢，人就回来了。一到家，2个人抱着水壶就咕咚咕咚的喝了个透。这是怎么了？差点我们就回不来了。你知道咋了不？钦差大人死了，被人杀死了。现在城里封城，只许进不许出，还好我们2人跑得快，不然的话那真的要糟了。怎么死的呀？不是好好的吗？魏东来也慢悠悠的走了出来，看苏童那拙劣的演技，还是自己上吧。咋死的？还不是好好的吗？不是还破案吗？难道是黄忠的人干的？那谁知道啊，反正听说是被人一刀捅死的。哎呦，那肠子都流了一地，看着可残忍了。这杀人和杀猪一样，捅了肚子，人是不会立刻死去的。哎呦，那死法够狠。你可别说了，说的以后我都不敢吃肥肠了。不出去就不出去了，咱们留在村里帮着修私塾也一样。那苏四郎呢？不是说他是钦差的心腹吗？他咋样了？哎呀，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儿给忘了？我去你奶家看看。苏二郎正要起身，想了想，又顿时不去了。他本事大，不需要我去看。爹，苏四郎聪明着呢，他这人呢，惯会明哲保身，不会出事的。我想也是，不必管他们了，有事儿自然会喊我的。话音刚落，还真有人喊了：“苏三郎来了！”二哥，你赶紧回家去看看吧。四弟为了救钦差老爷被人打伤了，县里的人将他送回来了。为了救钦差被打伤了？开啥玩笑呢？苏童看了眼魏东来，魏东来摇了摇头。得了，这肯定又是苏四郎给自己安的名头。老四也是运气不好，新来的大人说老四忠义，还赏了老四30两银子呢。就是家里人手着实不够，大哥也因为老四也被放了呢。所以你找我干啥呀？哎呦喂，我都说了家里人手不够，娘说让苏童家去帮忙做几天活，什么浆洗啊、煮饭啥的。我闺女儿没空，我女婿被我何家人打伤了，也要养伤呢，是吧，东来？哎呦，我肚子疼，彤彤，快扶我进去休息一下。苏童立刻起身，搀扶着魏东来就进去了。苏三郎留在外面跟苏二郎掰扯。屋里，魏东来小声道：“苏四郎是真聪明，这都能全身而退。当初我可是将那把刀扔到他手里的，他醒的倒是快。”啊，你嫁祸给他？哼，那种小人我没一刀果决，也算是看在岳父的面上了。本以为苏童会表扬他，却不想苏童对着他吼道：“妇人之仁，看来他和你一样，指不定又找到替罪羊了。”你的意思是直接除掉？不然呢？够狠。那你说他会找谁做替罪羊？谁的嫌疑最大？谁最有下手的可能？黄贵，他为了给他爹报仇。是啊，肯定是他，因为黄忠在大牢，这个时候唯一能动手的就是他儿子了。苏童笑了笑，还不算笨。可还有个问题，咱们之前不是还怀疑黄忠会让自己的儿子当替罪羊吗？说是黄贵这个时候成了替罪羊，那黄忠就必死无疑了。我们能想到，别人自然也能想到啊。苏四郎到底是反咬了黄忠一口。你说，
若是黄忠能够逃出升天的话，会不会报复啊？你是说苏四郎也想到了这个，所以赶尽杀绝？有何不可？这绝对是个人才啊！我算是明白你为啥说要我赶尽杀绝了。这样的人以后若是入了官场，那还了得？你白白错过了如此大好机会。苏童让他躺下来，又看了眼伤口，确定没啥问题，给他拿了一点药粉让他服下。魏东来半点没拒绝，也没问苏童给他喂的是啥药，等吃完了药又道：那要不今晚我去将人弄死？弄死他？那不就是给黄家父子脱罪吗？说完后，苏童走出了门。魏东来一扫刚才那种傻了吧唧的模样，他摸了摸自己的下巴。苏童这个人看起来绝非那么单纯简单，这些心计对人的把控简直是不输给男子。到底童三都教了他些什么呀？不过童三那厮居然能纵容小小的管家欺负苏童，不可饶恕。童三的管家现在在什么地方？回主子的话，蜀地州府。他居然在蜀地州府？是，今日刚得到消息，好似童三将军落入大渡河，顺流而下，漂流到州府那边。所以你的意思是，他是来找童三的？对。管家杀无赦，其他人让人盯着，找到童三的下落后立刻来报。窗户外再次恢复了平静，而另一边，苏童看着坐在那里和张叔叹息的苏二郎，就问道：我三叔走啊？啊，走了，骂骂咧咧的，被我好一顿的吼。哎，你也别骂了，当心又得罪了他们家呀。他们家呀，别的没有，这心眼可多得很。其实我也知道他们心眼多，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特别是老三。哎，现在我发现其实不是老三，老三那点是小聪明，可是老四才是会咬人的狗不叫啊。那你们说这代理的县太爷会不会又重用苏老四啊？不管重不重要，他若是发了百姓之伤啊。苏二郎的感慨让苏童意外的抬头，他说的是百姓之伤，这样忧国忧民的词居然是从苏二郎口中说出来的，他可真是一个比一个让人意外呢。二郎，你咋也来帮忙啊？你这出了钱也就不用再出力了吧？哎，就是哪能让你来呢？哪能不来呢？以后我们家彤彤有了孩子也要来读书的啊，这可是全村的大事儿。你们也知道，我家东来啊，昨儿被他舅给打伤了，今儿还爬不起来呢，彤彤得在家照顾他，这不我就来了吗？打这么厉害，居然爬不起来了？那可不，打得老狠了，怕是伤了骨头，这一碰就很疼。你们也知道，他那手啊刚好，如今又打了肚子，可得好好养养啊。听了苏二郎的话，大家也没想到那小子能伤得那么重，还以为偷懒呢。那是得好好养养了。不过你的岳母和大舅子这心眼不正，好在如今县里出事儿啊，都被困在县里来不了，不然估计啊还是要来找你们麻烦。以前每年都要来打秋风的，不过你娘泼了，每次啊都要打架后才走。如今你们分了家，估计是觉得你们好欺负，所以啊这才找来。就是往年哪里敢如此放肆？不过你们说这钦差老爷好好的咋就死了呢？这不是查黄忠的案子呢吗？那现在可咋办呢？咋办？朝廷当然会派人来了，你管那么多闲事做啥？难不成你还想去看热闹啊？村民们八卦不已，这些苏童当然是没有兴趣听了。他看到锅里又熬上了鸡汤，便给魏东来盛了一碗后，自己也喝了一碗。因为今天早上来了月事，这些年一直都不太正常，没想到刚回到村里安顿好，居然就来了。苏童啊，
你大伯母娘家来人了，白家父子俩来了，正找你奶要人呢。苏童，带我去，我也要去看。我去看看白家父子到底是啥样的极品。我若是一直不露面才是不好呢。走走，快去，不然一会儿我就看不成了。这倒也是。苏童他们到的时候，白家父子两人和苏家几个小的以及苏三郎都动手了，两边打的是不可开交啊。可是这一次，村里没有一个人上前阻拦，全都站在一旁看热闹。好你个杀千刀的苏大郎啊！我家亲娘孝敬公婆，伺候你一家大小，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啊！你居然都不跟我们说一声，就将人给分出去了。我告诉你，这事儿没那么容易，你得赔钱。我们亲娘可是要嫁人的，你必须赔钱。你这个杀千刀的，连亲生女儿都卖了，还卖了10两。那孩子可也有我们亲娘的份儿。大伙儿评评理啊！就算他们合理，是不是也得分我们亲娘5两银子才对啊？果然是奇葩呀！可奇葩对奇葩还是很完美的。苏二郎走到苏童和魏东来身边，走吧，别看了，丢人的很。哎，爹，再看看吧，我可好奇了，看看谁会赢呢？放心，白家会得到5两银子的。爹，你咋知道的呀？你四叔啊，要脸。苏四郎，两人都有点好奇了。不过苏二郎是真的懒得看，索性背着手走了。他们两人倒是留着，还真是两边骂战升级，包括屋里没脸出来的苏老婆子都扯着嗓子吼得热闹，这俨然就是一场大笑话呀。结果到最后还真是苏四郎出面了，给了5两银子让他们签字画押，以后白家亲娘的事儿就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就这样才放了白氏父子离开。人一走，苏家大门紧闭，村民们议论纷纷。回去的路上，魏东来走得很慢，继续赖在苏童的身上，靠着往前走。他一边走一边说道：这说的真没错，这苏四郎真愿意花钱了事儿。是啊，只能说明苏四郎不想让名声有碍。看来他和新来的县太爷关系比我们想的还要深呢。是的，苏童说的没错，苏四郎就是如此告诉苏老婆子的。娘，我的伤好之后应该会跟着新来的老爷办事儿，老爷保举我为秀才，但是前提是名声不能有任何污点。所以娘，如今咱们得低调做人，您得约束家里的孩子，不可再闹出什么风波。我们家的乱子可太大了。秀才？真是秀才？他们村可是从来没出过秀才啊，就是县里的秀才那也不超过10个人呢。真是秀才？娘，我立了大功，有功劳者有资格被上官保举，就是可惜了，若是我早做了秀才就好了，这一保举就是举子，这样也能直接做官。不过也没关系，我会一步一步爬上去。娘，您放心，我一定会让你当上老封君的，成为官太太，请好些个丫鬟仆人伺候。苏老婆子被哄得异常高兴，至于5两银子什么的，那也就不在意了。等安抚好了苏老婆子，并成功从她手里抠出了5两银子之后，这苏四郎啊才回到自己的屋里。他是真没想到这一次竟然如此险象环生，差一点他就成杀人凶手了。好在天不绝他，居然让他提前醒过来，并且遇到了喝多了酒的黄贵，自然就是他来当着替罪羊了，而且是最好的替罪羊。他如今在新的县太爷那里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县太爷许诺会保举他成为秀才，如此一来，他离成功就更进一步了。等他有了功名，哼，那些看不起他的人，欺负他的人，一个都别想好过。我今晚不吃了，你们自己下面吃吧。苏二郎心事重重，任凭苏童他们怎么劝说，可是苏二郎就是不出来。幸好苏家还有岳父之廉耻，这苏四郎如今花钱消灾，说明此人怕是真的找到了一条捷径了。可苏童却冷冷一笑，
将揉好的面皮切成面条，那刀咔咔的在面皮上划过，像是在宣示着什么似的。节庆可以走，可走不走得顺就难说了。私塾修建好了，全村都高兴得很。若非如今县城闹得沸沸扬扬的，他们都想放火炮庆祝了。这杀害钦差大人的凶手抓到了，居然是黄忠的儿子，为了给自己爹报仇。如今新的钦差来了，督促办案，最后让父子两人斩首示众，以平民愤。你不是说新来的官儿是好的吗？是好的呀，他可没杀错人。哼，是没杀错人，可这事儿吧，反正不讲究。你是不是担心苏四郎？难道不该担心呐？你不是说了吗？苏四郎想走捷径，可是也得看这捷径好不好走。什么意思啊？意思是科举这东西，还是按部就班一点点往上爬最公平。魏东来说的神神秘秘的，可苏童还是懂了他的意思。所以苏四郎这保举成为秀才的事儿黄了，是黄了。新来的钦差说了，既然是品性高洁之人，那么肯定是看不上这平白得来的秀才之位的。这不，保举一事改为赏银20两，以及一封举荐信，举荐苏四郎去州府黎州书院读书的举荐信。苏四郎怎么生气，苏童不知道，但是听说苏四郎是真的收拾东西去读书了。小县城瞬间又恢复了他原本的平静，而此刻的州府，八小英一脸沉重。管家几次遭到暗杀，这次派来的人更是手段狠辣，身手不凡。看来阻止我们找到将军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是啊，管家多好的人，那些人真是柿子像软的捏。我看不如将管家藏起来，这样下去他的身板可经不住折腾啊。最后一致商量，立刻将人送走。可人送到哪里合适呢？我倒知道一个地方，那里民风很淳朴，不如将管家送去那里。什么地方？三河县老泉村。狭窄的官道，马车慢悠悠地行驶着，车里一名20来岁的男子一直哭哭啼啼的，看起来好不悲伤。我说你也哭了一路了，你累不累啊？你还说我如此委屈，难道连哭都不能哭了？成，当然成。可是你这哭了1个多时辰了，你是怎么做到只掉眼泪，眼睛还不肿的？是将军说的呀。他说若是哭起来眼睛肿肿的，太像姑娘家了，这样出去会被歹人拐走的。哼，说的好像现在他说话了就不像姑娘家似的。到底是谁要杀我呀？我得罪谁了？是不是那些要对付将军的人？为什么大家一起行动你们都没事，他们那些人却按着我打？我不管，你们若是不帮我查到真相，我就又杀回去，我和他们同归于尽。我去下面伺候我们将军去。或者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你想啊，咱们都是找将军的，为啥人家就没向我们下杀手呢？就是，我可是亲眼看到的，人家直接向着你去的呀。小小啊，你是不是得罪了谁你不知道啊？那我得罪了那么多人，我怎么知道是谁啊？罢了啊，反正现在也逃出来了，先躲起来再说吧。哎呀，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呀。万一那些人以为你知道将军下落，所以才故意针对你呢。毕竟你八管家的名头在西北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八小小听到这话还是有些骄傲的。别的不说啊，西北第一管家的称号，他认第二，就没有人敢认第一的。他可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还上得了战场，就连将军都说过，他是他最厉害的助手之一呢。哼，若是被我知道是谁在针对我，看我不扒了他的皮！你们说
将军还活着吗？将军肯定活着，将军不会死的。将军那么聪明的人，怎么可能跌落河里就死了？不会的，肯定不会死。话虽然是这样，可是为何这么长时间了，将军一点消息都没有呢？就算没死，也该跟他们联系啊。还是说将军也怕朝廷那些人，所以故意躲起来了？将军那样怕麻烦的人，肯定是不想陷入党派之争。如今呢，皇子相继长大，夺嫡之争是迫在眉睫呀。要是将军没死的话，你们想想，会有多少人眼红啊？三皇子一派得不到将军，会不会下杀手，将将军除掉，让其他人也得不到？太会了，好吧？所以将军呢，肯定也是知道这事儿，所以才故意躲起来的。可将军躲就躲，为啥也不告诉我们呢？肯定是那些人知道将军最信任我们，将军一个人躲着目标不大，但是若是我们一起都躲在一起，目标就大了呀。哦，我知道了，那些人按着我打，是不是也是这个意思？认为我是最有可能知道将军下落的。随后三人一致认为巴小小说的非常有道理，肯定就是因为这个。这一下三个人开始一直骂那些当权者，骂这次出手要收拾巴小小的人。很快下午时分就到了三河县，可到了之后才知道钦差出事儿了，韦浩居然被人杀了。上次我们在这三河县啊，就发现了这里有好多异事，之前还放火烧县衙，后来还爆出那县太爷黄忠陷害儿童的事情。这小小的三河县可谓是卧虎藏龙啊。可是这韦浩怎么会被人杀呢？他可是京城韦家的人，谁会这么大胆子？而另一边，并不知道这些的苏童看着家里的空空的米缸，叹息道：家里都是一些能吃的，这么快米缸就见底了。爹，我明儿得去趟县里买些米面回来。啊，你安排着来吧。东来还躺着呢，他这是坐月子呀，这都养了10天了还没养好，该不会是装着的吧？村里的私塾都修好了，也没让他出一份力。若是再装下去，那我可就不依了啊。那明天让他和爹一起去卖肉吧。这好啊，这县里刚刚开始放行，可以来往了，正是大家伙都需要肉的时候。我估摸着呀，我们这头猪就能卖上好价钱。爹，那何家母子就不来了吗？我怎么感觉他们走的也太容易了？是啊，这一封城倒是把这2人给忘记了。哎，会不会是看城里出事儿，所以就跑了，回州府了？是吗？若是真的那倒还好，就怕呀，人家一直留在城里，身上钱花光了，那才是要命哟。哎呀，不管了，反正咱们坚决不能心软啊！明儿一早啊，魏东来起来跟我一起卖肉。彤彤，你去买粮食，然后来肉摊儿，等咱们肉卖光了再回来。我还不信了，他们能找到我们在哪儿？也对，如此更好。回到屋子，苏童看着翘着2郎腿躺在床上吃花生的人，就一脚踢了过去。下床吃，再让我看到你在床上吃东西，我将你变成个东西。被踢这么一脚，魏东来立马老实了。哎，彤彤，人家不是肚子疼吗？多吃点东西把肉补回来，肚子就不疼了。你没发现你已经胖成猪了呀？除了吃就是睡，要么就是吃。你自己看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魏东来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胖了吗？他承认就穿着一件中衣，就是起身上茅房也是披散着衣服，还真没发现呢。那我不吃了，我得保持我健壮的体魄，强健的臂弯。那就明天早点起来。做何？和爹一起去卖肉啊，正好城里解禁了。魏东来正要拒绝，可一听到这话，转念一想又同意了。第2天一早天不亮，一家3口就挑着猪肉出门了。哎呀，明明可以借张叔的牛车，爹你自己不借，
还非要自己挑着，这能怪谁啊？我张叔也没说不借呀。咱和你张叔关系最好，可是这一头牛，在庄户人家那也是不得了的东西啊。如今还没到春耕，你张叔父子俩没个进项，就靠着拉牛车赚几个铜板。咱们要是让牛给累了，这张叔一天就别想干了。你这做人呢，怎么能只想自己？人家帮你那是情分，不帮你是本分，你咋能指着人家帮你一辈子呢？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个道理懂不懂啊？爹，你还会咬文嚼字啊？你也读过书啊？读你娘的腿呀！老子走南闯北啥没见过，这点子话谁还不会说呀？不就是一辆牛车吗？等着吧，我一会儿给你弄一辆来。结果换来的不仅没有表扬，反而是又一手指。哎呦，我都说了要买牛车孝敬你了，你干啥又打我呀？就你又是去赌啊？狗改不了吃屎！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敢在那墙头撒泡尿，我都拿刀砍死你！半个时辰之后，到了县衙，这会儿天还没亮呢，可四周做生意的人陆陆续续的都摆上了。他们找到了之前续租下来的小摊儿，苏二郎熟练的将肉划分好了挂了起来。啊，差不多了，去吃点早饭，随便给我买个馒头就成。看着马上陆续要有客人了，苏童跟魏东来也没耽搁，往路口摊贩走去。2大碗红油面加臊子，这店位置不错，隔壁就是车马行，若是要去州府，就要从这里路过。你对这里倒是熟悉啊。该的，来到一个地方，先熟悉路况，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苏童没接这话，很快面就上来了。其实吧，还没苏二郎弄得好吃呢，但一大早上能吃一碗这样热腾腾的面条，还是舒坦到了胃里了。咱爹那手艺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御膳房出来的呢。天南地北的菜都会弄，比我以前在侯府吃的还好吃呢。苏童想了想，的确如此。苏二郎手艺了得，做饭一流，也不知道这些年他在外面都经历了些什么。就在苏童一口一口地嗦着面条的时候，魏东来拉扯着他。哎，看，那是不是白家父子？还有你四叔？哎，是不是他们？是不是啊？要么怎么说这位置好呢？这么早，居然在这里看到了这3人。我就说那2个人平白无故的怎么找来的？感情是拉扯上了苏四郎啊。不过苏四郎不是要去州府读书吗？他今天走？不知道。苏童是真不知道，他一边吃着面，一边看着那3人。他吃饭动作快，3两下的就已经下了肚，紧接着喝了2口汤，一抹嘴，留下了几枚铜钱就跑了。魏东来看苏童走了，赶紧将面塞到嘴里，也跟着去了。干什么呀？听听他们说什么。2人躲在马厩后面，因为还没到天亮，倒是安全的很。3个人的对话也都全部入了耳中。苏四郎，当年可是你牵线搭桥卖了你侄女的，你让我们替你背了多少年的债，你忘了？当年可是你自己说的，只要我们替你瞒着这事儿，以后每年给我们1两银子。我们为了维持关系，还将女儿嫁给了你大哥。怎么，你想赖账啊？还有这等内情。当年，也就是10年前，那个时候的苏四郎才多大呀？14岁吗？他可就比苏童大1岁多。所以14岁的苏二郎就有了这样的狠毒心思？疯了吧他！闭嘴啊，听他们说。苏四郎显然也是没想到，这2个泼皮无赖居然还没有离开这里。再看这2人身上穿的是2件破的不能再破的棉袄，一看就知道过得极不好。这样的人赖上那可不妙。如今正是他拼搏前程的时候，但是被赖上是不好，可若是利用好了呢？我自然没有忘记啊，可是你们说的话呢，也得有人信才行。
你们是走投无路了吧？与其在这里找我麻烦，倒不如我给你们出个主意，保管你们日进斗金。什么主意？去找苏童父女。越听下去，苏童越想要杀了这3个人的心思就越浓烈。之前还说何鸿生母子2人无耻，此刻听到这3人的打算，才晓得这世上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因为苏四郎告诉白家父子他们，将苏童抓起来以后去暗娼贩卖，就卖给那些贩夫走卒几个铜板一次，只要收费便宜，绝对生意火爆。等到晚间，让他们偷偷摸摸的到苏家去，将人掳了，再一把火将苏二郎和那赘婿烧死。神不知鬼不觉的，没有人会找他们家报仇的。他娘的，我要是再忍下去，我就不是你男人。这算是魏东来第一次毫不加掩饰的在苏童面前展示他的武力，根本就没有让那3个人发现，绕到后面就各自一个手刀，3个人全部倒地，全程身手敏捷，毫不拖泥带水。天快亮了，我将他们扔进河里。3个人就被魏东来直接打包丢入了河里，一切是神不知鬼不觉。这一次是真的干净利落了。哎呀，我刚刚就应该在他们身上都补一刀的。你说是他们命大没有死怎么办啊？这河流直接往下就是康县了，他们想要回来那可不容易。康县距离这里的路途可更远呢，而且我不认为漂流这么长时间，他们还能活命。这也是，从这里漂下一段距离就会和大渡河汇合，到那个时候河水更加湍急，被发现那估计也是个尸体了。刚刚没吃完就过来了吧？我再请你吃一碗面条。说完这话，苏童就向着刚刚的面馆走去。魏东来有点纳闷，这是奖励他？娘子，可以加臊子吗？可以。魏东来高兴了，又一大碗面下肚，顺便呢还给苏二郎带了一碗回去。除掉了苏四郎这个心腹大患，还真是说不出来的高兴呢。爹，这肉都卖了这么多了啊，是挺好的。哎，彤彤啊，你去逛逛集市，让东来这里卖肉，我来教他。以后这可就是咱们家主要的营生了。正好我要去买粮食，爹，你和东来先忙。成，去吧。带银子了没啊？带了。东来，快把钱给我吧。娘子，你说什么？我怎么不知道啊？哎呀，刚才你不是说你之前走的那几天是攒了点私房钱吗？你怕我知道那是你赌博赢的，所以没敢跟我说，还说今天要给我买头花呢。就你兜里那个荷包啊。娘的，刚刚他可是刻意避开了苏童的视线，偷偷顺走了苏四郎兜里的银子的。他还以为自己做的神不知鬼不觉呢，居然又被苏童这女人知道了。好啊，这么多呀！你是不是又去赌博了？我说什么了啊？你再赌，我打断你的腿！老大，你把钱拿着，快去逛街，看我今天不好好收拾这小子！苏童笑嘻嘻的接过荷包，掂量了一下，哟，分量还不少呢，谢谢了。苏童走了，魏东来再一次的挨了一顿打。除了买粮食，还要买一些药材。只是经历了魏东来的突发意外之后，苏童觉得家里还是要常备一些药材的好。只是没想到刚走到药房，就意外看到了3个熟悉的身影。他们3怎么会在这里？王小小，你自己来药铺就行了，干嘛要带上我们呀？你们2人是不是傻？每到一个地方第一件事是做什么，你们忘记了？两人对视了一眼。做什么？他们怎么不知道啊？当然是去药铺呀，询问大夫最近可有诊治重伤之人。你们想呀，将军可是从那悬崖上摔下去的，不死也会重伤，怎么可能全身而退呢？对呀，怎么没想到这么要紧的事儿呢？肯定是看大夫呀。哼，算你还算聪明，就是看大夫。而且呀，之前咱们军营的止血散，那在关键时刻是保命的东西，药方可只有将军和咱们弟兄才有。
若是有人采买了药材配备是药粉的话，你们想会不会是将军？果然是第一管家呀，想的就是周全。对，你说的太对了，还是小聪明，我们怎么就没想到呢？赶紧的进去看看。3个人说完，推推搡搡的进了药铺。苏童看着这3人，回想起之前自己的做法，他可是分了好几个药铺配成的药。这3人聪明是聪明，可是他也不蠢呢。松了一口气，苏童没有再进那药铺，反而转身准备离开。看来最近还是少来县城为妙。毕竟8小7、8小8好打发，可8小小那个人精啊，他就不是那么好糊弄的。扁担挑着100斤的粮食，让苏二郎又心疼了。半上午肉就卖光了，非要跟闺女2人分背着粮食，一路走一路不忘嘀咕着，一天只知道吃饭，什么也不会做的魏东来。至于魏东来如何不满，苏童自动屏蔽。到了家，苏二郎又去收拾猪了，准备后天的猪肉。人一走，魏东来看着苏童就质问：苏童，你也太不够义气了，好歹那也是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得来的钱财，你这就给我拿走了，也不分一些辛苦的银子，你这样在江湖上可是要吃大亏的。你不够义气的人，你是要被人唾弃的。是吗？是的。可我不是江湖中人，我就是一个小女子，贪财的小女子。苏童，你就给我点儿吧。你要钱作何呀？哎呀，人家是真的很久很久没有进过赌坊了，我想去看看。小丫还在赌坊呢，我这钱是要给我兄弟们的，我总不能白吃白喝吧。这个理由不错，小丫的话，那走吧，我和你呢一起去。银子的话，我肯定不会亏待你的朋友的。说完，苏童主动拉着魏东来又回到了镇上。其实我一个人去也可以的。是吗？不带我见见你的兄弟？哎呀，苏童，你都快将人家的底细都摸清了，你这样不好，我得有点自己的秘密，你知道吗？知道啊，所以一会儿你进去，我在外面等你。真的？我就要小丫。魏东来有点迟疑，因为他不认为苏童这么好说话，可苏童不想说这个事儿，就是刀架在他脖子上他也不会说的，所以一直忍到了赌坊门口，直到他真的进去了，苏童也没拦着，直到一炷香后。苏娘子，你又来抓魏东来啊？在那边呢，今儿我们可是亲眼看见他进来的，他一直在溜达看热闹呢。苏童笑着感谢着这些打手，丢了个角银子过去请大家吃酒。他这样子早就已经驾轻就熟了。他径直走过去，来到了小门门口，他的举动随意而又自在。果然过去了才几息的时间，人就被抓出来了。2人又是演了一次，这才离开。小丫呢？好着呢，我就是和你说一声，要不让孩子继续留在那边。啊？这是为何？看苏童疑惑，魏东来也不解释，而是带着人去了隔壁的巷子，然后纵身一跃，再伸出手来。上来，我带你看看。苏童想了想，还是搭了手过去。这是赌坊后花园，此刻小丫正坐在那里喂鸡，嘴里哼哼唧唧的，这是在唱歌。他在干什么？唱歌呀，喂鸡。唱歌？他会说话了？我朋友请了个婆子专门照顾他，如今会说一点话了，但是多数都是这样，唱歌或者和小鸡说。你别看这是个赌坊，这里啊可是安全的很，后面没人敢闯进去的。我这次事办得好吧？是不是有什么奖励？你想要什么奖励？哎呀，也不要多了，给我1两银子就行了。苏童很爽快，丢了2两银子过去。苏童，多了。我知道啊，我刚刚在赌坊兄弟那里啊借了2两银子，我和他们说了，若是你去赌坊就由你来还，所以银子呢给你可以，但是若是去赌的话，你懂的哟。魏东来发现苏童在收拾他的套路上永远都不会重复，次次见效。
他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被苏童欺负了，男人应该立起来才行。他突然恶作剧似的松开了苏童的手，自己直接跳下了围墙。他站在下面，一脸挑衅的看着墙头的苏童。苏童，我看你是不知道如今自己是什么处境吧？把银子拿出来，我就救你下来，不然的话，你就在上面待一天好了，直到人家以为你是小偷为止。苏童冷笑一声，正要自己跳下来，结果不远处走过来3个人，为首的那个人更是说道：你们夫妻这是在作何呀？耍花枪吗？是八小七他们3人，这下麻烦了。壮士，是你们啊？你们打哪来啊？苏童已经低下了头，刻意弄散了一些头发，努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该死的，他们好端端的跑到这巷子里来，作何呀？远处看到墙头有人，以为有贼子，所以进来一瞧，却不想居然是你们夫妻呀！哎，你们在这儿是作何呀？怎么爬到人家墙头去了？我们夫妇2人在看一个妹子，她之前撞了头，吃傻了，若是贸然去会吓到她的，所以就在这里偷偷看看。魏东来说的是实话，所以神情清明，不闪躲，一点都没作假。心眼最多的八小小很是认真地观察了一下，确定他没有说谎之后，这才将视线看向了墙头的苏童。苏童感受到那股熟悉而热烈的视线，心跳得很快。不过他临场发挥一向是不错的，此刻更是如此。夫君，我错了，放我下来好不好？我不要银子了，家里的银子都给你管，放我下来吧，我害怕。这个哭腔差点让魏东来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本来是没啥的，可突然想到一件事儿，当初苏童可就是为了这2个人才刻意打扮的。刚刚明明一副要杀了他的模样，这会儿立刻又矫揉造作，简直不要打压。所以他几次3番如此模样的在这2人面前出现。苏童这女人难道是真有外心了，想勾搭外男了？魏东来的心里瞬间就不乐意了，对这2人的激情立刻就消失了一大半，不，消失全部。他转身恶狠狠地看着墙头的苏童，给老子好生说话，再这么妖精似的，你信不信我让你在上头待一辈子？这个二货平日的聪明劲儿呢，就听不出来他的为难和想快点离开的决心吗？是我错了。我去，鸡皮疙瘩再次起了一身。可身后的3个人一副看好戏的样子，魏东来有点生气了。苏童不懂事儿，你们也不懂事儿？那什么，我们夫妇开个玩笑，3位就不打扰你们了。不打扰的，我们还可以帮忙呢。要不要我去带小娘子下来？我身手还不错的。不用了不用了，怎么能劳烦你们呢？不必了。八小七就好像听不懂似的。哎呀，又不是不认识，不劳烦不劳烦。这棒槌说完就要上前来，魏东来的脸都要沉出水来了。最后还是八小小看不顺眼了，一把拉着人。哎呀，果然是老光棍了，人家那是夫妻2人的情趣，你掺和一脚算怎么回事啊？我们快走吧。不好意思啊，2位，我们兄弟老实，打扰你们了，你们继续哟。魏东来直接打了一个寒战，这男的也太那个啥了吧。可是这3个人呢，能走就好。看着他们离开了巷子，魏东来正要准备好好收拾收拾苏童的时候，他刚一转身，苏童就已经站在了他的身后。你怎么下来的？跳下来的呀。你一个弱女子，怎么可以如此粗鲁？我还可以更粗鲁。说完，也不晓得他啥时候手里还拿了一根木棍，对准魏东来就打了过来。魏东来拔腿就跑，2人你追我赶，瞬间出了巷子。这夫妇2人跑什么呢？八小小看着一闪而过的人影，随意问了一句。八小七说道：情绪是情绪呢，你不是说我不懂情绪吗？
我看你也不懂。这个算不算是现世报啊？八小小白了他一眼，然后扭着小腰往前走。倒是八小八在身后嘀咕了一句：看样子这贾世子和苏家那丫头相处的还挺好的。嘿，之前咱们还以为他们两人估计过不到老呢。今天看那苏娘子总算是一身良家妇人打扮了，想来也是改掉了在西北学到的陋习，安心当村妇了。你们说那两人是什么身份？贾世子和君季啊，县里都知道的。别说人家是军纪，留点口德。又不是我一个人说的，那县里的人不都这么说吗？可是人家都安生过日子了，你也别这么说了。再说了，到底也是从西北过来的，老乡，那可是老乡。在西北，咱们可不能瞧不上军纪啊，那都是有胆识的人才敢干的。再说了，你忘记了将军的话，无论是什么身份什么人，咱们都是魏国人，都有血泪，都不容易。若非生活所迫，谁又乐意做这种皮肉生意呢？如今有好日子过了，当然是好好过日子，